女人是啥都干平台的外卖员，顾名思义，只要给钱。小到帮学生写检讨做作业，帮人找猫找狗送外卖，大到私家侦探杀人放火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此时女人正拎着外卖袋子，清冷的视线扫了一圈包厢里的人，请问哪位是朱天鹏朱先生？听他声音脆冷，是个女生，有个半裸的青年挑眉，看向最里边沙发上坐着的男子。朱少，这不会又是你的风流债吧？谁知道呢？朱天鹏白衣白裤的坐在那里，敲着二郎腿，漫不经心的咬了支烟。旁边有个衣服都被褪了一半的女子立刻给他点火。本少爷睡过那么多女人，又不是每个都能记清的。朱天鹏吐了口浓郁烟雾，看着门口站着的女孩，勾唇说吧，要多少钱？找他的女人无外乎都是贪图他的身份地位，我想你误会了。林福福举了下手里的袋子，眼眸清冷，我只是来送外卖的。谁他妈点的外卖？朱天鹏舔了下牙尖，没人吭声。他们在这会所里要什么没有？点什么外卖？刚开始说话的那个青年小心翼翼的，朱少，他刚才好像说的是找你的。林福福看了眼外卖小票，一位姓李的小姐为朱先生点了一份外卖，并附赠了一段话，一定让我要当面念给朱先生听。李小姐是哪个？有人好奇的看向朱天鹏，那青年戏谑感叹，我们朱少睡过的女人多了，哪还会记得哪个姓李哪个姓王啊？肯定又是对朱少念念不忘的痴情女子。的确，朱天鹏可从不记对方名字。他靠在沙发里，敲起二郎腿，咬着烟念。林福福单手撑平手里捏着的有点曲卷的外卖小票，开始念上边的文字。朱天鹏，你就是一个毫无人性、无耻下流的人渣禽兽，此处省略1万字。今天之后的后半辈子，你就当个死太监去吧。来自所有被你渣过的女性，本应该是愤怒的话语，被女孩一字一句、一板一眼正经的念出来，反而平添了几分滑稽。林福福话语继续，李小姐为朱先生点了一份热火锅，10个巴掌，并废掉朱先生呢。你说什么？距离门口最近的青年以为自己听错了。朱天鹏哪受过这种侮辱啊？他夹着烟的手指微不可察的抖了下。林福福没理他，反手把自己身后踹开的门又关上，穿过乌烟瘴气的包厢走向朱天鹏。砰！青年想要拦他，但伸出的手连他衣服都还没碰到，就被林福福抬腿一脚踹飞出去，砸在玻璃桌上，啤酒、饮料、水果盘洒落一地。被踹飞的青年躺在桌子上捂着腰，痛得神色狰狞。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林福福已到朱天鹏近前，把手里外卖袋子先放在地上，一手拿出备用手机打开摄像功能对准朱天鹏，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落在朱天鹏的脸上。啪！清脆响亮的一声，朱天鹏脸上留下清澈手指印。朱天鹏直接被打懵了，坐在那里都忘了反应。林福福的手又落下，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响。朱少，其他人终于反应过来了，抄起手边酒瓶冲上来要砸林福福救朱天鹏。林福福神情没有变化，转身抓住砸过来的人手腕，酒瓶反手砸回他头上，瞬间就头破血流。另外几人一人一脚全都踹飞出去，在包厢里七零八落。他妈！朱天鹏也终于疼得反应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他，想要反抗，却被一脚踩下去。林福福穿着短靴的脚高高抬起，踩在他胸口，力气大的仿佛把朱天鹏钉在沙发里，让他挣扎不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朱天鹏挨了6巴掌的脸已经肿起来，他没想到竟然敢有人这么打自己，他咬牙怒吼，啪！第7巴掌落下。朱天鹏身边的女孩硬着头皮颤抖着开口，她是江城朱家的继承人，朱家可是在江城4大家族里排第2的世家呢。林福福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了一声，啥都干的接单宗旨是单单必打，无论是什么，既然接了单，就必定会送到完成。啪啪啪！10巴掌完毕。朱天鹏已经完全被扇懵，两个脸颊脸上红肿一片。林福福单手拆开外卖袋，先从里边拿出一把匕首，握住匕首直接穿透西装裤刺进朱天鹏双腿中间，用力一脚，鲜红瞬间染红白色的西装裤，传出朱天鹏凄厉的惨叫。旁边的女孩吓得脸色煞白，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林福福松开匕首，又从黑色的外卖袋子里取出一份用大塑料盒装着的外卖火锅，掀开盖子后，直接对着朱天鹏的头浇上。还滚烫的火锅汤料把朱天鹏烫的又是一阵惨叫，身子在沙发上弹蹬着，整个人都在抽搐。林福福始终无波无澜，摘下手套，把手机里录下的视频完整保存，提着袋子离开会所，直到有路过的服务员看到306包厢门半掩着，里边突然一片安静，不顾朱天鹏的规矩，大着胆子看了一眼，就见包厢内的人躺了一地，每个男性的双腿中间都一片血红，最惨的当属是朱天鹏，两边脸红肿得像猪头一样，从头到脸到脖子里全都是透明的水泡，身上挂着油腻的菜汤，味道呛人的室内已经闻不出是火锅的香味，还是他被烫熟的肉香了，凄惨至极。而包厢的桌上用沾血的薯条摆着4个字：买1送4。服务员惊恐腿软，急忙找人报警叫救护车，这可是朱家继承人啊！警察和救护车来的都很快，一个保护现场调查证据，一个通知朱家争抢救人。朱天鹏几人被急促的抬上救护车，准备被送往医院。咔嚓！可救护车还没动，一道闪电又突兀劈下，直直劈向救护车的车厢，电光呲呲作响，还没上车的医生都被吓得下意识后退躲开。又几道雷劈下，火光冲天，吓得周围所有人都一脸惊恐愕然。这是真的天打雷劈啊！刚才被抬进车里的几个人是谁啊？良久，有人找回声音，但没人回答。那救护车在电闪雷鸣的大雨里被炸成碎片，连带着刚抬上去的朱天鹏几人一起熊熊燃烧。不远处，林福福把这一幕完整的录进视频里，打开啥都干软件后台，连带着刚才在包厢内拍摄的视频发送给客户李小姐。客户已被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李小姐，您点的啥都干外卖订单已经准时完美送达。李小姐，怎么会真的天打雷劈？他说的那些话纯粹是诅咒，竟然真的发生了。林福福应付着，可能上天都看不惯吧。李小姐感叹道：苍天有眼，
很快，李小姐几乎超千字的好评弹出来，并额外打赏1万元。公司不敢抽她的钱，加上5万接单费，这单一共赚了6万块。林福福收钱，关闭订单。晚上8点了，看了眼时间后，在路边找到自己的小货车，把装着工具的外卖袋子随手扔进车厢，顶着雷雨开车朝着江城西郊去。江城偏僻的西郊平时不怎么会有人来，有一座用废弃厂房改装的建筑，厂房的大门外立着一块吊色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啥都干。院子很大很平坦，其他人应该都不在。停车场只有2辆车，一辆是黑色大型货车，有着啥都干的 logo， 另外一辆是台不属于任何牌子的 SUV。看车型的外观就能看出全是超重级防弹防炸的，但这个外壳材料看起来就价值不少于2个亿呢。公司里边灯火通明，有客人啊，有钱的客人。林福福微挑了下眉，把自己的小货车停好，从车厢里拿出刚才使用过的黑色外卖泡沫袋。他来到门口，对着一个漆黑的管道，把黑色的外卖袋子连带里边的刀具手套一起丢进去，直接传送到地下的搅碎机销毁。顾少爷今天亲自前来，我当然得给面子，不过你想要我们公司的头牌员工可没那么容易，他的工作一向都是自己做主，我可以自己跟他谈，钱并不是问题，只要麻烦吴总给引荐一下就可以。刚一进门，就听见1楼休息区那边谈话，那边有3个人，其中一个身上穿着休闲的黑色外套，年龄在50岁左右，国字脸很是威严，他叫吴不应，是啥都干总部老板。他对面的沙发上坐着2个人，其中一个身上是黑色的高领针织毛衣，薄唇色淡如水，鼻梁高挺，眼型如桃花，一头蓬松的短发灰蓝如雾，衬得肤色明艳冷白，左眼角下方有一颗极小的泪痣，如同血滴凝固。他斜着靠坐在沙发里，散漫地敲着2郎腿，浑身上下由内到外地散发着贵气，满身慵懒俊美的有些邪性。刚才和吴不应说话的也是他，嗓音清冽悦耳，裹着几分3分不羁的肆意。另外一个穿着黑色西装，保镖一样的打扮，在他身后站着。说话间，察觉有人进来，全都侧过头来拿东西。林福福清冷的视线从他对面那2人身上扫过，瞬间猜到外面那车是他们的，淡淡的道：“你们不用管我。”等等，吴不应迟疑了2秒，还是喊住了他：“林福福，你来的也正好，这位是找你的。既然你正好回来，不如当面谈。”林福福看过去，视线落在那顶着一头雾蓝色蓬松短发、容貌妖异的年轻男子身上，盯着他脸上那颗红色的泪痣，有一瞬间的失神。顾云芷也看着他，女孩年轻的看着不过20岁，身形高挑，神色冷峻，身上穿着的那啥都干的廉价工作服也压不住她那清冷的酷拽气势。她五官立体，漂亮冷艳，是那种大气典雅的美。而在她的右眼下眼角，也有一颗不怎么明显的泪痣。顾云芷和林福福盯着彼此的视线，都从盯着对方眼角下的泪痣开始，逐渐的四目相对。一个坐着，有点病殃殃的；一个站着，冷酷漠然。2人气势都自成方圆，仿佛把周围一切都隔离出去，逐渐变得压迫，谁也不弱于谁。吴不应看看林福福，又看看顾云芷，小心翼翼。林福福回神，双手抄在上衣兜里走过去，坐在顾云芷对面的沙发上，身子往后仰靠，双腿抬起叠敲在面前桌子的边缘，说：“浑身上下都写着生人勿近，道上有传闻，啥都干的王牌员工林福福是个年轻女孩，工作5年无一差评，但她有3不干：不对无辜的人下手，2不替人考试作弊，3不出卖色相，是啥都干公司最厉害最牛逼的员工。可网站上却没有她的照片，久闻不如一见。”顾云芷微挑了下眉，也抬起双腿和他用如出一辙的姿势搭在桌上，笑得慵懒。听闻林小姐啥都干，林福福无视她学自己的动作，那得看你要干什么。顾云芷轻眸看着他，色淡如水的唇耸动，给我当保镖。林福福瞥他，视线落在他身后的保镖身上，他不行。顾云芷叹气，低头看着手机，手机页面是啥都干公司的 app 里林福福的主页，他是我生活上的助理，我想要的是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厉害保镖。他那双桃花眼颜色浅淡，转瞬抬眸间自带着一种蛊惑，悦耳的音色还夹杂着些少年的清冽。价钱不是问题，林小姐可以随便开。不好意思，林福福从桌上收回笔直修长的双腿，皮笑肉不笑道：“没有兴趣。”他起身离开，朝后边总部的仓库里走去。看着他的背影，顾云芷视线落在他垂在身侧的干净漂亮的手上，微眯了下眼睛。吴不应顿了顿，笑道：“林福福的工作从来都由自己做主，他不接的单谁劝也没用的，没关系。”顾云芷垂眸，笑得漫不经心。林福福取完东西出来后，顾云芷还在那坐着，看他出来才起身，拿着手机走过来：“林小姐，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方便以后联系。”顾云芷打开自己的微信加好友2维码，递到林福福面前，嘴角噙着丝浅笑：“就算不做保镖，也可以做别的吗？”林福福抬眼看他，不好意思，你的单我不接。女人明明是只要给钱啥都干的啥都干公司王牌员工，却拒绝了男人，并表示给多少钱都不干。顾云芷斜靠在门上，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真的给多少钱都不干？不干。林福福的声音如寒冬腊月的冷风穿透夜色，他头也不回地上了那辆破旧小货车，引擎声划破寂静的夜。顾平安瞥了眼吴不应，忍不住嘀咕道：“不是说你们这位王牌员工只要给钱就什么都干吗？”吴不应双手背后，目光追随着林福福消失的方向，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他是喜欢钱，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他愿意触碰和拒绝靠近的人和事。顾云芷眼神锐利如鹰，斜睨了他一眼：“吴总的意思是说他不喜欢我？我可没这样说。”吴不应意味深长的笑着，转身消失在屋内的黑暗中。顾平安压低声音，靠近顾云芷耳边：“主子，要不要派人跟踪他？”“不用。”电闪雷鸣中，雨水无情地拍打着大地，仿佛要洗刷这座城市的罪恶。林福福驾驶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驶入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老旧小区。据传，这片区域本该在推土机下化为尘土，却因房价暴跌的经济寒冬而幸存下来。
几棵参天的柳树在春夏之交肆意生长，如同守护这片被遗忘之地的哨兵。林福福选择这里，只因一个残酷的现实：便宜。一室一厅的蜗居，每月包含水电仅需800元。门口早晚有着烟火气息的小吃摊，是他唯一的慰藉。他对这一切竟然心满意足。当他的面包车停在路边那一刻，撑着雨棚的烤串摊主热情地向他招手：“下班了，今天胃口如何？”“是，照旧，我待会过来取。”他隔着雨水模糊的车窗回应，随后驶入小区那片黑暗之中。他的住所藏在最深处，仿佛刻意远离人间烟火。7层楼，14个房间的建筑，如今只有5户人家的灯火在黑暗中微弱闪烁。楼道内墙皮剥落，如同伤痕累累的皮肤，贴满了各种小广告，散发着岁月和腐朽的气息。林福福的家在4楼，对面的门上积满厚厚的灰尘，仿佛多年无人踏足。坊间传言这里闹鬼，连外卖小哥都不敢踏入这片禁地。林福福先敲响对面402的门，声音平静的可怕：“我是林福福。”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门缓缓打开一条缝隙，如同地狱之门微起，从那黑暗的缝隙中伸出一只漆黑如炭的手，像被烈火灼烧过的枯木，令人不寒而栗。林福福面不改色，从口袋掏出一个神秘的黑色小袋子，挂在那只可怖的手上。这里是10张必饮符，10颗隐灵丹，足够你维持2个月。谢谢。里面传来的声音如同砂纸在摩擦，沙哑的辨不清性别，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那枯手收回黑暗中，片刻后又伸出来，手中握着一把同样漆黑如墨的匕首。这是我最后一件宝物，赠予你，或许有朝一日能保你性命。林福福微微一顿，我尚未找到你委托找的那个人，不妨事，我已经等待了太多年，早已习惯了等待的煎熬。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难逃时间的无情侵蚀。即使必饮符能躲过屠灵师的追捕，隐灵丹也撑不了太久。我建议你回灵域寻求庇护。门内的存在沉默了许久。谢谢你的关心。那沙哑如砂石摩擦的声音再次响起。这里是我们曾经的家，我想再等等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他将匕首塞入林福福手中，力道出奇的坚定。好好收着，命运多舛之时，他会成为你最后的依靠。那漆黑如墨的手迅速缩回，门随即关闭，仿佛一切都是幻觉。林福福握紧那把不祥的匕首，掏出钥匙，打开401自己的门，步入他的避风港。这个房间常年被阴，即使白天阳光也难以穿透，夜晚更是如坠冰窟般阴冷刺骨。林福福回到卧室，小心翼翼地将匕首放入床头那个神秘的木箱中，随后从衣柜取出衣物去洗去一身疲惫。林福福换上一身纯黑色的长袖和长裤，外罩一件黑色冲锋衣，与啥都干的制服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左胸口处那个银色五芒星，五芒星下方是一只诡异的白色小幽灵。他再次打开床头的木箱，取出一串看似普通的编织手链，手链由纯黑色绳子精心编织而成，上面串着5枚古老的铜钱，铜钱之间点缀着3个小铃铛，却是无声的哑铃，无论如何晃动都不发出一丝声响。林福福将这神秘的护身符戴在纤细的手腕上，拿起伞和手机，再次踏入雨夜。小区大门外的路灯下，老板娘已经准备好了她的心头好，3串热气腾腾的烤鱿鱼须，仿佛是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温暖。2个金黄酥脆的烤鸡翅在雨夜中散发着诱人香气，一份特制的烤冷面，多加了2个滋滋作响的鸡蛋和香气四溢的培根香肠，仿佛是对抗这寒夜的最佳武器。老板娘看着他从车里走来，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今天晚上雨这么大，还要出去工作吗？林福福只是淡淡了一声，仿佛雨夜对他而言不过是生活的常态。随即坐在雨棚下的简陋餐桌前，开始享用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边吃边看手机，屏幕上多次的消息让他眉头微蹙。福福姐，林家的人已经嗅到你在江城的气息，恐怕很快就会像猎犬一样找到你。我知道，那你要回去面对吗？不去。他从小就是孤苦无依的孤儿，早已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孤独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何况他与那个高高在上的林家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牵连，只有莫名其妙的纠缠。他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轨迹，没必要为了所谓的家人2字给自己平静的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风波。行，那需要我帮你遮掩行踪，让他们找不到你吗？不用。他只把那碗热腾腾的烤冷面一扫而空，随后将剩下的鱿鱼须和烤翅小心包好，戴上帽子遮住那张让人过目难忘的脸。食物拎在手中，扫码付钱后，毫不犹豫地冲进雨幕，回到他那辆破旧却忠诚的车上，驶向灯火通明的市区。行驶途中，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打破了雨夜的宁静。林福福，A9区出现鬼灵四面，我看你定位就在附近，为何还不出手？电话那头传来咄咄逼人的质问，声音冷得能冻结血液。林福福语气平淡如水，现在是晚上9点10分，我的上班时间是10点整。电话那头传来完颜康咬牙切齿的声音，仿佛要隔着电话将他撕碎。那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作恶，不然呢？每次都是这样。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出让人气血上涌的话语，仿佛世间的生死与他无关。完颜康深呼吸，压抑怒火。你知不知道他半个多小时前劈毁了一辆满载伤员的救护车，车内5条鲜活的生命瞬间被他夺走，这可是恶灵中的恶灵。万一他逃之夭夭呢？跑就跑了呗。林福福语气轻飘飘，仿佛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不到上班时间，就算天崩地裂也与我毫无瓜葛。你这个冷血的！对面怒火中烧的咒骂还未出口，电话已被无情挂断。听着头顶电闪雷鸣的咆哮和万间那诡异不晃自响的铃铛，林福福驱车来到市中心那家名为夜幕的酒吧。今晚这里正举行一场神秘的拍卖会，人声鼎沸。林福福停好车，利落地打开车厢门，一步跨上去，将剩余的食物小心放入保温箱，随后从那堆满各种工具的车厢中取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银白长狙。试完枪后，他将外套脱下盖在狙击枪上，只穿着一件贴身的黑色休闲长袖，乌黑如瀑的长发披散下来，戴上口罩遮住那张让人过目难忘的脸，随手拎起武器，步入那个罪恶与欲望交织的酒吧。
酒吧内灯光迷乱，音乐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酒精、香水和欲望混杂的气息。2楼豪华包厢的窗边，顾云芷那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牢牢锁定着那道穿梭于嘈杂人群中的清冷身影。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优雅地端起盛满红酒的水晶杯，将冰凉的酒液送入喉中，仿佛在品尝某种禁忌的滋味，仿佛心有灵犀。林福福突然抬头，目光穿透喧嚣，与他四目相对，两人一上一下隔着混乱的人群对视，仿佛这世界瞬间静止，只剩下他们之间那股无形的张力。顾云芷那色淡如水的薄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隔空向他举杯致意。雾蓝色的发丝下，那张雪白的脸庞在灯光下显得妖异而耀眼。身上新换的黑色衬衫领口随意敞开2颗扣子，精致如玉的脖颈间，一条编织的红绳项链若隐若现，尾端系着的神秘物件隐藏在锁骨之下，令人遐想，金贵而慵懒，眼神中透着致命的蛊惑。林福福那齐整漆黑的乌发之下，一双清澈如镜的眸子微微眯起，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比作枪的形状，站在喧嚣的人群中，隔空对着他虚开一枪，那姿态明媚而嚣张。她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女孩。赵一鸣好奇地探出头，眉毛挑起，他这是在干什么？挑衅吗？顾云芷唇角微扬，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女孩，手指轻抚自己的眉心，嘴角弧度加深，在猎杀我的心。赵一鸣一脸震惊，这是在玩什么尬聊的把戏？而且确定他不是在威胁要取你性命？赵一鸣伸手去探顾云芷的额头，半开玩笑道：“小六爷，你该不是发烧烧糊涂了吧？”顾云芷不耐烦地拍开他的手，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始终锁定着下方的神秘女孩。她那张年轻俊美的脸在酒吧五彩斑斓的灯光映照下愈发妖异，眼底闪烁着令人不安的奇异光芒。砰！音乐震天的喧闹酒吧内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巨响，正在歌舞升平等待拍卖开始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心脏骤停。当人们以为只是什么贵重物品被打碎时，一道黑色的人影从2楼某个包厢的围栏上坠落，如断线风筝般砸向地面。那是一个身着高档西装的中年男人，脖颈处鲜血喷涌，像是被什么锋利的武器无情割开。从5米高的2楼摔下后，他的头颅在坚硬的地面上绽放出一朵血色的花。天啊，那是周家大少爷！有人惊恐地认出了那具残破的尸体，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杀人了！周家大少爷的喉咙被割开了，恐惧如瘟一般在人群中蔓延。原本歌舞升平的酒吧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2楼阴影处，林福福修长的手指轻点左耳中那枚几乎不可见的隐形耳麦，声音冷静的令人发寒。任务完成。在这种近距离的密闭空间里，根本无需动用那把致命的长狙，没必要为这种小角色浪费他珍贵的子弹。他低头看着手中那把沾满鲜血的匕首，动作优雅地将它进入旁边桌上的红酒杯中，血色与酒色交融。他用纸巾细心擦拭后，将匕首巧妙地别入银狙一侧的卡口，与狙击枪完美融为一体。叮！手机传来清脆的提示音，100万的佣金已经入账，死亡的代价就是这么简单。林福福依旧用那件黑色外套随意覆盖在致命武器上，手指轻松地拎起，转身准备离开这个即将陷入混乱的是非之地。林小姐！就在他即将消失在人群中时，一个包厢门口传来如冰雪般清冽的嗓音。林福福抬眼，目光如刀，顾云芷的形象与刚才判若两人。原本慵懒散漫敞开的衬衫领口已被一丝不苟地系到最上方，身上多了一件剪裁完美的黑色长风衣。那张俊美的令人窒息的脸在灯光下颜色极盛，举手投足间尽是金贵优雅，多了几分禁欲斯文的气质，却更添几分致命的吸引力。好巧啊，林小姐！审计之笑的散漫艳丽，拿出自己手机，打开了加好友的2维码，多个客户多条路，不是吗？江福淡淡瞥他一眼，气息冷冽地从他面前走过去。没加好友，一个字也没说。沈继之看着他离开的身影，视线落在他手里，他看到了，那是把狙。薛鹤义从旁边门口探出脑袋，不是说啥都干这个王牌，只要有钱，什么活都接吗？竟然拒绝你，季哥，他是不是不知道你身份啊？我倒是觉得，沈平安小声嘀咕，他可能就是知道主子身份才不接主子这单的，毕竟他主子的身份复杂，身边危险加倍的。沈继之斜睨了他一眼，沈平安望天望地装傻，算了，要不还是先走吧。薛鹤义听着外面热闹，这么大庭广众之下的都有杀手杀人，刚才我都以为是来杀你的了。出了人命，这个小型拍卖会应该不会继续了。沈继之这条命也很多人盯着，万一有人发现他，趁乱浑水摸鱼下手，就得不偿失了。我今天来是家里让我来叫你回去的。薛鹤义小声说，沈老爷子说圣衣的事不用你插手了，让你回家。回家？沈继之唇角冷勾，眼底满是讥讽戾气，回去让他们排着队杀我吗？江福离开夜幕酒吧，外面雷雨还在继续，深夜的风雨极凉。咔嚓，又有闪电落下，似乎劈在室内某大厦楼顶。江福看了一眼，把狙扔回车厢，把外套穿回到身上，从保温箱里拿了串还没凉透的鱿鱼，咬着坐进副驾驶。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刚打开就又进来一个，还是完颜浩。江福接通，电话里不是完颜浩的声音，是淡淡的女声，直接开价。江福咀嚼着食物，看了眼时间，晚上9点39分，他的夜班是10点上班，还有20分钟。他道10万，才20分钟，你要1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完颜浩无语的在手机对面斥责他。江福轻轻揉了揉戴着蓝牙耳机的耳朵，语气态度都散漫不已，你们也可以等着。江福，我转你。女人果断的声音打断男人的。不到30秒，账号到账10万。江福唇角微勾，我还是喜欢跟你说话。
给钱痛快好说话。女子声音淡然，现在可以提前上班了吧？江福，当然。他抬头看了一下外面的天，不紧不慢地驱着车，朝着城市里闪电最盛的地方去。被闪电劈过的大厦楼顶，霓虹灯牌摇摇欲坠，在夜色中的朦胧细雨里电流滋滋。江福身上工作服胸前的小幽灵在夜色里泛着微弱荧光，他拿着手电从楼顶细雨里扫过，看起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下一刻，他猛地侧身闪躲，伸手抓向虚空，一个半透明的人形身影被他从雨中凭空抓出来。你耍赖！半透明人影咬牙切齿传出声音：我帮你劈了人，你说你不抓我的？哦，那会儿不到我上班时间，我自然不抓你。江福微微一笑，现在我上班了。你……透明人影咬牙切齿：你无赖不要脸！需要我提醒你，你当时想连我一起劈吗？江福微挑了下眉，用力把他灌在地上。人影一声闷哼，被砸在地上后瞬间又消失，像是隐身，又像是融进了雨里。咔嚓，天空一道闪电直直朝着江福位置劈来。江福面色不变，脚尖轻点，飞一般从这座大厦楼顶稳稳落在相隔了10多米的隔壁大厦楼顶，手中出现一把光剑，狠狠劈向雨中。刹那间，他周身虚空雨水骤然像活了一样，在半空停滞了一瞬后，猛地全向他涌来。江福挥剑劈开，如游龙一般在雨中锋利飞舞，直直刺向虚空，剑尖被引去一截，有血从剑尖溢出，血下的身影也逐渐浮现。江福不给他反应机会，手上使劲用力贯穿他，另一只手取出灰色的小袋子对准他。他发着呜呜的不甘愤怒声音，身体扭曲的被收进巴掌大小的锁灵袋里。江福把袋口抽绳拉紧，看着不断鼓动挣扎的袋子，又从取出一张符贴在小袋子上，里边的东西很快就停止了挣扎。下了小半个晚上闪电大雨，骤然停下。江福把袋子收进口袋，也懒得再去走电梯，直接从30多层楼大厦边缘一跃而下，闪电一般稳稳落在地面路边停着的自己的面包车顶。一辆黑色卡宴停在不远处，打着双闪。在看到他下来后，开车的人下车走过来，是个身穿灰西装的年轻男人，25岁左右，戴着眼镜，有点斯文败类的感觉。他走过来，直接朝江福伸手。江福挑眉，一根手指勾着锁灵袋口的抽绳，在空中甩着玩，笑得漫不经心。20万！江福，完颜浩咬牙，我告诉你，我认你很久了，提前20分钟上班，你开口10万，现在张嘴又是20万，你当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怎么不去抢啊？江福偏头，一脸无害，我这不正在抢吗？你……完颜浩纵使早见过他的厚颜无耻，还是会被他气到，他咬牙切齿：10万！喂！江福直接越过他，看向他身后那辆卡宴，声音在刚下过雨的夜色里清透明亮。这是个可以引出暴雨，还会引雷电劈人的恶灵，要你20万不贵吧？静了片刻，副驾驶车门打开，身穿黑色收腰职业装的年轻女子下来，踩着有10公分的黑色高跟鞋走过来，浑身透着淡雅如菊的气质。江福慢悠悠道：你们若不要，我也可以自己留着，或者卖给工会里其他的人，不贵。左运目光清冷：阿浩，给他钱。完颜浩皱眉：运姐。左运，给他。完颜浩咬着，憋着气，心不甘情不愿的给钱。钱到账后，江福勾着唇，把袋子扔给他。左运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到车里。完颜浩抓着锁灵带，狠狠瞪了他一眼：运姐，他就是狮子大开口，把我们当冤大头呢。回到车里，完颜浩一边启动油门开车，一边咬牙切齿：你不能再这样惯着他，不然呢？左运表情淡然：你能打过他？我……完颜浩一噎，可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没钱了，没有钱可以再赚。左运眼底一片漆黑，但图灵工会的王牌，自那位将王赤离在100年前陨落后，现在就只有江福一个。可是你是他的负责人，我是他的负责人，不代表他就会听我的。江福这个人独断专行，是图灵工会的图灵师，遵守工会规则，却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从来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左运打断完颜浩的话，声音无比清冷：你应该庆幸，他喜欢钱，我这个负责人可能出得起他开的价，用钱雇佣他帮我们工作。图灵工会的存在是屠杀猎捕、扰乱人类世界恶灵的，自古以来存在了有600年。以前的王牌叫赤离，那是自图灵工会存在以来唯一一位将王级图灵师，如神一样的存在。可在100多年前，这位神意外陨落了。那之后，没人镇压的图灵工会内部变得凌乱，直到12年前，江福加入图灵工会。他那时候才8岁，他来历很神秘，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可他仿佛就是为图灵而生一样，别人费尽千辛万苦抓不到的恶灵，对他轻而易举。他展现出的图灵天赋，让他从一众图灵师里杀出来，如今才20岁，就碾压工会内部一众老牌图灵师，
成为图灵公会如今的王牌，战无不胜，强大的不可预估。图灵公会的人都在猜测他会成为下一个姜王，而且公会那个预言者说领主即将复生，灵域即将开启，想要进攻灵域，强大的图灵师必不可少。各大负责人如今都在拉拢江福，但他只认钱。若他最后能站在我们这边，即使20亿，花的也都值。左运看着手里灰色的锁灵带，眼眸深邃。何况这个灵种值20万，江福的实力摆在那，杀不了他，也惹不起他，那就只能供着他。所以即使他就算是真的向他们抢劫，只要他要的是钱，工会其他那些人也都会蜂拥而上，掏出钱主动让他去抢。不服也得憋着。完颜浩嘴张了张，最终郁闷的把气憋在心里。距离晚上10点还有5分钟，江福回到车里查了一下自己账户余额，27.6亿。这么多年来在啥都干和图灵公会以及做别的工作赚得积攒下来的钱总额，而这些年支出的总额，除了租房吃饭油钱和看心理医生等费用，一共支出198亿。花钱容易赚钱难，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攒够100亿买下天星岛啊？真想去抢。江福悠悠叹气，把今天赚的106万里其中50万转进一个名为鬼婴的账户，弄完刚好10点整。他开始上班，他的夜班就在 A9 区巡逻，查看有没有恶灵事件，然后猎捕恶灵。但今晚除了刚才那个，没有别的恶灵出现。这一夜很安静。清晨6点，江福下班回家又洗漱了一遍，睡觉。他在啥都干和图灵公会2个组织上班的时间向来是固定的，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啥都干是早上7点上班，但他比较特殊，在啥都干的上班时间一向自由，只要接了单做就行。这些年他一直都是这样过的。但今天周6，他休假，他要去看心理医生。睡到早上8点才起床，洗漱，穿了套休闲的灰白色运动套装。小区门外路边，刘姨已经出了早餐摊。江福要了个煎饼果子。刘姨跟他很熟，又心疼这个白昼都辛苦上班养活自己的小姑娘，平时也会多免费给她送食物。煎饼果子里除了她不吃的小料，其他都给她加了一份，加得满满的。只收了7块钱。江福笑笑，付了7块钱后，拿了个叠成3角的黄色符纸给他。我在青禅寺请来的，开过光，很灵的，防身用，邪祟不近身。青禅寺是中州一座佛寺，据说有求必应，非常灵。哎呦，刘姨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连忙推辞，这怎么好意思，你自己留着。没事，我还有。江福塞进他口袋里，拿着煎饼离开。你的名字叫什么？江福。年龄20岁。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一片金色的湖泊，湖中间有一棵金色的树，我穿着白色的裙子站在树下，很多诡异的灵，他们在跪拜我。江福从被催眠的梦里惊醒，睁开眼看到周围是熟悉的心理诊所，瘫在椅子里吐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天花板，脑袋有些放空。赵医生给他递了杯水，今天怎么样？江福目光涣散，还是那样，还是那些场景。10年前他精神出过一些问题，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奇怪的画面。医生给他断定是精神分裂，直到遇见赵医生。这么多年，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定时来找赵医生做心理催眠，但看到的场景从未变过，也没有多一点内容。他长得很好看，瓜子脸白皙，冷白的皮肤很健康，鼻梁小巧高挺，一双丹凤眼格外明亮，右眼角下方有一颗极小的泪痣，骨相极其优越，透着古典大气冷艳的美。从他清醒着的时候，外表言语谈吐和行事来看，一切都很正常，精神没有任何问题，跟普通人没任何不一样，为了活着努力工作。赵医生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盯着躺在那的江福看了一会儿，重新写下内容。姓名江福，性别女，年龄20，编号01。被监控者目前精神良好，身心健康，能够生活自理，没有任何异常，不建议对其进行深度刺激，也不建议对其进行收容。江福并没有去看他写下的内容，为自己这3个小时的心理诊疗支付50万费用后离开。江城南郊有个古镇，名字叫做平南古镇，建筑白墙黛瓦，柳树飘摇，古香古色的很是漂亮，带着一些浓重的历史痕迹。据说有几百年历史了，算是江城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偶尔还会有剧组在这里取景拍戏。古镇入口处立着一个醒目的红色提示牌，是平南古镇的介绍和一些营业守则。平南古镇是目前帝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镇，距今已有200年历史，为1级保护区。营业时间早上8点，晚上9点30分。请古镇商户游客在晚上9点30分之前悉数离开，勿多逗留。若在此迷路找不到出口，请拨打号码0001，站在原地不要走动，等待救援。
游客请不要在晚上9点30分之后的夜间私自闯入，违反轻则罚款10万，拘留3年，重则后果自负。在此出任何意外，平南古镇概不负责。薛鹤一把提示牌上的字看完，打量着这座不大不小的复古古镇，摸了摸下巴。这个提示牌怎么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或许是为了给这个古镇增添神秘，吸引游客吧。沈平安看着手里追踪器里的红点，主子，朱雀的信号留在这里闪了几下，现在已经消失了，完全追踪不到了。沈继之瓷白的腕搭在窗户上，修长手指间夹着根没点的烟，视线一直望着不远处，跟没听见他们的话一样，没有吭声。在看什么？薛鹤一好奇地顺着他视线看过去，不由一愣。平南古镇里有很多商店，还有美食街和地摊，算命的也有不少。就在入口往里20米处有一家修车店，修车店门外旁边巷口停着辆最小型的货车，底色应该是白色的车厢外壁用彩笔画满了涂鸦，像是符篆又像是什么动物，有点乱七八糟的。从车厢底座处往外延伸出了一个平台，台上摆放着一些东西，车旁挂着一块布幌子，上面写着风水算命、手机贴膜、仙丹神药、手串符篆，应有尽有，请来光顾。摊旁空地摆着一个蓝色遮阳棚，棚下放着把藤编的折叠躺椅，穿着灰色运动装的女孩半躺在里边，吃着一份炸年糕，清冷悠闲。沈平安有些惊讶，这不是啥都干那个江福吗？薛鹤一挑眉，就是他，长得怪漂亮的。沈平安点头，不过他这是在摆摊。沈继之半眯了下眼睛，走过去看看。主子，沈平安欲言又止，这天下吧，没有那么巧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算真偶遇，也会被人当作是痴汉跟踪狂的。中州太子爷被人当痴汉，薛鹤一摸着下巴，笑出了声，肯定很有意思。沈继之冷睨了他一眼，视线落在小摊旁的修车店。江小姐，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江福把吃了一半的年糕放下，刚拿了个草帽盖在脸上准备睡会儿，就听有点熟悉的声音响起。江福伸出一根手指，把脸上盖着的草帽往上戳了戳，虚虚的露出眼睛看了一眼。沈继之今天穿了件白色衬衫，蓬松的雾蓝色短发映衬下，肤色更白，颜色潋滟惑人，袖口微微上卷，骨节修长的手指间轻捻着一支烟。后边跟着俩人，一个是那个保镖，另一个黑色短发，黑色休闲外套，容貌也算帅气，但跟沈继之相比不值一提。这种地方，江福拿掉脸上盖着的帽子，眼底冰冷，似笑非笑，真是巧吗？看吧，虽然还真的是巧合，但他就说江福不会信的。沈平安嘀咕，薛鹤一之前在啥都干公司软件上看过江福资料，听过他的传奇，但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活生生的真人，满目惊艳。整齐的刘海显得他有些稚气，却又透着冷峻，清纯又不失张扬明艳，漂亮的惊心动魄。第一个让薛鹤一觉得漂亮的不像凡人色的人是沈继之，现在有了第二个。江小姐就算讨厌我，也不用这么说吧。沈继之笑笑叹气，指了指隔壁修车店门口自己的车，我们刚好路过此处，车坏了。对啊，坏了。沈平安及时接了一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坏了。薛鹤一，对啊对啊。江福瞥了一眼那辆车，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没说话。卧槽，好帅啊，那个女孩也好漂亮。有来这里逛街路过的年轻男女，看到路边摊前的几人，不由得发出震惊的惊艳声。有一个背着背包的男人欣喜激动地走上前，这位帅哥你好，我是个星探，你们有兴趣出道做明星吗？就你们这2张脸，什么都不做，都能够成为顶流啊。没兴趣。沈继之漫不经心地掸了下刚点燃的烟灰，雾蓝短发在太阳光下透着迷离。滚！他让你滚呢，没听见吗？他实在是太帅了，那一头雾蓝色头发和宽肩窄腰的心长身段，比男模还要男模，比爱豆还爱豆，娱乐圈所有男明星都帅。星探还想再说什么，江福慢悠悠开了口。星探看他一眼，轻哼道：福姐，你自己不来，你也不能阻止我找别的人吧。他年纪比江福大，却喊着江福的名字和姐，语气熟络。江福漫不经心，我这是在救你的命。江福的话还是得听的。星探看了眼气息出尘，彰显着不好惹，一看就知道不像是普通人的沈继之，又张了张嘴，悻悻不舍地转身离开了。路边还有人看他们，有几个年轻男女似乎第一次来，踱步走到江福的小摊前，手摸着摊上的东西假装挑选，视线却一直在沈继之和江福身上。江福看他们一眼，懒洋洋地指了一下招牌上下方的一排小字，不买禁止乱摸。我们买。一个女孩挑了一个蓝色水晶手串，摊上什么都卖，手机贴膜，各种水晶手串佛珠，一些符纸，还有一些葫芦状的小药瓶，都是明码标价。药瓶和符纸那边就没有低于1000块的，最便宜的也就是手机贴膜50块一张。
水晶手串有100以下的。他买的这个78，挺漂亮的，手感很好，比一般这个价的要好。摊上摆着收款2维码，可以直接扫码付钱。福姐，一个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过来，在摊前停下，态度和语气都极其的好。我要2张转运符。江福下巴往摊上抬了抬，男人自己在摊上拿了2张，付了2万块，干脆利落。福姐，今天出摊了。有开车路过的女子看到他后，降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江福懒懒点头，这里的人跟他好像都很熟，不管年纪大小，看到他后都会打招呼，客气的喊一声福姐。薛鹤一小声咕哝，他在这里还挺厉害。沈继之半眯了下眸子，几位？江福抬眼看他们，没事的话就让，不要在这里挡我生意，堵我财运。我买东西。沈继之掐了烟，也没扭头去看，弹指把手里半截烟头稳住的弹进身后5米外的垃圾桶，走到他摊前站定，在摊上奇奇怪怪什么都有的卖品上扫了一圈。沈继之看着江福，麻烦江小姐给我算个命。他们这位小六爷什么时候竟然信算命了？江福淡淡道，先扫码付钱，算一次1万。沈继之拿出手机扫码支付，趣味地看着他。江福慢吞吞道，你1个月内有血光之灾，就这样算的？沈继之顿了下，叹气，江小姐算的还真准，经常有人要杀我，所以我才在听闻了你的厉害名声后，远道而来请你做保镖。江福则笑，我给你做保镖，你会死得更快。几位？这时隔壁修车店的王丽过来喊了他们一声，这么快就修好了？薛鹤一有些意外，那车可是他们小六爷亲自下手弄坏的，他以为少说得修1个小时呢，没想到这种小地方的修车工还挺厉害，修这么快。还没有。王丽脸上表情有些为难，我技术不太好，可能得叫我们老大来，反正他小六爷是想拖时间，没修好那更好。薛鹤一笑道，那你就去叫，不用急，慢慢来，我们不赶时间。沈继之笑看着江福，看来要多打扰江小姐一会了。江福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其实也要不了多久的。王丽顿了顿，扭头看向江福，福姐，他们的车内部结构太过精密，我不敢随便乱动，要不你来吧。你等等。薛鹤一拦住王丽，你不会要说他就是你刚才嘴里的老大吧？他指着江福，一脸不可置信。王丽点头，是啊。沈继之也怔了下，随即一声轻笑，眼底趣味更深，江小姐不愧是啥都干的王牌。呵呵。江福皮笑肉不笑的起身，从王丽手里接过扳手，走向修车店，帮我看摊。沈继之眉梢微动了下，唇角微微勾起，好，不好意思啊。王丽小心翼翼开口，脚下往摊边挪了挪，我们福姐说的是我，不是你。背对着他们的江福又不明意味的低笑了一声。噗！薛鹤一刚笑出声，又急忙忍住。沈平安望天望地，望了一圈，朝不远处走去。修车店并不大，但除了修车之外，还提供加油和充电桩。平时也就只有来这座古镇自驾游和路过的人会来这里加油修车，生意不冷不淡。江福先围着车转了一圈，又打开门看了看里边，跟他昨天判断的一样，这辆车从里到外，底盘、外壳、引擎连带着玻璃和车内音响、空调等，每一个零件全都是特别定制的，防水、防弹、防火、防爆炸，水陆两用。内部空间极大，有隐藏武器暗格等设备，还装着一个鱼缸，里边养着几条冰蓝孔雀鱼。外表是普通 SUV 汽车，实际攻防一体，其能力比战斗机都坦克，还能当微型海洋馆，造价最低也得10个亿。的确坏了，但只是液压制冷器坏了，问题很小，明显是人为。王丽不敢随便动，也是看出了这辆车的不一般。这几个人气势也不俗，他怕自己弄坏，到时候不但没有修好，还得赔钱。这对江福来说轻而易举，他又刚好在，就找他了。为了接近他制造偶遇，真是难为这位太子爷了。江福轻则2个袖子卷起，露出精瘦结实的小臂，钻进车里给他把液压器给接好。工作的时候认真无比，由内而外散发着魅力，又美又飒，像这春天颜色最盛的花。这样漂亮又厉害的人，肯定有很多人喜欢。薛鹤一双手捧心，我都感觉我要恋爱了，啥都干，真是太暴殄天物了。沈继之斜睨他，轮得到你吗？开个玩笑都不行啊。薛鹤一撇嘴，轮到我，我也不要。他有喜欢的人，别人再漂亮再厉害，他也不会变心的。好了，不到10分钟，江福就修好了。这么快啊？薛鹤一不太信，上车试了试，还真好了，牛啊这个妹妹。江福把扳手扔回给王丽，看向沈继之几人，1万，这么贵？他老大不会在狮子大开口吧？王丽偷偷瞄了眼江福，不敢露出任何破绽。不过想想，出手修车的毕竟是他老大，这个价的确值。薛鹤一却一愣，这么便宜？
他以前随便修改个车，换个零件都几十上百万的。他明白了，这是一群对钱没有概念的富家公子哥。沈继之语气漫不经心，加个好友转你。江福看他一眼，直接扫修车店的收款码。沈继之拿出的手机又收回，面无表情的轻踢了脚薛鹤一，付钱。又不是他的车，他就不该来。中州那群该死的，偏让他来叫沈继之回去。薛鹤一付完钱后，沈继之还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江福洗了手，坐回躺椅上，吃着那份凉透的年糕，看着他们。沈少爷这是还有事？沈少爷怔了下，视线落在那什么都卖的摊上，拿出自己的手机，我想贴个膜。你那手机还用贴？薛鹤一的话语下意识脱口而出，却在视线落在沈继之手机上时戛然而止。他们的手机也都是特别定制的，尤其沈继之的那手机膜，哪怕子弹都打不碎。可此时上面却出现了一道道细密裂纹。生意肯定要做。江福放下依旧没有吃完的年糕，接过他手机，挑了张复合的钢化膜，开始工作。脑袋低垂间，乌黑柔顺的长发笔直耷拉着，露出的侧脸绝色，那一颗泪痣泛着荧光。手指细长漂亮，腕骨分明，指甲修剪整齐，撕膜贴膜的动作无比熟练。沈继之视线落在他的手上，狭长眼睛里一片深邃。贴好了。不到3分钟，江福递给他，把摊上收款二维码拿出来，扫码付款。沈继之指腹摩挲着这张质量可以说差的钢化膜，漫不经心，我想再买几张符纸。江福瞥他，随便挑。买完符纸，他又开始要手机壳；买完手机壳，又开始买仙丹神药；买完仙丹神药，又开始挑手串。他挑了串暗红色的串珠，挽成3道堆叠戴在腕间，衬得他那本就不健康的肤色更加雪白，透着野力。然后他又开始看别的。他们这位来自中州古老财阀世家之首沈家的太子爷，这一辈子的招数怕是都用在这里了吧？就为了加个微信？他这一趟真是开了眼了。看着沈继之不达目的不罢休，还委婉的模样，薛鹤一受不了了。江小姐，薛鹤一直接问，到底怎样才能加你的微信？我们以后有活好找你。沈继之看着江福，30万，那你不早说？薛鹤一嘴角轻扯，要是早说，他们这位小六爷至于那么为难？江福笑得漫不经心，你们又没早问。他若是再不同意，沈继之怕是一直就没完没了。不如赚一笔。30万到账后，江福终于扫了他的好友码，微信名字就是江福，头像是片空白，没有个性签名。很简单，沈继之还是给他备注了一下，用他的名字。还是麻烦江小姐考虑一下我之前提议做我保镖的事情。沈继之音调清冽悦耳，只要江小姐答应，价钱不是问题。考虑一下。江福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沈继之心情似乎愉悦不少，你的摊我全包了。薛鹤一和刚回来的沈平安扭头看着沈继之，这些什么丹药符纸手机膜的，他们要这么多干什么？江福舔了下牙尖，笑，好啊，打包1000万。沈继之，好，真的是开了眼啊。离开的路上，薛鹤一悠悠道，我们来这里好像是来找朱雀的吧？买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算怎么回事？给江福冲业绩？沈继之看着手机里江福微信，眼前划过他那张冷酷的脸，找不到朱雀就找青龙。幽冥殿在最古老的4大玄门组织里排第2，有4位首领，以4大神兽为代号，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朱雀最为神秘厉害，据说能够打开灵域之门，但朱雀向来行踪不定，没人能够找得到他。今天却在这座古镇露了个头，出现了一下，但无法确定是谁和详细位置，那就找别的好找的。其他3个只要找到一个，朱雀自会出现。我有个猜测。薛鹤一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迟疑道，朱雀会不会就是江福？江福在啥都干上的简介写着什么都干，而且他这个人好像也真的什么都干。算命卖仙丹，虽然那些仙丹不知道有什么用，算命的样子也像个神棍不靠谱，可他会修车、送外卖，干那么多的事情，还在这里摆摊卖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朱雀显示在这里出现过，他也刚好在这里。沈继之指尖一顿，刚才你们修车的时候，我去周围打听过了。开车的沈平安开口，这个江福在平安古镇摆摊3-4年了，一直都卖算命贴膜这些东西，偶尔的还会修一修车，平均周6来的最多。平南古镇里很多老人商户都认识他。以前有人看他年纪小，看他长得漂亮，想欺负他，他直接就拿着砖给人脑袋开了瓢，还帮助过这里不少人。所以他虽然年轻，但大家都客气的叫他一声福姐。沈平安是找了个卖吃食的大姐打听来的，就刚才那个星探，之前也想忽悠江福进娱乐圈，江福拒绝了，还救过那个星探的命，所以在这儿久了熟悉了，
那个星探也叫他一声福姐，江福的话他才那么听。总而言之，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却人人都对他畏惧客气，路子狠也很厉害。沈平安道：他是朱雀的概率并不是不可能，只是这个概率应该很小很小。毕竟朱雀身为幽冥殿首领之一，玄门大佬，稍微动一下手指头就有花不完的钱，成为各大势力的座上宾，怎么会干这种苦力？什么乱七八糟的活都见，不符合身份。副驾驶慵懒坐着的沈继之没有说话，垂眸看着手机里江福的微信主页，不知道在想什么。福姐，王丽看着他们离开，凑到江福身边小声问：刚才那几个什么人啊？有钱人。江福看着自己摆出来的被沈继之包圆后空下来的摊，打开小车厢爬上去，从里边搬出一个箱子，很快就又摆满了。修车店没人这会儿，王丽帮着他一起摆。是。一辆炫酷的蓝色法拉利跑车从古镇入口驶入进来，音浪轰鸣，停在修车店门前空地。王丽小声嘀咕：今天怎么来的都是豪车，这个不是修车的。江福看都没一眼，认真的往小平台上摆着各种手串手机膜。仙丹符纸没再摆，那些东西可不是批发来的。法拉利的顶棚先打开，露出里边坐着的人，是个看起来20出头的青年，身上是定制的黑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成熟稳重。车门向上打开，他迈着修长的腿走过来。江福，他试探地对着江福身影喊了一句。江福侧头：我是江玉涵。江玉涵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从身上掏出一张白色的名片。江福伸出2根手指夹过名片，上边很简单的写着江玉涵的名字和他的联系方式，以及职业：国仪律师，帝国最年轻最优秀的律师，20岁开始接手官司，迄今为止5年没有一桩败诉，律师界的少年传奇。江福看着他：我跟你们这个江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也不会跟你回去江家的。女孩眼眸冰冷，周身煞气凝聚成无形的4个字：别惹老子。看来你已经知道了，你妈妈是我的姑姑，虽然她已经跟家里断绝关系，离家出走了很多年，最后客死他乡，可她依旧是江家的人，你也算是我们江家的血脉。江玉涵并不在意他的态度，镜片下的视线从他这个啥都卖的摊上扫过，表情沉重。对于姑姑的死我很抱歉，我们找了很久才知道姑姑还有个女儿活着，让你独自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江家也很抱歉。不用抱歉。江福垂眸：我跟你们江家没关系。江玉涵顿了顿：我来只是告诉你这件事，你在这个世界还有亲人，并不是想要强迫带你回去，是否回去你自己选择决定。他们也都猜到了会是这样，所以来的才会是他，不然他爸妈和奶奶都会来亲自接他回家。根据帝国律法，身为你的亲人，江家有抚养你长大的责任，以前是不知道有你的存在，现在。江玉涵又从身上掏出一张黑卡，放在小摊台上，这个当我这个哥哥给你的见面礼。这是一张不限额的黑卡，世界级的 VIP 待遇，不是补偿，而是见面礼。江玉涵并没多留，说完这些就转身上车走了。王丽看着法拉利的车尾，又看着那张黑卡，再看看江福：福姐，你还有家人啊？没有，我是个孤儿。江福神色清冷，没有丝毫情绪波动，拿起那张黑卡，随手扔进车厢一个小箱子里，坐进摇椅里继续吃那份年糕，随意慵懒，气场却自成方圆，冷漠疏离。王丽不敢再问，蹲在一边拿出手机刷视频。卧槽！但刚打开手机就一声惊呼。江福微蹙眉：怎么了？福姐，你快看网上。王丽一脸震惊：那个袁鹏死了，还是被雷劈死的？江福微怔：昨天早上7点半，江城4大家族排行第2的袁家继承人袁鹏，在江城金祥会所遭遇非人折磨，被割掉了生殖器，终于等到救护车来，却从天而降几道雷电，把车劈炸。刚被抬上救护车的，包括袁鹏在内5个江城世家子弟，全部被炸死烧成了灰，而随行医生和路人却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的。王丽目瞪口呆，这可是真的打雷劈啊！不过袁鹏这个人在江城的风评并不好，一个有钱的富二代，身边女人几天一换，几乎不重样，最喜欢欺骗无辜女生感情，骗到手后就把人甩了，不把普通人当人。可他有钱有势，没人敢惹。现在死得这么凄惨，网上议论纷纷的，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他的行径来收他了。死得活该，死得好！我靠！王丽又一声惊呼。他看着那一排爆红热搜，本以为都是说袁鹏的，仔细一看，还带着几条周家大少爷周仁的。周家大少爷周仁昨天晚上9点后在夜幕酒吧被人刺杀，一刀封喉又坠楼。王丽越看越心惊，这江城是怎么了？周仁的这个周家是江城4大家族之首，他是周家的继承人。这位大少爷平时跟袁鹏也是混在一起那一挂，吃喝嫖赌占全。难道？王丽摸着下巴，真是天谴。这2位富家少爷的死，网上很多人都是高兴的，觉得老天终于睁眼收了这2位人渣。
此时的网上已经爆了，尤其是江城新闻。可周家跟袁家却是震怒，一定要抓到凶手，因为周人是被人杀的。而昨晚跟袁鹏混迹在一起的一个女孩说，袁鹏也是被人杀的。一个晚上，周袁两家的继承人全都死了，尤其袁家继承人袁鹏死的那叫一个凄惨，天打雷劈啊，啥都不剩。袁家去调查金祥会所，可会所里所有监控都无异常，昨晚也没有人去过他们包厢，一切都无比诡异。只有那包厢桌上的买一送4张显着，这一定是人为。江福打开手机，随意看了一眼网上的内容，打开啥都干软件。周硕，福姐，老头子被气进医院了，不过最好气死，这样我就能趁乱接手周家。不过现在我还在病床前装孝顺大儿子。这位是周家二少爷，平时和江福认识。周人那位大少爷是他爸在外面的私生子，一个私生子却比他年纪还要大，前几年突然被他爸领回家，不但直接空降成为了周家大少爷，让周硕这个真正大少爷变成了二少爷。周硕心里怎会服气？尤其这个周人进了周家，成为周家大少爷后，就跟暴发户一样，仗着周父偏爱他，各种吃喝嫖赌，还总是欺负羞辱他。周硕早就想弄死他了，直到现在周父竟然让周人做周家的继承人，凭什么？周硕终于忍无可忍，雇佣了江福。周硕，福姐，下次有活的话我还找你。江福，钱到位就行。周硕，不过福姐，袁鹏不会也是你干的吧？江福，是啊。周硕，真天打雷劈，福姐，你是真牛逼啊。没什么牛逼的，不过是他只要接了的单就必会完成而已，心情好的时候还会附赠，不然哪来的全部好评？江福退出聊天框，打开软件里的接单页面，下单的人99家，身为啥都干的王牌，每天都有无数人下单，干什么都有，不可能所有都接，否则就算累死也干不完。江福一向挑感兴趣，有意思，替天行道的接。他指尖划着屏幕，不紧不慢地浏览着内容，视线停留在一个较值的用户名上，点进去。值，啥都干的王牌，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值，我想雇佣阁下帮我找一个人，价格不是问题，100亿我也出得起。是10分钟前发来的消息，好好的语气态度。江福，什么人？对方应该在线，或者设置了什么消息提醒。秒回。值，古老玄门4大势力之一幽冥殿的第3首领朱雀。江福同人微咪。值，我观阁下个人简介里写着什么都能做，这个应该也能，并且不在话下吧？还是说阁下简介里写的那些只是夸大其词？先戴高帽再激将法。呵呵。江福唇角冷勾，定金1亿，时间不定。值，成交。定金和雇佣费都是走啥都干的软件平台支付，钱会暂时存在后台，待接单者完成任务后，经过审核才能提现成功。若失败未完成任务，定金付款会自动退回雇主账户，这是对雇主的一种保障。福姐，一个骑着电动车、戴着头盔、打扮飒爽的中年女人停在摊前，从电动车篓里拿了2个雪糕，递给江福一个，从修车店那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江福旁边，小声说：“今天有人在镇里打听你的来历身份。”哈密瓜味的雪糕。江福撕开袋子，咬了一口，我知道，除了审计之没旁人。秦平点头，大家本来也没几个知道你真实身份，对你又都有感激，就只是说了一些你的好人好事，别的什么都没多说。他们只知道这个女孩虽然性格古怪，脾气不好，但很厉害，人也很好，经常帮他们抵制捣乱的人，保护他们在这里的绝对安全。这里客流量很大，收入不少，租金也低，这里没有城管，也没有任何敢收保护费的，还不用交税。对有一点小手艺，想要赚点钱养家的人来说，这座古镇是一个绝对的好地方。却是除了这座古镇内的小部分原住民之外，包括古镇里的商户在内，任谁也猜不到，这个在古镇入口摆摊了3-4年的年轻女孩，就是这座历史古镇背后真正的拥有者，这个古镇的主人。江福嗯了一声。还有2件事，秦平有些小心翼翼地道：明天是4月27号，是收下个月租金的日子，老王和孙阿婆家里出了些事，有些困难，想要延长一下交租金的时间。江福打了个哈欠，可以。秦平也猜到他会同意，可还是松了口气，他们都不容易，我替他们谢谢福姐。他年纪比江福大了10多岁，却喊着江福福姐，可他们谁都没有觉得异常，觉得有问题。那就先这样，明天我把租金打进你账户。秦平笑着起身，我不打扰你了。他戴好头盔，骑着电动车往古镇里边去。江福吃完雪糕，看了眼天上下午3点钟的太阳，又躺回椅子里，草帽盖在脸上睡觉。能摊上直接售卖的物品，不管是丹药还是符纸，都是普通品级，全部是明码标价，不讲价。有看上想要买的，直接挑了扫码付款就行。周围有摄像头，王丽也会帮他盯着摊，没人敢偷。
轰隆！江福睡眠很浅，是被一声巨响吵醒的，如同地震，耳边传来嘈杂惊恐。你们要干什么？滚开！江福睁开眼，古镇入口是用石头垒建起来，像是城墙一样的拱墙门，电动闸门只会在晚上9点30分以后关闭，以此禁止有人夜晚闯入。营业时间里，正常进出古镇并不需要买票。而此时，那个石墙拱门被推倒在地上，尘土漫天。外面停着一辆破拆机和2辆挖掘机，还有5辆都是牌子的黑色轿车。站在旁边的一群人，有10几个都穿着黑色西装，保镖打扮。最前面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俊朗青年，翘着2郎腿在喝咖啡。古镇入口的保安被那群保镖给堵着嘴巴摁着。你们要干什么？住手！距离入口最近的一群商户被惊动后，全都跑过去，站在入口废墟前，挡住那辆破拆机。每个人脸色都极其难看。福姐，王丽跑过来，是袁家二少爷。袁家二少爷袁胜是袁鹏的亲生弟弟。平南古镇存在200多年，以前也被当作古建筑重点保护，后来也历经过修复。帝国一直想要把它收走充公，可它背后的主人一直不卖，只跟帝国政府做了一些交易，可供历史家在此考古并保存历史遗留。但无论在这里做什么，都必须遵守入口规则。这个古镇并不是很繁华，唯一的优点就是复古，充满古朴历史感，以此引来游客。这个古镇位置极好，风水也非常的好。江城4大家族一直都在找古镇背后拥有者，想要从其手中收购古镇，可拥有者一直不同意。之前袁鹏和周人都3番2次的来这里找事情，想要乱搞点事，强行收购平南古镇，都被古镇的商户和原住民一起团结抵抗，又有江福在幕后出手教训了几次，江城政府也出过几次面，他们才收敛。没想到袁胜今天竟然直接带着车来把入口大门给推了，让任何人都没有防备。他怎么敢的？秦平看着那一堆被推到入口和外面等待命令的挖掘机和破拆机，目光阴沉。袁少二爷这是想干什么？不干什么。袁胜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手中杯子里咖啡，漫不经心。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哥昨晚被人杀了吧？我不开心。秦平皱眉，袁大少爷的死又不是我们干的，他又没死在平南古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啊。袁胜叹气，可是我不开心啊。神经病啊！秦平咬牙，袁少爷，平南古镇虽然是属于私人的，可也和政府有契约合同，古镇的建筑都是文化遗产，不得有人故意损害。阿姨，你是江城人吗？袁胜抬眼看他，没人告诉你在江城袁家就是官吗？江城对这位袁家二少爷的评价一直也很不好，但他的不好和袁鹏不同。袁鹏是吃喝嫖赌全都沾，而袁胜心狠手辣，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在道上放极高的高利贷，5万块本金，1个月能滚到50万，逼得对方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可他身居高位，世家少爷，没人能把他怎么样。秦平抿唇，侧头看向身后不远处的江福。江福在收摊，古镇的游客们不明所以，都站在周围看热闹，还有人拿出了手机在拍摄。古镇被惊动跑出来的商户们都站在秦平身边，看着袁胜。平南古镇是江城保护最完整的古文化遗产，就算你无视政府，想要推拆这里，那就先从我们身上撵过去。他们很多人在这古镇里做生意很多年了，全都是小吃手工之类的，这里跟家差不多了。我这个人最不受激了。袁胜笑了一声，手指微抬，那辆破拆机立马往前逼了逼。今天你们平南古镇只有2个结果：一，让这个古镇能当家做主的人拿着契书出来，把它卖给我；第二就是我把这里强拆了。还可以有个第3条。江福拿着手机，踩着石头从人群里走出来，灰色套装休闲慵懒，黑髻顺直的刘海长发，下巴掌大的脸上五官清艳，看着袁胜的一双眸子平波无澜，音色清亮。你们袁家消失，平静却狂妄。我当时谁呢敢这么狂？原来是我们福姐啊！袁胜把手中杯子递给旁边的保镖，撩起眼皮子看了他一眼，从椅子上起身，踩着白色皮鞋走过来。福姐名号我也知道，啥都干嘛对吧？今天不如这样吧，我雇佣福姐帮我收购了这古镇怎么样？啥都干公司并不是什么隐藏的公司，但软件上对于公司的业务介绍只有找猫找狗、收代写作业、跑腿送外卖代驾等，而杀人放火这些有特殊的渠道入口。江福在上边挂的是实名，还是啥都干王牌员工，很多在啥都干雇佣过人的几乎都知道他。袁胜以前也雇佣过他，让他帮他收购平南古镇，在这里搞些闹鬼事件，但他拒绝了。江福淡淡看着他，我以前不会接你的单，现在就会吗？袁胜一声叹，今夕非同往日啊，福姐，你应该也知道我哥死了吧？天打雷劈，尸骨无存，多惨啊！我实在是太悲伤难过了，就想找人陪陪我，跟我一样悲伤难过。变态！秦平拽住江福衣袖，低声问：怎么办？福姐，
袁胜又喊江福，眉梢眼尾都带着轻浮。我知道你经常在这里摆摊，对这里有感情，但今天你拦不住我，不如收了你的摊跟我回去，做袁家的少夫人，以后也就不用再受这种苦了，怎么样？江福面无表情，让秦平带着其他人往后退。福姐一个人不会有事吧？不会的，福姐那么厉害，放心吧。商户们有些担心，但秦平是知道江福厉害的，何况江福还是平南古镇真正的主人，他既然开口，就一定能够做到并无事的。福姐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儿，在这里摆地摊，做那些不入流的工作，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袁胜走到近前，伸手勾起江福一缕发丝，不如给我一次机会怎么样？他2年前第一次见江福，就对江福见色起意，一直没用强的，是因忌惮江福背后的啥都干。毕竟啥都干公司总部驻扎在江城，什么都干也是一种暴利，很多人想要取而代之。4大家族以及很多势力甚至做过模仿的公司，结果全都以莫名其妙的诡异方式倒闭，唯有啥都干始终屹立不倒。就有传啥都干公司背后有个厉害大佬。我跟我哥不同，我很专一并且怜香惜玉的，福姐这样的美人儿，我一向最为疼惜。袁胜笑得散漫，但我今天很不开心，既然福姐要为这平南古镇出头，又来勾动我的心，让我忍不住想把你绑回家，今晚洞房，明天拜堂，给袁家冲冲喜，驱驱我哥那个死人带来的晦气。他的手指试图往江福脸上摸，想捏挑他的下巴。呵呵，江福隔着袁胜的西装衣袖抓住他的手腕，笑得散漫。你知道你哥怎么死的吗？他往前一步，微点脚，俯身在袁胜耳边，音调不大，吐气清冷，是我杀的。袁胜一怔，同人缩了下，随即又不在意的笑了笑。我就该猜到，那么狠辣残忍又神秘的杀人案件，该是啥都干做的。而啥都干里，只有福姐这个王牌能做，敢做。跟袁鹏那个哥哥相比，袁胜才是个疯子。可惜他喜欢的就是疯子，所以我还敢杀你。江福微微勾了下唇，捏着他腕间的手用力向上一折，咔嚓一声，腕骨碎裂。江福抬腿，一脚把袁胜给踹飞出去10米。啊！袁胜一声惨叫，甚至蜷缩在地上，疼得不知道该捂手还是去捂腹部。少爷！后边一群保镖瞬间分成了2批，一批去扶袁胜，一批朝着江福冲过去。江福眸色清淡，毫无波澜，朝身后伸了下手。不远处站着的王丽顿了下后，连忙跑过来，把手里拿着的修车用的撬棒双手放在江福手里。江福握着撬棒把手，看着冲过来的几个保镖，猛地挥手横砸出去，速度势不可挡。眨眼间7、8个保镖都抱着头破血流的脑袋躺在地上。江福衣服不乱，不染尘埃，袖子微微上提，露出来的一截腕骨清晰，青筋脉络都清晰的微微凸起。葱白的修长手指握着那根撬棒，踩着地上保镖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向袁胜。气息平静，却由内而外的透着阴冷煞气。爬起来的袁胜身子往后缩，脸色疼得苍白。江福，你若敢杀我，就算啥都干公司背后有靠山，也没人能保得住你。保我！江福一声低笑，披散着的乌黑长发垂在脸颊两侧，衬得肤色雪白阴冷，薄唇耸动。我需要别人来保吗？无声的狂。袁胜咬牙踹了一脚自己身边的保镖，上啊！几个保镖迟疑，有些不敢，可他们的老板是袁胜，你看我，我看你，一咬牙冲出去。江福偏了下脑袋，单薄身影飒爽地迎上他们，手中打出的每一棍都干脆利索，每一棍都落在保镖脑袋上，狠得令人战栗。卧槽！远处薛鹤一躲在花池后边，透过花池里的草木缝隙，看着这边一幕，隔空都感觉疼得无意识打哆嗦，捂住自己的脑袋。沈继之眸色漆黑，眼底的趣味更加深邃。沈平安看着手里追踪器，朱雀刚才又出现了一下，但江福在打人，应该不是他。就因为离开没多久，朱雀的踪迹又闪烁起来，还在平南古镇，他们才又折了回来。没想到就看到这一幕，这会儿谁还管你朱雀啊？薛鹤一小声咕哝。他们小六爷的眼睛在那个江福身上眨都没眨一下，别说朱雀闪了一下，就算朱雀此时站在他眼前，他估计也会嫌对方碍眼，让对方滚。福姐，20个保镖都没有一个能拦住江福的。看着他还在朝自己一步步走来，手中撬棍上还有血在滴，袁胜刚才那点轻狂全不见了。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要平南古镇这块地而已，我可以给你们足够的钱。刚才在地上滚了一圈，袁胜身上白皙装染的都是尘土，腹部被踹得疼到腰都直不起，一手捂住另一只手被撇断了的手腕。他脸色惨白往后退，你知道的，我只是喜欢你，看到你我就控制不住想要调戏几句，我错了。你怎么会错呢？江福笑盈盈地打断他，手中沾了血的撬棍挑起袁胜的下巴，用仅能2人听见的嗓音漫不经心地道：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整个平南古镇背后的最大老板地契拥有者是我。袁胜一愣，身子僵住，
震惊又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江福是8年前出现在江城的，在平南古镇摆摊不到4年，他的资料来历也就再啥都干，住在那房租1000块钱不到的破败小区里，再啥都干的名号很厉害。他怎么可能会是平南古镇背后的最大拥有者？福姐，袁胜藏起眼底的阴狠，扯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知道你在这个古镇摆摊久了，对这里有感情，但这种玩笑话未免还是太狂了吧。江福微笑，又给了他一脚，在他再次摔倒在地上后，走过去，单脚踩在他的身上，1小时内把这入口大门原样修好。袁胜被他踩得胸口一沉，嘴角溢出口血。如果他真的是古镇拥有者，那他经常在这里摆摊，还帮这里的商户解决社会人士骚扰收保护费那些事情，也就说得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这一顿打，知道了平南古镇的拥有者是谁，以后就可以专门针对他而下手，那也值了。袁胜躺在地上，仰看着江福，完好的手背狠狠擦了下嘴角的血。我让人修。江福抬起踩着他的脚，视线望向左侧不远处，虽然有建筑花草遮挡，可还是能看见 SUV 的顶。江福啧了一声，喊王丽，把我椅子搬过来。王丽连忙跑回车边，把折叠躺椅搬过来，在古镇入口外的安全空地，即使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的，他也把遮阳伞给撑上了。1小时内建不好，我拆了你们袁家。江福踢了他一脚，走过去坐在椅子里。真厉害啊，不愧是福姐。可是那个袁家可是江城4大家族之一，袁胜人又那么阴狠，以后会不会报复福姐啊？拥挤站在古镇入口里边的商户们对这情况震惊，可是又担心江福以后会被报复。放心吧，没事的。秦平低声安抚着他们。你们都先回去看着自己的摊店吧。他又看向周围的游客，诸位如果有拍了照、录了视频的，还请全部都删掉清除，还有那几个偷偷直播的，如果传出去，我们将会依法处理。袁家打不过这位小姐，还打不过你们吗？如果不想让袁家因为袁少爷的丢人找你们麻烦，最好删了。刚才就有人在现场直播，他去阻拦了几个，结果还有人不听的，拿着手机偷偷直播晒摄。江福的身份不好说，袁家却可以拉，给袁家拉仇恨，不用白不用。这里的游客大多数都是江城的本地人，趁着周末休息来逛逛，都知道袁家的厉害，袁胜的手段阴狠，害怕的不敢再留。可也有一部分不怕那威胁，想要偷偷留着不删，站在角落里偷偷把拍到的视频和照片挪进保密相册，还给相册加了密码。但正弄着，所有人的手机突然都黑了一下屏，屏幕上统一出现了个白色的幽灵鬼脸。等鬼脸消失，屏幕恢复，他们就发现自己手机里所有刚才拍的照片和视频都不见了，甚至自己相册本来有的照片也都消失了，最近删除了也没有。被推倒的石头和砖都碎了，还得重新拉砖和石头，以及找工人，1个小时根本不够。但袁胜不敢跟江福再讨价还价，古镇的几个保安被秦平指挥着去看着袁胜不让跑。江城4大家族都想要把平南古镇占为己有，一直没强硬动手，并不是怕什么政府和考古协会，而是忌惮平南古镇背后一直没出现，也怎么都查不到的那个神秘主人，所以一直各种试探，却从未敢轻易动手。袁家有3个孩子，袁鹏那个废物只会吃喝嫖赌，却因为是老大，什么都不用干，就成了袁家第1顺位继承人，被父亲偏心。而他那么努力厉害，父亲却连夸都没夸过他一句，还让他好好干他的黑道势力，以后好帮助袁鹏这个大哥做好袁家家主位置。昨晚听到袁鹏死了，看到网上关于金祥会所的视频，他是难过的，真的难过，因为他培养自己势力那么久，宽容忍让折服，就等着袁鹏成为袁家家主的那一刻弄死他呢。结果袁鹏现在死了，不是死在他手里，死得那么轻松。尤其他死了之后，父亲震怒的直接给了他一巴掌，说他没有保护好他那亲爱的大哥。他不开心，很不开心，所以他想着只要自己今天趁乱强硬的拿下平南古镇，就能够让父亲看看他，让那个老东西知道他有多么的优秀厉害。所以一到这里，他就直接让人推倒入口，先震慑住这里的人，再强硬的收购。结果这个江福他是偷偷来的，自作主张，如果成了还好，没成还被人打了。若被父亲知道，父亲肯定会打断他的腿。江福半躺在遮阳伞下椅子上，摆明是要亲自监工。袁胜咬牙从地上爬起来，藏着阴狠的眼神看了江福一眼，跟外边的属下打电话。他不敢让家里知道。福姐，秦平过来找江福，给他拿了瓶水，小声问：袁家真的不会有事吗？就算有事，也有我担着。江福躺在椅子里，敲着二郎腿，姿势恣意散漫慵懒。秦平微吐了口气：那你小心袁胜报复。江福嗤笑了一声，垂眸看着手机消息，他没那个机会。有银组的消息，千心，人家帮你把现场手机都黑掉了哦。江福打字：再监视我，我就废了你。千心，什么叫监视了？
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嘛，人家那不是担心天鹰大人您，关心您一下吗？还帮天鹰大人您维持了现场，清除了那些照片视频。天鹰大人这样说人家会伤心的了。后边还带着几个大哭的白色幽灵表情包，看着他发的这些字，江福都幻听他那吵闹嗲音。天鹰，不好好说话，舌头给你割了当下韭菜。千心，漂亮小姑娘，不要总是那么血腥。30分钟后，一个有着50人的建筑队开着3辆拉砖土泥沙的大卡车，还有2辆搅拌机过来。袁胜走不了，就叫了医生过来，手腕已经被包扎过，一条胳膊用绷带绑着挂在脖子里。他冷声命令：30分钟内给我把这个入口修好，要一模一样。清冷散漫的声音从后边传来。袁胜咬了咬牙根，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建筑工人的领班看，一模一样。领班对比了一下，有些畏惧的小心翼翼道：可以，但30分钟完不成。袁胜单手抓住他衣领，气息阴冷的骇人，眸色嗜血。完不成，那你们就全都去死。是，领班吓得脸色煞白，惊惊战战。从城区过来都得20分钟，他们还得先要去吊车土用具，着急忙慌的再从路上赶过来，用尽全部车速，还违法闯了2个红灯，才用半个小时左右时间赶了过来。虽然这个入口不大，但也是一个小工程。恢复到原来那样，一个上午时间绝对可以，但半小时搅拌泥土垒砖都不够的。他们不想干，但又不敢反抗袁家，只能尽力。领班慌忙跑过去，着急忙慌的给来的人分工，不能偷工减料，也不能粗糙完工。江福养生道。袁胜磨了磨牙，又踢了一脚旁边站着的自己那些每个脑袋都缠了绷带的保镖，你们也去帮忙。5分钟过去，入口拱门才刚清理完上边碎石，开始挖地基，直接上了挖掘机。本来是被袁胜带来拆古镇的破拆机和挖掘机也加入进去，成了修建施工队。那位阴狠嚣张的袁二少爷带着伤被人看守着，刚才推门时有多爽多嚣张，此时就有多惨多狼狈。那位想被袁二少爷调戏却反打了袁二少爷的女孩，坐在那里吃着零食悠闲的监工。前后不过1小时的反转，几个开车的人个个心情都很微妙，但谁也不敢说。10分钟过去，混凝土刚搅拌好填进去，15分钟才刚把地基里边填满垒上来。本来是想着人多干得快，但人是多了，可地方就那么大点的地方，所有人拥挤着，越着急就越干不成。领班把人都喊退，一个一个的排着敌砖上泥，非常有秩序。可时间流逝得很快，太阳已经完全下山，只在天边留下一片鱼鳞般的金色彩霞。半个小时到了末尾，还差1/3没盖好。江福伸了个懒腰，叫人上袁家拆房。江福，袁胜咬牙，你明知道1个小时不可能完成，还算上了路上运料时间，你就是故意的。你拆的时候只用了1秒，就体验到了几百年来没人敢动这座古镇的爽感。江福从椅子上站起来，扭动了下脖子，我可是宽容大量的给了你1个小时修复。你，袁胜脸色绿了一下，咬牙，我已经向你道歉了，我杀了你再跟你道歉，你觉得好吗？江福挑眉，何况你明知道平南古镇不好动，还在这里拆他大门当威胁，知道我不好惹，还来惹，你这不是自己犯贱吗？江福，袁胜脸色青了白，咬牙切齿，你先别急。江福笑着，一会儿拆你家了你再急，免得这会儿急完待会没力气了。江福看了眼时间，此时傍晚6点25分。江福去开自己的车，跟一直守在这里的秦平说，监工让他们继续盖，8点之前盖好竣工，袁胜要的他们这些命我来保。好。秦平点头，看向那些建筑工人，都听见了吗？那些人连连点头，这1个小时里急得那满身冷汗都粘了衣服，此时终于松了一大口气。王丽，关门。江福上车后喊王丽把修车店关了，你开车护送袁二少爷回家。王丽压着隐隐的兴奋，好嘞。江福，你不能去。袁胜脸色煞白，现在已经不是江福到底敢不敢拆袁家的事，而是他爸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先打死他的。做一件事的时候，就至少要先想好所有后果和代价，无论好坏。江福冰冷的嗓音从车窗里传出来，你爽的时候就不想后果，爽完了在这儿威胁别人想后果，哪有那么好的事？他江福为人行事向来都是人敬他3分，他敬人1丈，惹他1分，他还12分。天鹰姐姐好帅。江福刚把耳麦塞耳朵里，千心声音就传过来，又入侵他的麦。江福面无表情，你要是真闲的没事干，我可以给你找点活干。他找的活绝对都是非人的。千心语气瞬间变得讨好，天鹰老大，我已经帮你叫了拆迁队前往袁家了。江福直接强行把他的麦切掉，禁了他的言。袁鹏被天打雷劈死的，死前还遭受了非人折磨，那场雷劈出来的火势太猛，根本就不住。袁鹏跟另外4人
直接跟救护车一块烧成灰了。最后火自己停下熄灭后，已经找不到人体，在专业法医鉴定下，也只能把人的骨灰和一些烧焦的骨头渣从车的灰烬里分出来，但具体的5个人的骨灰已经完全分辨不出。最后干脆把骨灰平均分成5份，给了那5家。袁家的独栋别墅园里此时挂满了黑白丧稿，死气沉沉。但抛开这些，袁家挺奢华的，毕竟是江城4大家族之一。江福双手环胸，靠在自己车厢上，吐出一个字：拆。他身后是千星叫来的超专业拆迁队，破拆机、推土机、挖掘机全部齐上阵。这是袁家啊！袁胜终于慌了，怒吼着去拦拆迁队：你们谁敢碰一下试试？拆迁队领头的金香瞥他一眼，车都没有停一下，直接就对着拦路的袁胜压过去。袁胜看他没打算停，脸色发白，地下意识往后躲，扭头又吼江福：江福你疯了！江福伸出小拇指掏了掏耳朵：拆完我请吃饭。好爷！金香兴奋道：一向抠门的老大难得这么大方，大家一定要拆得漂亮。咔嚓！轰隆！袁家大门外挡路的花草树木先被挖断，院墙倒塌。住手！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拆你家啊！知不知道这是哪？听到守门保安汇报的袁管家终于跑出来，看到门外已经动工推倒院墙的宏伟拆迁队，瞬时火冒三丈：你们全给我住手！兄弟姐妹们不要停！金香开着一辆破拆机又推倒一面墙，一定要寸土不留。你们袁管家完全不明所以，但很震惊，竟然有人敢来拆袁家的房子，大喊家里保安佣人，还不快去给我拦住他们！可那破拆机、挖掘机什么的都是大型重器，他们徒手怎么能拦住？就算站在车前，这拆迁队也跟没看见一样，直接就要撞过去，也没有人敢去拦。别叫了！江福拽过袁胜，把他踹到袁管家面前。二少爷！袁胜身上原本洁白的西装已经脏成灰土色了，还有血，胳膊和腿上都绑着夹板绷带，看着凄惨不已。袁管家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认出来后面色殊变，连忙上山扶他：你这是怎么？砰！话没说完，被扶起一半的袁胜又重摔趴在地上，一只脚踩着他的背。你！袁管家豁地抬头看向脚的主人，认出来江福后，脸色变得更加阴沉：竟然是你！你竟然敢斗我们家少爷！江城大部分企业都知道啥都干公司存在，包括4大家族，毕竟曾经都试图模仿抢生意，啥都干没被排挤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模仿的，没有任何员工比得上江福这个啥都干的王牌。他们还曾找过江福这个王牌，想要挖他，只是价格开到了100万，江福都没有同意。轰隆！他身后别墅园里，前院第一座别墅被推倒。啊！你们在干什么？住手！都给我住手！院子里传来女人尖锐叫声，袁鹏的妈妈袁夫人和父亲袁德海全部都跑了出来，看着那闯入袁家的拆迁队，嘶吼着大喊：袁总！袁管家脸色难看的扭头喊了他一声。江福威抬手示意金香拆迁队的动作先停下。袁德海和袁太太跑出来，惊怒的看着这混乱一幕。胜儿！袁太太先认出地上被踩着的袁胜，看着踩着他的江福，上来就要推江福。王丽飞快拦在江福身前，是袁胜先要拆平南古镇的。你说什么？愤怒的袁太太和袁德海都一愣。王丽拿出自己手机，不信你们看啊。他拍有一张照片，没被黑掉。照片里，袁胜优雅高傲地端着咖啡坐在那里，前方不远处是拆墙的巨大破拆机。袁德海盯着照片，又看着地上的袁胜，瞬间气得整个人都抖起来，手指着袁胜：你这个逆子，你是想气死我吗？江福收了脚，往后退了几步。爸，我只是想混账！本来大儿子死了，袁德海一夜之间就像老了10岁。今日这丧事第一天还没过完，袁家里还有很多来吊唁的人，结果袁胜来个这，怪不得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见到这个逆子。袁德海颤抖着身子，从旁边捡了一根从被推到的树上断裂的树枝，狠狠抽向袁胜。你是想气死我是吗？我死了，袁家就都是你的！你这个逆子，混账！我让你自作主张！他打得很。够了！袁太太飞扑过去，用力把袁德海给推开，本就红肿的眼睛又落下泪，盆儿已经死了。你是想把事儿也给打死断子绝孙吗？你让开！袁德海道：他这种人活着也是给我丢人。我给你丢人？哼！地上被他抽打的模样凄惨的袁胜，喉咙里溢出阴冷的笑声。他从袁太太护着自己的怀里抬头，表情阴鸷骇人。袁鹏吃喝嫖赌干了那么多丢人的事，你给他善后擦屁股的时候也没说他丢人。我为了袁家事业不管做得多好，你都没有夸过我一句，我丢人。哈哈！他推开袁太太，艰难爬起来，凄厉的笑看着袁德海，指着自己的头：
你打啊，你往这儿打，反正你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儿子看，我在你心里永远也比不上袁鹏那个废物，你打死我啊！啪！袁太太给了他一巴掌。袁胜捂着脸，眼神更阴了。你们弄死我啊！你……袁太太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直接昏了过去。袁德海也气得身子晃悠，手里的棍子却怎么也打不下去了，疲惫地喊了声袁管家，把二少爷给我带下去关起来。袁胜被袁管家带着袁家佣人一起拖下去，袁太太也被抬回去。袁德海神色疲惫地看着江福，却依旧带着威严，说到底，他只不过就拆了个平南古镇的入口而已，要多少钱我赔你们就是。你带着人来拆袁家，是不是过分了？过分吗？江福淡笑，袁胜敢拆平南古镇，我就敢拆袁家，他还要让我嫁进袁家冲喜，我还给了机会，奈何他自己不争气。江小姐，袁德海深呼吸，沉声道，我知道你啥都干，想必你今天带人来拆袁家，也是有人雇你，若不出意外，就是平南古镇背后持有者，他给了你多少钱，我加倍。可惜你猜错了，还真不是。江福散漫地笑了一声，左手抬起打了个手势，继续拆。金香看到后，立刻指挥拆迁队。你住手！袁德海脸色更加阴沉，可没人听他的。轰隆！占地500平的主别墅被一铲子铲下一个角。袁家这处宅子，几栋别墅带着花园院落，一共占地3000多平，总价值1亿多，已经被拆1000平。袁家的保安佣人根本拦不住。江福！袁德海咬牙沉喝，你真以为你是啥都干王牌员工，我们就不敢动你吗？他们忌惮的是啥都干公司背后的老板，不是江福。袁总这是想动谁啊？江福正欲开口，身后传来一道悠扬的嗓音，这道声音清冽悦耳，不回头看他都知道是谁。沈继之。袁德海看见他那张脸后，表情变了又变，你是沈继之？沈继之走过来，黑色的长褂衬得身形修长，宽肩窄腰，气质出众，容貌潋滟绝色，雾蓝色头发扎眼，泪痣如血滴。他手里把玩着一个蓝色打火机，漫不经心的，袁总认识我啊？中州古老财阀世家之首沈家最小的儿子，今年不过22岁，中州那些世家贵族都称他一句沈六爷，还有说他中州太子爷的。道上对他的传闻很多，无法一一诉说，最多的便是他医术超然，只要经他手的疑难杂症没有治不好的，本该是被人捧着的医生，可其性格古怪，阴狠狡诈，行事乖张霸道，大家都不敢去惹他。为人还很神秘，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网上对他的消息也很少。袁德海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2年前的财经报纸上出现过沈继之这张俊美的脸，是国际报社对他进行的医学上的专业采访。这位太子爷怎么会出现在江城这种地方？袁德海面色变了又变，沈六爷大驾光临，客套话就别说了，我不爱听。沈继之把手里的打火机打着了火，又用拇指把火苗摁灭。刚听袁总说想要动谁，袁德海下意识看了眼江福，神情变得晦暗。沈六爷和这位江小姐是认识吗？不认识。认识。江福和沈继之异口同声。江福似笑非笑，这次也同样是巧合，还是说沈六爷真的是在干跟踪痴汉的行当？沈继之一致，微挑了下眉，那要看江小姐喜欢哪一个，我就可以是哪一个。后边薛鹤一搭着沈平安的肩膀，对于沈继之这话则笑着比了大拇指，你主子真舍得下脸啊。袁总。袁德海身后传来袁管家颤抖惊恐的声音，哆哆嗦嗦的，家没了。轰隆！又在这一声巨响里，袁德海才想起来拆迁队还在拆他的家。他猛地回头，占地3000平的袁家，所有建筑都被推平了，院子里的假山被铲掉，人工湖都被填平了。所有袁家佣人挤成一团，昏倒的袁太太被几个佣人搀扶着，站在空地上，全都满脸惊恐。那些前来吊唁袁鹏的人也都站在弄地上，震惊发懵，甚至还有下人把袁鹏的骨灰盒抢救了出来，在怀里抱着。他在说话，对方拆迁却没停。袁德海心脏砰砰跳，呼吸急促，身子抖得厉害，脸上肌肉也开始抽搐。几秒后，整个人直直朝着地上栽去。袁总！袁管家急忙扫过来接住他，叫医生。站在院子里人群中的袁胜，那双眼睛如毒蛇般的隔空粘在江福身上，拳头紧握。江福未曾察觉一样，朝着拆迁队吹了个响亮的口哨。撤！金香会议带着拆迁队撤离。沈继之轻笑，江小姐果然人中豪杰，谢谢夸奖。不过江福偏头看他，皮笑肉不笑，别爱我，没结果。江福转身上了自己的车，喊着王丽离开。看着宏伟的施工队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把价值1亿的袁家豪宅碾成平地，轻飘飘的走了。沈继之看着江福那辆被符号涂鸦的有种凌乱美的小货车背影，又低笑了一声。
这个江福比他之前预想的还要有意思的多。哎，小六爷，薛鹤一凑上前来，摸了摸下巴，你觉得他是你要找的人吗？沈继之指尖一顿，黑白分明的眸子变得有些灰蒙蒙的，迷离不清。不知道。薛鹤一觉得不管是不是，再这样下去，他们这位小六爷也得陷在这个江福身上。平南古镇，江福回来的时候，入口大门已经修好了。江福让秦平给他们结账。至于结账的钱，千薪从袁家账户黑来的。这个建筑队本来以为能保住命就不错了，都没想过再要钱，结果命保住，还拿到了双倍的钱。一群人对江福都感激的不行。这会儿晚上快8点，小镇里灯火通明，人群攒动。这个古镇里的卫生是第一，食物好吃评价，大家都喜欢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晚上下班了，过来这边的古镇吃个饭逛个街。这里有一个专门吃饭的区域，是个很大的瓦棚，下方摆着长桌长凳，不管在哪家买的食物都可以在这里吃，坐这里休息。此时这里有一小半坐满了拆迁队的人。金香包着小龙虾，眼神悠悠地看着江福，我就该猜到老大这种只进不出的抠门人设，也请我们吃不了多好的饭。小龙虾还不好啊？也在这里的秦平好笑道，福姐，这不都让你们在这里随便挑选，猪蹄、烧烤、小龙虾、烤鱼、烤鸭、烤全羊的。秦平说的那些都点了，带着其他的一些饮料啤酒，20-30个人最后吃了5000多块。本来那些商家都不要钱的，平时江福在他们这里吃饭，他们也不怎么会收钱，今天江福又保护他们，护住了平南古镇，他们感激，但江福还是强行给了。反正这钱也是袁家出的，他不心疼。夜色越来越深，古镇的游客居民也都逐渐离开，人开始变少，差不多只剩拆迁队的。金香往江福身边坐了坐，我看袁胜那个人阴狠狡诈，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那个眼神恨不得把我们吃了，他会不会报复你？他不会有那个机会。江福淡笑道，老大的厉害他知道。金香放心了，打了个饱嗝，那我们就先走了。他带着拆迁队撤离，古镇变得更加安静。秦平骑着电动车在古镇里转了一圈，检查了是否所有商户都关了门，确定没有游客商户逗留后，也离开古镇回家去了。晚上9点20分，整个不大的古镇里没有了一个人，灯火全灭，一片漆黑，只有监控闪烁着红芒。江福的车停在古镇入口外边，他坐在货车车顶，也没开灯，手里拿着几串羊肉串在吃，一直坐到晚上10点。古镇里传出奇怪的空灵钟声。江福站在古镇入口处，从身上兜里取出一张黄色的符纸，夹在修长的食指和中指间，低念了一句咒语，甩手打向空中。符纸飘到古镇上方，金色的符芒炸开，本来漆黑的古镇上方出现了一道浅金色透明屏障，古镇里一盏接一盏的昏黄灯光亮起，有人影行走，穿古装和现代装的什么都有，像是开启了另一个世界。江福开着车穿过屏障走进去。阿福姐姐，有个穿着粉色公主裙的5岁小女孩跑过来，头上扎着一个粉色蝴蝶结，怀里抱着一个粉色的兔子布娃娃。她开心地奔向江福，你终于回来了。她活生生的和普通孩童并没任何区别，就是身子有些透明。江福摸了摸她的头，最近情况怎么样？有阿福姐姐在，那些屠灵师都不敢来的。梦梦傲然道，前天晚上有个迷路进来的姐姐，我给她安全送出去喽。世间万物有灵，灵有好有坏，但都和人类不能共同相处，便分成了2个世界。人类拥有白昼，灵种夜晚肆虐，有灵种为了增长力量，会吞噬人类精气血肉，在人类世界作恶捣乱。有了屠灵公会，维护人类世界的安全。所有人都相信平南古镇存在了200多年，完整的保存至今，但没人知道80年前有一场大火，把这个小镇焚烧成了灰烬，又被人一夜之间建起。烧死在这里的人无法投胎，也无法离开，他们自此被困在这里，成为灵种。灵和鬼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冥界也不收。平南古镇的阴暗面就是一个巨灵区，被隔绝灵域、人界以及冥界中间的夹缝里，有被抛弃的迷失灵种都会到这里。当然，这里的灵种不会有恶灵。7岁的江福接手这里时，这里就是这样，自此在他庇佑下存在着。若被屠灵公会发现，必定会全力清除这里。若迷路误入的无辜者，灵种会把他们安全送出去。至于会不会有人看着古镇入口处的警示招牌，夜里来此猎奇探索的，下场只有死和傻，成为灵镇里所有灵种的食物。久而久之，没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就把那当作了是平南古镇吸引游客的营销方式。江福笑笑，看着这个古镇，眼底一片漆黑，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回灵域去的。阿福姐姐，有个人。梦梦拽了下江福衣摆。江福回头看向古镇入口处，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停在入口处的外面。车上下来的人穿着黑色的连帽衫和裤子，帽子戴在头上，脸上还戴着口罩，捂得很严实，但有条胳膊很明显的用绷带缠着。江福，
袁胜满目阴狠，你不是平南古镇的持有者吗？你不是要保护这里吗？今晚老子就烧了这里，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要。他恶狠狠地说完，又上了车，单手握着方向盘，一脚把油门踩到底，猛地从入口撞进来。古镇入口夜晚关着的闸门横飞，一直横冲到古镇中间才停。他又下车，打开车的后备箱和后座车门，从里边拎出几桶汽油，看着眼前古镇，眼里满是疯狂，像是看不到江福和这古镇夜晚的异样一样。在袁胜用能动的单手拧开一桶汽油的盖子，看着眼前这漆黑无人的平南古镇，恶狠狠的道：江福，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死吧！他就一把火烧了这平南古镇，所有人一起死。梦梦歪头，阿福姐姐，他是想做坏事吗？江福轻啧了一声，在袁胜把汽油往周围房子倒出去之前，走过去，伸手在他眼前打了个响指，万间的铜钱铃铛空铃响了一声。袁胜只觉得耳边突然一阵空灵的铃铛响声，一时恍惚了一下，眼前的漆黑古镇就突然明亮起来，街道上还有各种人影攒动。袁胜以为自己被江福打的脑袋出问题，有了幻觉。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还是这幅灯火通明诱人的画面。那些行人有在卖东西，有在聊天的，有些热闹，很多都穿着古装。他刚刚不是在平南古镇吗？这是哪？难道他穿越了？你是想烧古镇吗？袁胜正失神震惊着，耳边清脆稚嫩的声音传来。袁胜扭头就见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几岁小女孩，双手抱着一个兔子玩偶，好奇地看着他。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灰白色的套装，披散着的乌黑顺直长发，精致至极的容貌。江福，袁胜吓得腿一哆嗦，人不由自主往后退了几步，手里拎着的汽油桶都被抖掉在地上，刺鼻的火油顺着脚下青石板路的缝隙流淌。你们，袁胜吓得脸色苍白，刚才这里明明没有任何人，你们是鬼是人？袁胜吓得瘫软在地上。江福唇角微勾，笑得散漫，当然是鬼了。你，袁胜惊魂未定，扭头看这个古镇和平日差别不大的小镇，那些穿着古装的人纷纷朝他看过来。一瞬间，热闹的小镇万籁俱寂，只有满街看着他的眼睛，连屋檐挂着的明亮灯笼都忽明忽暗起来，泛着幽幽的绿光，一切显得诡异可怖。鬼，有鬼啊！袁胜爬起来就要往外跑，爬起来还没站稳，就被江福一脚踹飞，飞撞在不远处墙上。白天打他的时候，江福给他下了死亡符，袁胜活不到明天早上。既然他想提前送死，他也不介意成全他。灵物可吞噬天地灵气，也可吞噬活人气来滋养自己。袁胜是个活人，街上的灵类闻到生人气息，全都围聚过来。可江福站在那，江福有令，不得随意伤害人类，所以平时若有误入的无辜者，他们会把人送出去；可若是坏人，他们便可以自由做主。梦梦看着袁胜，也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眼睛眨巴眨巴。阿福姐姐，江福摸了摸他的头，去吧。梦梦眼睛亮晶晶的，抱着兔子玩偶走向袁胜。江福，袁胜想要爬起来跑，腿都软得站不起来，惊恐地看着朝自己靠近的鬼一样的众人，身子拼命往后缩。福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江福双手环臂，懒散靠在身后的墙上，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他，清冷的毫无波澜。啊！你们别过来！袁胜吓得在地上爬。梦梦走到他身边蹲下，隔空吸食他身上的人气。袁胜的意识表情从清醒到逐渐的狰狞失神，不再挣扎的躺在地上，双眼上翻，身体不断抽搐。随着吸食，梦梦略微虚幻透明的身体变得清晰。吃饱后，他心满意足地抱着兔子玩偶后退，其他人才排队上前，很有秩序地分食着。不到10分钟，袁胜所有生机都消亡殆尽，整个人如枯木树皮般躺在那里，风一吹，直接成为灰烬。其他灵种散开，继续着之前的夜行活动。梦梦吧唧吧唧嘴，不好吃，苦的。江福淡淡道，因为他太坏了，坏人有太多黑色恶气，血气都是苦的，好人是甜的。对了，阿福姐姐，梦梦讨好的撒娇道，我今天无聊的时候登了你在人类世界的身份账号，就名字叫朱雀那个，看了动画片，不过我把 ID 隐藏得很好。这些人类灵种和物灵不一样，他们不能在生人的世界里游荡，只能待在这里，通过一些媒介来接触到人类的世界。他就是特殊媒介，他把账号借给梦梦用来看动画了。他账号开了隐藏，虽然可能会泄露一些踪迹被人锁定，但无所谓，反正没人能找到。走吧，回去找林婶。江福牵着他的手往古镇里头去，走了没2步，手机响了起来，来自图灵公会，左运。江福微蹙眉，接通，我今天休假。我知道。左运沉声道，但出事了，我给你100万，过来加班，
改天假期带薪补给你。图灵工会在全世界都有分部，江城也是个分部，而非总部。江城分 A、B、C、D 4个区，共有一个总负责人，4个区负责人。江府一般负责的是 A9 区，头顶负责人是左运。左运一向稳重，此时语气凝重，开口就这么高价，看来事情还不小。江福微眯了下眼睛，离开之前，他又取了几张引灵符节阵，引住平南古镇的夜幕。天亮之前，一切会恢复如常，白天又会恢复到普通人类的世界。江福驱车来到市区城西一个略偏的街道，在车厢里换上了图灵工会的工作制服，宽大的兜帽戴在头上，锁好车后走进路边一家写着24小时营业、灯火通明的奶茶店。此时晚上快11点，没有客人。值夜班的员工是个年轻女孩，身上穿着奶茶店的制服，在吧台里边拿着手机看电视。听到动静抬了下头，微顿，连忙起身，福姐来了。江福淡淡点头，他们都在了。叶青青道，福姐直接进去就行。灵种和人类无法共存，图灵工会不为普通人所知，但大隐隐于市。江福并没急着进去，视线扫过奶茶菜单，要杯柠檬水，大杯，多放清明加冰，放2勺盐。叶青青连忙起身去给他做，没收钱。江福拎着柠檬水，朝着奶茶店的后面仓库走去，拿出手机，在厚重的冷库门上扫了一下，识别成功。机械女声传出，门打开，是一个向下的电梯，电梯自动向下，3分钟后停止。门打开，映入视线的是一个广阔的地下空间，所有设施墙壁都是灰银和黑白的冷色调，走廊里有穿着白大褂戴口罩的人走来走去。江福穿过长廊，以指纹和瞳孔解锁，穿过8道重型保险门，来到这个分部的最高会议室。巨大的会议室里透着阴冷，摆着一张钛钢材料的银黑色长桌，桌上是3D 全息投影沙盘。桌子两侧的28个位置已经坐满了人，左运和完颜浩都在，都穿着图灵工会的统一制服，黑色的冲锋衣式外套，胸口有一个被红色插号压着的幽灵。只有最外边尾端的尽头处，那张椅子空着。本来有声音的会议室内，在他进来之后变得安静，所有人都看向他。有些人真忙啊，有着其他图灵师都没有的假期，开个大会还得花钱请回来加班。第6个位置上坐着的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漫不经心的开口，怎么听都阴阳怪气。说我啊？江福微挑眉，你们若是都能像我这样，小小年纪能力却碾压所有人，这么厉害，你们也可以跟我有一样的待遇。不要脸。不过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应该是没指望了。江福语气惋惜，也就只能嫉妒我了。男人脸色青了下，还想说什么，被他旁边坐着的人拉了下，闭嘴吧你。明知道江福那张嘴不饶人，狂妄嚣张的不行，他们又打不过他，还非要去惹他。男人一口气憋回去。江福走到长桌尽头，唯一空着的椅子前，先伸手摸了摸钛钢的会议桌，则道又换桌子了。其实这里的会议桌以前都是上好的木桌，但是江福每来开一次大会，木桌就会碎一次，换过好几种木，还有铁的，最后都没逃过碎掉的命运。这次直接换了钛钢的，看他还拍不拍得动。其实你们不惹我，我是不会发火生气碎桌子的。江福又叹了一声，语气却格外的轻狂欠揍，毕竟拍起来手也挺疼的。左运，第9席位置上的女人开口，管好你的人。她是江城 B 区负责人深蓝。你们也真是的，每次都是明知道惹不起我还惹我，说不过我就借机欺负我领导。左运还没来得及开口，江福就冷嗤了一声，好像他能管住我一样，有本事都来惹我啊。虽然好像是被他维护了，但怎么怪怪的。虽然他真的也管不住，好多人磨牙，却又不敢再说什么。深蓝都闭了嘴，扭过头去不看他，因为他们打不过江福，哪怕是在嘴上言语间也占不到他一点便宜。他整个人就是不守规矩、狂妄嚣张的代言词。而且他这个人，你越惹他，他越兴奋，甚至巴不得你惹他，然后他当场给你来个降龙18掌弄死你。图灵工会很多人都看他不顺眼，不服他，可无论多不顺眼，多不服，也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去否定他身为图灵师的厉害。生着一副精致角色，典雅大气又无害的冷艳容貌，却满身嚣张，做着不是人的事。他就是个疯子，一个不能用正常思维去判断衡量的疯子。何况还有很多人想要拉拢他，更不会把他得罪彻底。可左运干咳了一声，假装责怪，快坐下开会了。完颜浩瞥了眼江福，没有说话。他最讨厌江福的时候，就是江福每次狮子大开口的时候。他最不讨厌江福的时候，就是每次开大会，江福一人一张嘴，让这一群人都吃瘪的时候。江福走到长桌尽头的空位，拉出椅子坐下，身子往后一靠，
细长笔直的双腿就叠敲在会议桌上，手里拿出吸管扎了柠檬水喝了一口，嚣张恣意的没有一点形象。看没人说话，江福又抬头扫过这一屋子人，都看着我干什么？继续开会啊？他完全没把这个会议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放在眼里。虽然他每次都这样，大家也都几乎该习惯了，可每次看到还是憋闷。左运看着面前平板电脑不说话，他是江福的头顶直属负责人没错，但就如江福刚才说的，他也管不住江福。坐在长桌另一边镜头主座的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在场也就她没穿工会制服，穿着黑色的休闲西装，戴着一副挂着金色链条的眼镜，优雅里透着威严。她叫简伟书，是江城这个图灵工会分部的总负责人。简伟书对于来晚的江福刚才进来这一系列动静没任何反应，翻着手里的资料，既然人到齐了，那我就直接切入正题了。本来这次的大会应该在半个月后，今天提前开的原因是我今晚收到了一条紧急消息，有人在操控恶灵故意伤人。什么？有人震惊，是普通人类吗？不是。简伟书冷声道，是图灵师。完颜浩心头一跳，左运下意识看了眼江福。图灵师操控恶灵伤人，第10席位上的青年威顿，是我们区的还是其他区？简伟书没有回答，他从自己位置上站起来，推了下眼镜，视线犀利地从在场每一个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江福身上。图灵工会的规则是，若是恶灵就直接当场猎杀，若非恶灵，图灵师捕捉到后上交工会负责人，由负责人进行关押。简伟书语速不紧不慢，但我却知道图灵工会里一直有人捕捉到灵种后私下贩卖，即使是卖给图灵工会里的自己人。吸着酸咸冰味道柠檬水的江福抬了下头，慢吞吞道，简总，其实你可以不用说的这么委婉，直接点我名字就可以的。简伟书轻哼，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呢。江福笑得无害，毕竟整个图灵工会也就只有我敢这么做，还是明着做的。他猎捕到的灵种不会免费交回给工会，包括左运在内，哪个负责人出钱多他就卖谁。没办法，生活不易啊。江福慵懒地背靠在椅子里，叹气，谁让我缺钱呢？把违反图灵工会纪律规则这种事说得理直气壮，他也当真是第一人。江福的事不是秘密，也不是第一次，大家不过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江城地区负责人李柏开口，简总今天因为此事开会，要说的人应该不会是江福吧？那说不定。第6位之上的男人开口，阴阳怪气的冷笑，万一是江福开始干坏事了呢？我看工会就是太纵容他了，我要是干坏事，一定第一个先杀了你。何况江福吃声，语气漫不经心，眉眼嚣张，我要真做什么不想让你们知道的，把图灵工会灭了都没人知道是我做的。行了，简伟书打断众人，不是说江福，每个区图灵师捕到灵种后都要上交回工会关押，但是交给该图灵师自己的头顶负责人。工会有个预言师说，灵域之门即将打开，若有那一天，图灵工会是要进攻灵域的，到时候图灵工会这些灵种都是他们的武器，所以不管是大区负责人还是小区负责人，都希望自己手里的灵种越多越厉害越好。江福会把灵种卖给工会，他只是要钱而已，虽然在工会里引起了些不好的风气，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在规则红线之内。最近有图灵师回收灵种后偷偷卖给普通人类，距今天为止已有6个普通人死在灵种下。简伟书直接干脆利索地道，甚至有图灵师被杀，而我们却没有查到是谁做的，此事引起高层震怒。江福刚刚不是说了，他要是干坏事谁也查不到，而且他是个为了钱什么都做的事情。第21席位上的人接声开口，简总说的这些情况不是刚好跟他对上。砰！他话刚落，面前的钛钢长桌就被踹了一脚，所有人下意机灵，朝长桌尽头女孩看过去。江福单脚踩在桌子上，似笑非笑地挑着眼，针对我是吧？他起身。江福！左运面色微变了变，连忙起身过来半抱住他，冷静。他看着那个男人冷漠道，简总都已经说了不是江福，你们还一而再再而三提他，谁主张？谁举证？江福这种人，你们觉得他会稀罕干那种事？完颜浩目露讥讽，还是说是你们学江福的行事风格干的，想拉他背锅当替死鬼？他是忍不了江福那开口就是钱，整天要死不活的嚣张态度，但他是 A 区的图灵师，他们目前为止是一个部门里的人，内部斗嘴，对外得团结，免得江福真从他们区跑掉。而且江福要是动手，这里谁都逃不掉。坐下。简伟书走过来，把江福摁坐下去，冷眼看着其他人，我说的话不是话，都是聋子，什么都能扯到江福身上是吧？没办法，江福在工会的名声实在太嚣张，太霸道了，还带起很多模仿者。他那种疯子，干什么事都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今晚开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工会要开始严查此事，除了江福之外，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把捕捉到的灵种回卖公司，一旦发现绝不轻饶。
凭什么除了他？有人不服。你们若有他这么强大厉害，你们也可以特殊。简伟叔冷笑，没有就都老实着点。工会当初给江福的测试结果是潜力无限，有可能会成长为像赤离那样的江王级图灵师。他如今又是工会年龄最小却最厉害的图灵师，若激怒他，他能灭了整个图灵工会。说白了，图灵工会也惹不起他，不敢激怒他，只能以各种方式来供着哄着他，让他有特权。而且其他各大区的总负责人因为江福在他这里，经常针对他，各种搞事情，想挖走江福。江福这种厉害又危险的人，放在哪个负责人手里都是一张王牌，成为对付其他区的利剑。万一他一个不开心，跑到别的大区总负责人手里，就完了。与其让这把剑对准自己，不如让这把剑握在自己手里，只是有些会扎破手的刺，流一点的血而已，总比丢了命要强。我相信不是江福做的。简伟叔道，他的强大有目共睹，不会屑于做这种事。南城死了2个图灵师，6个被林种杀死的普通人，江城离得最近，工会最高层让我们派2个人过去。简伟叔拍了拍江福肩膀，我决定派江福过去支援。江福抬头瞥他，给你加倍差旅费。简伟叔补充了一句。江福坐回去，靠在椅背里，单脚踩在桌子上，气势依旧嚣张，继续悠闲地喝他的柠檬水。好气，好嫉妒，好憋屈，好不服，好无语，好无力。他这哪是图灵工会的员工，分明是祖宗。深蓝低声冷笑，图灵工会的会长干脆给他当算了。次日一早，热搜新闻就又爆了，江城4大家族之一的袁家，前一天长子继承人刚被天打雷劈，家里占地3000平，价值几亿的豪宅，在昨天傍晚被人拆掉，碾成了平地。袁家家主袁德海和袁太太纷纷被气昏厥住院，袁氏集团股价在一夜之间损失了20亿。今天早上从医院传出消息，袁家家主袁德海死了，昨天半夜一口气没上来，被气死的。据说这一惊人事件的主使者是一个年轻女孩，有路人明明拍到了她，在打开相册的时候却都是黑的，找不到一张关于那个女孩的照片。江城4大家族之一就这样一夜之间消亡，真是令人惋惜。可也有人说袁家祸害，毕竟袁鹏的在外花花公子的名声并不好，而那位二少爷袁胜也令无数人家破人亡。据记者采访当地居民得知，袁家之所以会遭遇这一切，是因为袁家二少爷袁胜嚣张地去拆了平南古镇，遭到了平南古镇幕后持有者的愤怒报复，但具体情况不为人知。新闻视频里，记者站在袁家的废墟前面报道。而目前从医院传出袁德海死讯开始，袁胜就不见踪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袁家陨落，整个江城震惊，其他3大家族都静声不语，私下里调查着事情真相，以及对平南古镇的幕后拥有者更加忌惮。酒店，这个江父真够狠的啊！薛鹤一看着这些新闻，不由得嘀咕：你们说袁胜去哪了？死了。沈继之系着身上白色衬衫的扣子，对着客厅里的全身敬礼了礼，刚洗过烘干的雾蓝色短发，眼下的泪痣红如滴血。薛鹤一微顿，你怎么知道？袁胜不是个憋屈服输的性子，他会去报复，别人拆他个门，江福都能拆别人全家的性格脾气，又怎会容忍想杀自己的人活着？沈继之唇角微勾，一双桃花眼透着艳丽，斩草除根，跟我还真是有几分相似。薛鹤一嘴角抽搐，你是夸人家呢，还是你自己？沈继之慢悠悠地套上外套，全都夸。薛鹤一又扯了扯嘴角，我爸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家老爷子昨晚问他我什么时候把你带回中州。小六爷，您什么时候起驾回宫？沈继之风轻云淡，江福什么时候接我的单，什么时候回。薛鹤一觉得大概是要用一辈子了，也算他倒霉。本来沈老爷子让人出来喊沈继之回去时，挑了好几个人的，这几个人各种推让，最后就抽签，他抽中了。他到现在都觉得是那群人故意坑他的。沈继之斜睨了他一眼，你急可以先回，那我也不回。薛鹤一撇了撇嘴，他一个人回去肯定得被拉着去见沈老爷子，他才不要一个人回去面对中州的豺狼虎豹。主子，沈平安刚才出去接了个电话，拿着手机回来，沉声道：南城出事了。正值春夏交接之际，南城的街道两侧开满了各色蔷薇，紫藤树蔓延至整个南安道。风一吹，漫天花雨，漂亮的像童话世界。江福开着自己的车穿过花道，驶进南城码头。南城是一个水陆交通发达的商业城市，港口码头停着各种货轮、邮轮等大型船只。每到这个季节，会有很多游客，码头人来人往。数十米的起重机建筑下，无数集装箱堆放。但今天还有好多辆警车在，穿着制服的警察堵在码头，对过往的游客一一盘问。还有人拿着检测仪扫描着货船和集装箱。江福把车停在路边，
身上穿着件没有任何符号的黑色冲锋衣，都帽在头上戴着。啥都干的制服是参考着图灵工会做的，而他的衣服外套也多数是这样的，因为口袋大又休闲，无论做什么都能穿，打架不碍事，耐脏耐穿，最重要的是便宜。跟着啥都干服装定制的，100块钱3件，春夏秋冬一个季节3件，能穿好几年。江福来到一个路边烧烤摊前，点了份麻辣小龙虾。大叔，这码头是发生什么事了？小姑娘穿着干净朴素，却漂亮的像画一样。摊主小声道：小闺女，你是外地来的吧？江福点头，那就怪不得了。摊主表情高深莫测起来，讲鬼故事一样的表情。最近啊，这码头出了几条人命，还有查出了走私案。今天早上还响了枪声，说是有个京城来的少爷受了伤，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南城警方并没有往外放消息，只是封锁了各媒体新闻，码头也依旧正常流通来往。他们平日在码头做生意的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最近的南城是一年四季里最漂亮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命案层出不穷。有人说是南城那2个黑帮和傅家干的，警方不敢得罪，也没证据，就只能码头现查。摊主深叹着气，摇了摇头。不过啊，这码头是傅家的，估计也查不到什么。傅家身为南城霸主，握着南城所有的码头港口和商业贸易，警方都不敢跟傅家斗。江福若有所思，又去隔壁摊买了2个烧饼。南城医院，急救室。审计之雾蓝的头发被包盖在白色的帽子里，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那双平日里总是慵懒迷离的桃花眼里，此时明净认真。戴着手套的手里，各种精细的手术工具流畅切换，为病床上躺着的人做着手术。2个小时过去，叮，急救室门打开，门外焦急等待的薛鹤一豁地站起来，迎上从里边出来的沈继之。贺贤怎么样了？命暂时保住了。沈继之摘下口罩，眼里满是寒芒。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邪气。薛鹤一怔了下，面色微变，不是人干的。沈继之沉声道：不过才受伤4个小时，伤口就已经腐烂，那不是一般子弹能打出的。普通子弹打进人体，顶多也就打出一个血洞，可贺贤身上的伤口都腐烂了，完全不像子弹打出的洞，可他的体内却有2枚子弹。腐烂的速度过快，他的生机在肉眼可见的流逝，就算把子弹取出，把所有腐肉给剜掉，也还是感染恶化，非常的麻烦。若非如此，这场手术他早就已经做完了。他把手里一个用塑封袋装着的2枚子弹递给薛鹤一，拿去实验室进行分析化验。薛鹤一点头，结果威顿会不会是傅家做的？沈继之谋人漆黑，傅家那姐弟俩一直都极狠。薛鹤一皱眉，南城是傅家的地盘，怕是不好查。查什么？沈继之唇角冷勾，上挑的眼尾透着阴厉，直接让傅家从南城消失就行了。都动到他的人头上了，很难说不是故意的。而且若是确定贺贤的伤口不是人为，而是灵种邪物，并且这灵种邪物来自傅家操控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讨伐图灵工会，由图灵工会代替他们出手。他们兵不认血。码头停在路边的那辆车厢有着彩色涂鸦的车子很惹眼，尤其车子旁边摆了张桌凳，女孩坐在那里吃着小龙虾，一眼就能看见。宁错跑过来：福姐，你这怎么就吃上了？江福慢吞吞道：要一起吃点吗？宁错表情古怪：你怎么舍得花钱了？江福这个人打数10份工，赚的钱却一向是只进不出。为了省钱，衣服100块钱3件，终年不换。住房租连路灯都没有的破小区，外卖员都不进，整天吃便宜地摊，要么在工会里吃免费的。他身上最大的花销，也就是给他的车加油。今天竟然舍得吃121份的麻辣小龙虾，还请他吃。参考以前，他每次请人吃饭都不会有啥好事。宁错竖起防备，有什么事找我？没有啊。江福包着小龙虾，慢条斯理的吃着。工会给我报销这次全部车旅费，吃喝住行油钱全包，其他的跟工作无关的花费不算。他花再多也不可能几千万上亿，就在这些之内，金额没有上限，花多少包多少。算了，他是除了100年前那个将王级图灵师吃礼以外，图灵工会唯一一个明明是员工，工会很多人看他不顺眼，还得哄着的存在。江福在图灵工会的待遇，他们都是没办法比的，嫉妒也没用，没有多余椅子。宁错蹲趴在桌子另一边，捏了一个小龙虾。那你还吃什么路边摊？下馆子去啊！南城最好的饭店星月楼，吃它个几十万。这里方便，这个位置，江福抬头就能看到码头。宁错顺着他视线，扭头往码头看了一眼，低声道：南城分部1个星期内死了2个图灵师，都是被吸干了体内力量生机。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司徒行第一时间是隐瞒，直到昨天死了第2个，恶灵伤人严重，瞒不住了，他才上报给总部最高层，有了昨晚的会议。宁错撇了撇嘴，他知道
江城派你来，我过来之前3番4次叮嘱我，一定不要让我跟你说实话。司徒行是南城图灵公会分部的总负责人，可他宁愿得罪司徒行，也不愿意得罪江福。大不了他就不在南城干了，去江城干，不干图灵师，给江福当个小弟打工也行。图灵公会和人类世界管理非自然现象的最高祖龙组签有和平公约，图灵公会不能被普通人知道它的存在，绝不可以人为操控恶灵伤人，否则打破两界和平，后果不堪设想。若非人为情况下的非自然事件，图灵公会要尽快解决，猎捕所有作恶的灵种，把所有扰乱人类的灵种都抓起来关押。现在却出了人为操控灵种杀人，还跟图灵公会的图灵师有关，搞得这么大动静。江福冷嗤了一声，他当然不敢说了。宁错身子往他那边挪了挪，傅家是南城霸主，握着南城所有码头，走私贩药也没人能查。司徒行还有南城分部的一些图灵师都跟傅家那姐弟俩走得很近，尤其司徒行。江福抬头，你怀疑是司徒行自己干的？宁错绷紧嘴巴，这话他可不敢胡乱说。过了片刻，他才开口，福姐，你感觉到这里有恶灵了吗？江福晃了下手腕，腕间的铜钱铃铛响声清脆，他没说什么，就坐在这里看着码头，把买的这份小龙虾吃完，洗了手后起身收桌子，走吧，带我去南城分部。南城分部的入口也在一家不起眼的奶茶店里。别喝。宁错看江福进去后看菜单，小声提醒，不好喝，还脏。现在的行业里最繁多的就是各种奶茶店，图灵公会建立这个奶茶店只是当作掩人耳目的，有的分部做的挺好喝，价格也很便宜，但南城分部比别处贵1倍，做的还不好喝，都没人来。吧台台面上都已经积灰了，但是故意的，就是为了不让客人来喝奶茶。这样安静，听见有人来，坐在吧台里打游戏的青年抬了下眼，看到是宁错，就又低头继续打，话都没说一句。宁错也没理他，带着江福继续往里边走。等等，就在要进入后门时，青年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似的，又抬头看着宁错身边的女孩。青年视线在江福脸上停留了一瞬后，皱眉，他是谁？江福的名号也只在图灵师内部高层流传，有很多偏远分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见过他，只知道有这号厉害的人，而一个都不算图灵师的看门的，自然更不认识。江城派来的图灵师。宁错淡淡说了一句，让江福进去，自己也进去把门关上。青年顿了顿，退出游戏，打开通讯录，找到司徒行的电话打过去。江城派的人来了，老板是个女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所有图灵公会分部的设置都差不多的。宁错用自己的权限开门，带着江福进去。身穿黑色西装的司徒行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监控里江福的身影，俊逸儒雅的脸上表情微变了变，来的竟然真的是他。旁边坐着的女人起身，齐肩的黑色头发，五官冷峻，穿着上短下长的黑色衣服，有着肌肉的腰肢肚脐露着，英姿飒爽。他搅拌着手里的咖啡，过来看了一眼，他就是江福。司徒行点头，表情凝重，他来就有点麻烦了。傅彦熙又坐下，敲着二郎腿，喝了口咖啡。你不是说他爱钱吗？他要多少钱，我开给他。他这个人是爱钱，但也要看是什么钱，脾气古怪，下手又狠，从没人摸清他的真正能力。司徒行抿唇，不好惹，不然公会那么多的图灵师加起来也能弄死他，也不会忌惮这样一个小丫头。傅彦熙漫不经心，是人就会有弱点的。司徒行以为江福会先来见他，正准备让傅彦熙先躲一下时，监控里的江福却被宁错带着从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走了过去。那个方向是停尸间。不好！司徒行拿出手机给宁错打电话，传来关机提示音。是个死小子！司徒行磨牙低骂了一声，又给别人打，给我拦住宁错和江福。他起身就往外走。傅彦熙摁住他，他再厉害还能掀翻这里不成？司徒行和他对视，眼底满是阴沉的冷。他能，因为这种事情他以前做过，那是他进入图灵公会以后所待的第一个分部，因为年龄小性格怪，又是个瘦弱女孩，那个分部很多图灵师欺负他，他灭了那个分部，那个分部里的欺负过他的图灵师都生不如死，他的传奇自此烙印在图灵公会，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认识他，也听过这个传奇。他谁都不怕，谁都敢揍，一言不合就灭族，强横无比，并且铁面无私。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总部才让江城派他过来的。若被他发现端倪，他们一个个全都得完。但你越去越阻拦，只会越显得你心虚。傅彦熙面无表情，更会让人怀疑你。司徒行一顿，后知后觉，眸色晦暗不明，倒也是，即使能看出异样，他又不知道是谁。邢总不让进。停尸处门口，两个安保室的人紧紧拦住，其中一个皱眉，宁错，这是南城分部，又不是江城，
你也知道我们分部的规矩，你也不要为难我们。他是工会最高层派来的，有权对尸体进行查验，邢总那里也没有权利反对。宁错面无表情，你们再不让开，就不要怪我没劝你们。两个保安依旧一动不动。你这是在威胁我们？砰砰，话未落，迎面伸来一只脚，两人被齐齐踹飞。江福收回腿，掸了掸本来就是褶皱款式宽松裤腿，开门。宁错连忙上前。其实这里本来不是停尸处，是一个小冷库，临时用来停尸了。里边狭小昏暗，透着阴冷。进来人后，感应灯自动亮起。两具尸体被放在临时床架上，用白布盖着。江福从上衣口袋里掏了个一次性口罩戴上，走过去把两张床上白布同时扯开。上边躺着的两个人都像是被吸干了血肉一样，只剩下枯干的皮依附在骨头上，只能看出人形，都是男性。江福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次性手套戴上，捏住他们的下巴，从头到脚观察了一遍。很明显的，这两位屠灵师是被吸干生机而死的。灵种可以吸食人类生机，让自己变得强大，而拥有特殊能力的屠灵师体内的灵气生机会比普通人更浓，是四灵的上等肥料。屠灵师被杀这种事情，工会里以前也发生过，是在赤离死后的那段时代，失去了镇压者，工会差点因此颠覆，最后是那一代会长云素出现，抄底解决镇压了工会混乱。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宁错用手捂住口鼻，福姐你觉得谁干的？江福道，不知道。被吞噬掉的人，生机和灵魂是都会熄灭的，连召唤灵体都做不到，没有办法询问死人了。走吧。江福检查完后，把口罩和手套都取了，扔进门口垃圾桶，双手抄在兜里，步伐潇洒，去见见你们的负责人。从监控里看着他过来，傅彦希走进书架后边暗室。司徒行稳重地坐在椅子里，端起傅彦希没带走的只喝了一口的咖啡，呷了一口。听见敲门声时才换了监控，淡淡开口，进。宁错推开门让江福进去，他自己待在门外。司徒行抬头看了江福一眼，也没有起身，笑道，真没想到简委书竟然舍得把你派过来。江福则道，你没想到的多了去了。呵呵，坐。司徒行让他坐的话还没说完，江福就身子一歪，坐在了会议桌上，气势嚣张的比他高出一截。江福清冷的视线看着他，如枯井无波。司徒行，你应该知道身为屠灵工会的负责人用自己的屠灵师饲养灵种是何后果吧？司徒行端着咖啡杯的手一顿，笑得散漫，当然知道，你不会怀疑是我自己干的吧？难道不是吗？江福平静地笑着，周身散发的气息却透着压迫，整个会议室都冷下来。司徒行一滞，眯眼，江福，工会里的人都让着你，忌惮你，的确是因为你厉害，可你再厉害也不能随便诬陷负责人。江福沈笑了一声，视线落在他身后的书架上，里边躲着的人是你的情人。司徒行没想到他竟然这都能发现，神色又一滞，垂眸，我的女朋友。他淡笑，你该不会连我有女朋友都要管吧？当然不会。江福从桌子上跳下去，转身离开，告诉你的女朋友，傅家要完了。哦，对了。走到门口的江福又回头看着他，歪头一笑，还有你也会一起完蛋。门关上后，傅彦希从暗室出来，这个江福果然不一般，不过他目光阴沉，眼底露出讥讽，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让我傅家完蛋。屠灵师的规矩可是不能对普通人类出手的，他就算再厉害也得遵守屠灵工会这条守则，而且现在的傅家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让傅家完蛋，狂妄。江福这等于是直接给司徒行下了死亡通知书。宁错还忤逆了司徒行，他不敢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在司徒行想起自己找自己之前，跟着江福一起离开。福姐，外面宁错小心翼翼地看着江福，那个，你肯定会罩着我的对吧？江福要是不罩他，他回头肯定得被司徒行他们收拾。江福则道，当然，毕竟你算是我的人。嘿嘿。宁错瞬间放下心，搓着手笑道，那福姐接下来去啊？你真确定是司徒行干的了吗？不确定啊。江福的语气漫不经心。他愣愣，那你刚才说的那么理直气壮又嚣张狂妄的？哦，吓吓他。江福淡笑，乍一乍。江福半眯了下眸子，若真的是他的话，在我这些话后，他必定会做出防备反应的。若不是他，从一开始他就会坦坦荡荡，而不是在第一个屠灵师死的时候隐瞒，直到瞒不住才说，今天看见他又那么心虚。而且他身后暗室里的确藏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他并不认识。那句告诉你女朋友傅家要完蛋了的话，也就是随口一说，诈诈他们呗。若不是自他小时候刚进屠灵工会就灭了一个分部后，屠灵工会就出了新的规定，必须有证据才能够对负责人进行惩治定罪，
他现在已经送司徒行去见阎王了。江福问宁错，今早在码头受枪伤，那个人在哪？医院。我知道在哪，因为是恶灵伤人，宁错一直盯着这件事的，我带你去。南城新人医院。宁错在护士站打听了一下，今早送来的病人。打听完回来跟江福低声说，护士说有个长得很好看，一看就是贵族少爷的人来给他动的手术，现在伤者还没有醒，但警方也派了人手在这里等着他醒。江福手里是刚才在医院隔壁超市买的雪糕，葡萄干和哈密瓜口味的，他撕开包装边吃着边往里走。人在哪个病房？在住院部 VIP 病房809。宁错在前面带路。两人等了1分钟，才终于有一部电梯下来。里边除了电梯服务员，还有3个男人，穿着黑色的外套，戴着帽子，手里拎着个袋子。电梯里的中年男人看着电梯外的女孩那张只要看过一眼就永生难忘的绝色面孔，一愣，江福。江福也一顿，笑得乖巧礼貌，祝叔叔。祝向和很是意外惊讶，你怎么在这里？江福，来探视病号。祝向和微点头，你们要么出去聊，不要打扰其他人用电梯。电梯服务员打断他们的对话，这里是医院，医生病人护士来来往往，电梯不能被占。对不起。祝向和不好意思地跟他道歉，从里边走出来，问江福，你要上去吗？江福点头。江福。在江福要电梯时，祝向和有些犹豫地喊住他，好不容易见到你一次，你能不能抽个空，我们吃个饭？晚上吧。江福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祝向和身后的李斌和许飞瞬间都凑了上来。祝队。李斌满脸的惊艳和好奇，刚才那女孩谁啊？好漂亮啊。祝向和顿了顿，算是我一个朋友的学生。许飞嘿嘿笑起来，那她有男朋友吗？李斌眼睛也亮晶晶看着他。祝向和面无表情，她不是你们能够得着的存在，都给我收起你们那点非分之想。电梯停在8楼，宁错找到809病房，先悄悄透过门上透明的小窗，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了一眼。如果里边没有陪护，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你们在干什么？下一刻，冷喝从身后传来。宁错一激灵，下意识窜到了江福身边。靠在墙上吃雪糕的江福抬头和沈平安四目相对。沈平安一怔，江小姐。江福眯了下眼睛。病房里的人听到动静，打开门走了出来。江小姐。沈继之看到是江福之后，墨眉微挑了，掸了掸自己身上的白大褂。江小姐，这次总不能说是我跟踪你做尾随痴汉了吧？所以那个护士描述的长得很是好看，一看就是贵族少爷的人，是沈继之。是了，这位中州太子爷是人称医界圣手的，会医术正常。沈继之勾唇，这要巧，看来我和江小姐是真有缘。是啊，巧，真是巧，他妈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江福皮笑肉不笑，是啊，主子。沈平安顿了顿，看了眼宁错，走过来，低声把他们刚才鬼祟模样跟沈继之说了。沈继之看着江福，江小姐来这里是有事。江福舔了下牙尖，来探望里边的病人。沈继之微顿，江小姐认识贺贤。江福吃着雪糕，含糊不清的啊了一声。沈继之怔了下，眉心微蹙起，你们怎么认？能进去吗？江福脑袋微偏，眨了下眼，无害单纯。沈继之看着他，身子往后让了让，你在外面等着。江福跟宁错说了一句。病床上躺着的青年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唇色发青。江福咬着雪糕，想伸手掀开他身上的盖着被子，手都摸到了被子，又顿了一下，抬头看沈继之，可以看看他的伤口吗？你可以。沈平安刚想说什么，沈继之拦住他，淡笑开口，里边伤口是缝合的，只解开外面的纱布就行。沈继之拿了剪刀，直接剪开。贺贤的心口下边一点有一个巴掌大的伤口，已经上药缝合了，还在从线缝里往外溢出血水，让大半个胸膛看起来都是红的，有点血腥，恐怖骇人。江福问，重的枪伤？沈继之点头，伤口有腐烂，把腐肉挖了。他给贺贤注射了特殊药剂，伤口也用的特殊止血药，可看着伤口的情况根本维持不了多久。沈继之谋人漆黑的看着江福，江小姐也会医术吗？会一点。江福偏头，不然怎么敢卖仙丹呢？好有道理，他那个地摊上的确卖的有仙丹那种药丸。沈继之谋人漆黑，那江小姐看出什么了吗？贺贤的伤口是被灵种伤的，散发着普通人看不见的黑气，沈继之那些药根本压不住，过不了多久伤口会继续腐烂，蔓延全身，整个人都会烂完。你昨天不是在我摊上买了一堆的符纸丹药？江福抬头看沈继之，里边有个红色小瓶子，有个绿色的，红色瓶子里的伤口外敷，绿色瓶子里的药内服，一次3粒。沈继之微顿，
沈平安愣了下，那些东西，他摊上那些药，不是忽悠人的吗？沈继之也又怔了下，喊沈平安去取。沈平安抿唇，还是去了。把那些符也拿过来。江福又喊了一声。昨天沈继之把江福摊上的东西包了个圆，分类装起来，全都还在车上放着。车子就在楼下院子里。不到10分钟，沈平安就提着2个巴掌大小的塑封袋回来，一个里边装着2个药瓶，一个装着符纸。主子，沈平安有些犹豫，因为这些东西他们也没检测，江福那语气态度也都太像神棍了，没有一点的可信度。万一用了之后有什么问题？我人在这儿呢。江福似乎看出他们的迟疑担心，散漫道：有事直接找我呗。您坐在门口趴着看里边情况，嘴角撇了又撇。他符姐的药和符纸，那可是千金难求的，那是真神药，不识货的。沈继之又看了一眼江福，从沈平安手里接过袋子，绿色小瓷瓶里是像救心丸那么小的绿色药丸。沈继之捏住贺贤下巴，塞了3粒进去，想给他喂水时，江福道：入口即化的，不用水。沈继之微顿，又把红色药瓶里红色粉末倒在贺贤伤口处，还用棉签把伤口涂匀。绿色药瓶里绿色药，红色药瓶里红色药，这谁看起来会觉得正经啊？可主子信他。沈平安抿唇站在一侧，也不敢说什么。红色药粉倒在伤处后，直接就化开融入了皮肤里，很快伤口就停止了往外溢血，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了层红色薄痂。沈平安一愣，真的有用，不是骗人的。沈继之眼眸更黑，深处闪过了一丝惊异。沈少爷这么聪明的人，应该知道他这伤不一般吧？江父把沈平安拿来的另一个袋子里的符纸拿出来，3张全都叠在一起，在骨节分明的手指间飞快翻飞折叠着。沈继之的视线落在他手上，知道他是被恶灵伤的。符纸被江父被折成了一把剑，扔给沈继之，他2小时后就会醒，这个给他贴身放着，可保恶灵不近身。外伤药1天1次，内服1天3次，一次3粒，3天就好了。我昨天卖你们的量刚好够，2小时后我会再过来的。江小姐，沈继之视线从他手上收回来，接住符剑，清冽如水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也知道恶灵的存在吗？江福挑眼，你们真以为我挂算命风水胡挂的？不能怪他们不信，实在是江福在古镇里那无比随意的摊贩模样，没有一点可信度。而且这妖牛逼的药就那样摆在摊上，谁会信他是真的？沈平安低着头摸了摸鼻子。沈继之轻笑，没有，我相信江小姐的实力，不然也不会想要请江小姐做我保镖。江福抓着外套帽子往头上一扣，双手抄进口袋，迈着修长的腿转身离开，满身冷酷疏离。晚上6点40分，南城一品饭店2楼包厢。看到江福进来后，祝向和连忙从椅子上起身。江福，他一个人来的，面对江福态度有些小心翼翼。江福伸手搭在他肩膀上，把他摁坐下去。祝叔叔不算是外人，不用这么客气。祝向和心情复杂，一晃眼你都长这么大了。江福没什么反应，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祝叔叔找我是有事吧？祝向和顿了顿，抿唇，直接切入正题。你既然在南城，应该知道南城最近诡异的死了很多人吧？江福点头，知道，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祝向和一愣，又回刑警队了。他第一次见江福的时候，江福不过才12岁，是帝国督察院上一任老院长把他带回来的。一个12岁的孩子在督察院这种地方就是添乱，可没几天，那个12岁的孩子就帮他们督察院破了好几桩被分为 S 级的刑事案件。他是一个用天才来描述都觉得是贬低他的人。院里给他特例，让一个小孩加入了督察院最高刑侦队，因为太惊人了，怕他引起社会注意被害，他在督察院待了3年，也就只有督察院高层知道。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就离开了督察院。如果他能回来？没有。江福摇头，是其他的工作。这样啊。祝向和眼里刚升起的激动喜悦瞬间暗淡下去。那你今天去医院也是探望今早被枪伤的那个伤者的吧？在江福点头后，他继续说，我也是，他是最近以来唯一被伤到后还活着的活口。我们去的时候他昏迷着，我们什么都没问到。既然你也是为这事来的，那我就都直说了。祝向和从自己左边空凳子上放着的黑色手提包里拿出几张纸质资料递给江福，这是这半个月来南城死亡的6个人资料。半个月前的一天深夜，有个跑夜路的司机看到路灯上挂着个人，一开始以为有人上吊，跑过去救他，结果到了近前发现已经是具尸体，用绳子穿着挂在路灯上。而这具尸体的模样就像是被风干了一样，干巴巴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血肉。那个司机一开始还以为是谁弄的木乃伊人偶挂在那恶作剧吓人呢，骂了几句也没报警，把尸体扔在路边就又走了。直到第二天早上，
有路过的人发现报警。之后这半个月里的右5具尸体也都是那样。经过法医鉴定，那尸体就像风干了几十年的枯木，连什么时候死的都无法断定。几具尸体的死亡地点也全都不一样，干巴的脸原来面孔模样都没办法辨别还原，无法在人口库对比。一开始他们甚至也以为是哪个人从哪弄出来的假尸体，故意在搞恶作剧戏耍警方。祝向和是南城警局刑侦队队长，他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就让人调查南城最近有没有人失踪，还没调查完就有人报失踪案。根据失踪时间来对比，判断出了受害者死亡时间，全部都是现死的。他们调查后发现死的这几个人平时都与人和善，连跟人发生过大口角都没有，更不要说仇人。特案组查了半个月，什么也都没有查到，诡异的不像人干的。祝向和眉头紧锁，我们怀疑跟傅家有关，但没证据。傅家在南城一手遮天，握着南城所有码头，干过很多肮脏的事，比如走私枪支弹药、特殊器械药材，还开了几个地下赌场，还有偷贩禁药。江福抬眼，什么禁药？道上叫他换青素。祝向和从自己手机里翻出资料照片，是一种白色的药粒，说是可以包治百病。换青素的种类不止药粒，还有一种丹药是粉式，宣传里除了普通的伤痛感冒能治，还能治各种特殊疾病和癌症等。有些人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神丹。这个药在黑市和暗网流通，我们通过特殊渠道费了好大的劲儿，在黑市买了一颗换青素，经过检测发现它的确有药用，但实际上人吃多了以后会上瘾，并且身体器官会衰退，只是被药物麻木感觉不出来，还以为自己身体疾病好了，根本无法彻底的治愈什么癌症绝症。一旦不吃断掉，身体病症就会加倍痛苦，严重的话还能让人失去理智，变成傻子，吃死的也有。经过各方面测量分析，这个药最终被督察院列为违禁药物，禁止市面再流通出售，可他们根本管不住黑市和暗盟那些地方。江福慢吞吞道，这跟最近死的人没关系吧？祝向和一顿，有些尴尬，是没有直接关系，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敢肯定这次南城诡异死人事件跟傅家有关。我就想着趁这个机会一起把傅家查了是吗？江福接过他的话，捧着碗喝了口汤。祝向和点头。3年前他因为一些事被调到了南城刑侦队，察觉傅家有问题后就在查傅家了。可整个南城都在傅家手中，没人敢得罪忤逆傅家，他们没有确切证据也不能胡乱查办。祝向和就暗中调查，这几年也有了一些证据，因为最近死了几个人，他才终于有了正当理由大张旗鼓地检查码头走私。依照他的意思，那就是直接把码头封锁，查个透天。可傅家权大势大，特别组一些高层都不敢得罪，傅家不同意封锁码头，他们也只能那样查。江福不紧不慢看了他一眼，你想让我帮忙？祝向和张了张嘴，神情紧张。如果你有空，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工资。如果自己查的话，祝向和也相信自己早晚都能查办。可这2年他在南城出过好几次意外，差点死掉，他心中怀疑是傅家干的。1年前祝向和查过傅家少爷傅明峰一桩案子，明明真的害死了人，2条无辜人命，他都不顾所有人报复，把傅明峰抓了进去。可进去不到1个小时，傅明峰就被无罪释放了。局长一句话不说，所有人都畏惧傅家，因为有人说南城这个傅家是中州那个古老财阀世家傅家分支，没人敢去得罪。而傅明峰出来后，好几次故意找他麻烦，也几次差点弄死他，各种挑衅针对他。就算祝向和来自总务督察院，傅家若想杀他，不用遮掩，也没人敢找傅家麻烦。傅明峰没直接弄死他，就是在故意挑衅他，羞辱他，耍他。祝向和目光复杂，别人都说南城的侦察局形同虚设，是傅家养的狗，可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挖傅家的犯罪证据，但目前拥有的那些并不能置傅家于死地。这次不一样，如果我们能查清命案，确定跟傅家有关，再找到傅家走私那些证据，督察院就能证据确凿的下令查办傅家。他们自己有点困难，但若江福出手，绝对轻而易举。所以今天在医院里看到江福那一刻，他动了心思。祝向和态度诚恳，虽然你早就已经离开了督察院，但只要你帮忙，多少钱我都尽我全力给你。他知道江福喜欢钱，连个罪犯都没办法，只能看着他逍遥法外。在南城这几年，是他觉得自己进入督察院以来最失败的几年，有好多次都想要不干，可他又不能不干，只能面上忍，暗中收集证据。祝叔叔，江福单手直腮，我这次来南城就是为了查这几条人命，如果真跟傅家有关，我肯定会管的。贩药那些事我也可以顺手帮你查查，不过要让督察院付我钱。祝向和顿了顿，轻笑，没有问题。江福不愿回督察院，但只要他愿意帮忙，付给他一些工钱，督察院也求之不得。江福没再说话，看着手机图片中的换青素，眼底晦暗不明。晚上8点多，
贺贤真的醒了，并且他伤口周围腐烂的红都消退了不少。沈继之又给他检查了一遍，身体机能已经正常了。沈平安不语，只回到车上，把整个装从江福那买的药的箱子外包装全消了遍毒后搬到了病房。他这个啥都干，送子弹去化验回来的薛鹤一听了这事都不由得震惊，是真啥都干啊。他们在平南古镇看到江福那个地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他那些东西是真的有用，就算有用，可能也就是一些普通止血粉和保健品，毕竟谁会拿这种这么厉害的药摆地摊，还是看起来很廉价的神棍地摊，要用也不说。给我弄点。薛鹤一拿了个空瓶子，装了一丁点红色药粉，又拿了颗绿色药丸，等到明天我也送去研究室研究一下。他话刚落，病房门被敲响，江福和祝向和一起过来了。在介绍了之后，贺贤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毫无血色，看到江福后怔了片刻，有点乌青的唇瓣蠕动，谢谢江小姐救命之恩。救你的是沈继之，不是我。江福淡淡道。但要是江小姐的。沈继之抬了下头，身上的白大褂敞着，笑得温和惑人，清冷也厉得不染尘埃。江福面无表情，要是你买的，就是你的。沈继之微笑，若不是江小姐来告诉我，我也不知道那样能用是能够来救人的。这倒也是。江福挑了下眉，拿出手机，打开手机二维码，微笑，那看诊费10万。沈平安跟薛鹤一嘴角抽搐，贺贤摸不着头脑。沈继之一阵失笑，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自己手机，找到他微信，我转给你，扫码就行。江福把自己手机伸过去，沈继之笑笑，已经转。话说了一半，转账页面弹出来了一句，你不是收款方好友，对方添加你为好友后才能发起转账。沈继之脸上笑容滞住，他抬眼，手机页面举给江福看，似笑非笑，江小姐的好友位30万只能留1晚吗？什么？薛鹤一好奇地探过来脑袋，看清后瞪大眼睛，江福把你删了？昨天下午在平南古镇花了30万加上的微信，两个人一句话都还没有聊过，怪不得江福刚才非让沈继之扫码而非转账。薛鹤一嘴角抽搐得更厉害。江福瞥了眼沈继之，温吞道，我只说了加，又没说加上之后不会删，你也没说不能删。理不直气也壮的语气。贺贤依旧不明所以，宁错趴在门口，眼睛眨巴着，也不明白发生了啥。祝向和站在旁边看着这几人，没有说话。哼，沈继之喉咙里溢出一声哼笑，嗓音烈然，那江小姐顺手加上不删要多少钱？100万。江福职业微笑，1个月。还真敢开口啊。薛鹤一目瞪口呆。沈继之眉眼微挑，那我就先包1年的。薛鹤一想说什么，但看着开始转账的沈继之，又闭上了自己的嘴，拽住沈平安到病床边看贺贤去了，不参与他们这情趣。反正他们这位小六爷什么都不多，就钱多，这点钱不算什么。俩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管不着。有钱人就是不一样。1200万到卡里后，江福低啧了一声，把沈继之给加回来，看向病床上的人，贺贤是吧？这位祝警官找你。贺少爷。祝向和取出自己的证件，走到病床前，给贺贤看，我是南城刑侦队的队长祝向和，想问你一些受伤细节。想到受伤时的情况，贺贤脸色就很难看。今天早上我只是路过西区码头，看见有人遇到危险，就想去看一看，谁知道刚站在码头上，就有人朝我开了枪。他出身贵族世家，为了防止被不法分子绑架，从小被妈妈耳提面命的练习武术，还把他送去中州那边依旧存在的老古武门派学过几年，能够自保，出门也有保镖。今天早上那子弹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绕过所有挡在他身前的人，直到击中他才停。祝向和晚上跟江福一起来的，没有带其他人，做笔录也太慢，就直接用录音笔录音。贺少爷还记得什么更多细节吗？那个子弹上裹着层黑气。贺贤回想着，快到近前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道黑雾，从那子弹上飞出来的，黑雾里有张诡异的脸，他怎么都躲不掉。祝向和顿了顿，子弹能让我看一看吗？我拿去化验了。沈继之清淡嗓音响起，结果还没出。我看了。薛鹤一道，不是追踪弹，就是普通子弹，上边也没任何花纹 logo 之类痕迹，是邪气。江福开口。病房所有人都看向他。江福双臂环胸，靠在墙上，没有多做解释，对祝向和说，祝叔叔，这是非自然事件，你们插不了手，只负责查控码头就行。祝向和以前身为警法最高局督察院的人，接触过一些非自然案件，也在督察院档案库里知道世界上有2个管理非自然事件的组织，一个叫龙组，专门处理非自然事件和一些世界异常灾难以及保护人类世界的组织，一个叫做图灵工会，也是维持人类世界和平，专门处理非自然邪灵事件的组织。江福小时候被带进督察院时就很神秘，
他并不一直待在督察院里，只是有事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其他时间都自由。他总是说他打好几份工，其中一个似乎就跟图灵工会有关，可祝向和也见他帮人找过丢失的猫狗，帮小学生写过作业，还会写程序软件，好像只要给钱什么都做。祝向和知道江福的厉害，他说他管不了，他就一定没办法插手，需要什么可以随时找我。江福也没在这里待多久，跟祝向和一起离开了。看着江福身影消失电梯里，沈继之打了个电话出去。对面齐胜语气恭敬，季爷有什么事吗？沈继之眸子微眯，问问图灵工会派来南城调查图灵工会分部异常的图灵师叫什么名字。图灵工会负责除灵，龙组负责维护人类世界安全，两个组织虽然有签订协议，却也彼此互不相干，有事也是专属负责人对接。两个组织的成员名单，不管在自己内部有多出名，都是不可能跟对方组织去说的。龙组对图灵工会的了解，也就只知道图灵工会的总会长是谁，一共有多少图灵师，却不知道每个图灵师的名字、身份、来历。那是图灵工会的内部私密，就算是龙组也没资格知道。此次南城的事闹得有点大，资盛以龙组也派人调查，要跟图灵工会派来的图灵师对接为理由，从图灵工会跟龙组的对接那里问到了此次处理南城事件的图灵师名字。齐胜跟沈继之回话，叫江福。果然，沈继之并不惊讶。静了片刻，龙组不用派人来了。晚上9点多了，宁错给江福订好了酒店，还有夜宵。他被司徒行抓住问，宁错不敢回分部会里，也不敢回自己家，就也跟着江福住酒店。江福先洗了个澡出来，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拿过在外面桌上一闪一闪的手机。左运发来消息，南城的事已经属于扰乱人类社会，是图灵工会失职，按照协议，图灵工会必须解决，给龙组一个交代。龙组也派了人来监督这次图灵工会行事。188xxxx8888是对接人的手机号码，对方到达南城后会跟你联系，交接合作。左运，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都是龙组派来的，若惹到你的话，我也不说让你忍，你下手轻点，别让龙组抓到把柄，免得那边又找事说我们破坏了和平公约。江福看着这尾号1串8的手机号回了个哦。宁错点了外卖夜宵。江福不喜欢头发潮湿的感觉，毛巾擦着太慢，他先去烘干了，刚准备去吃夜宵，手机响了下，专门跟图灵工会联系的手机卡里进来一条号码没备注名字的短信。你好，江小姐，我是龙组派来南城的对接人，明天上午有空吗？南城一品饭店见面。江福视线落在手机号上，半眯了下眼睛。是那串8。4日上午8点半。南城一品饭店。江福踩着点到，跟前台说了预约号码后，前台喊来一个服务员，带着江福上了2楼。203包厢。服务员敲开门。江福进入包厢，看到包厢里坐着的人时，怔了一下，无语。你就是尾号8888。沈继之起身走到江福面前，笑着朝他伸出手，再次介绍一下，我是龙组派来解决南城最近异常，此次监督图灵工会行事的负责人沈继之，还请江小姐多多照顾。看到他一点都不惊讶，很难不怀疑沈继之早知道他，甚至他还有可能是故意来当这个对接人的，为了雇佣他当保镖，还真是伎俩百出。哦，江福面无表情，无比敷衍的用指尖碰了下他的手，见到了，我走了。沈继之好笑，我们现在应该对接一下吧？江福皮笑肉不笑，对接你千方百计接近我。沈继之顿了下，叹气，谁让我找不到比江小姐更厉害的人来给我当保镖了呢？江福眉梢微挑，斜睨了眼身后门口站着的沈平安。沈平安微笑，我是主子的生活助理。江福没什么表情，在餐桌前坐下，那就上菜。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了招牌菜。沈继之又笑了一声，他来得早，不知道江福喜欢什么，也没办法开口问，就把一品饭店所有招牌菜点了一份。江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也没有不喜欢吃的，他不挑食，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吃。关于南城有人类被恶灵屠杀这件事，江小姐目前有什么头绪吗？沈继之谈正事。南城图灵工会分部会长司徒行跟富家大小姐关系密切，99%是他们干的。江福边吃边说，目前证据不足，他行事不需要什么证据，但这次事情严重，龙组监督，图灵工会那边一直强调着和平公约，必须要证据确凿才能动手，免得被龙组抓到把柄，借机找图灵工会的茬。只要不是惹到江福脸上，江福什么都无所谓，只要钱到位，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果然是富家。沈继之对此没有意外，看着大口吃饭的江福，江小姐很缺钱吗？江福瞥了他一眼。据我所知，图灵工会是不会让图灵师身兼数职的，但江小姐似乎是个例外。沈继之语气慢悠悠的，你这么厉害，如果不是因为缺钱，应该不会啥都干。江福认真看他，我跟你现在算临时同事关系，请保持边界感，不要窥探同事隐私，工作时间不要谈论跟工作无关的事。南城一共4个码头，
为了让利益效率和经济共进，4个码头都走货和载游客的邮轮。其中1号码头走货最多，码头整齐堆放着各种颜色的集装箱，人来人往，货船邮轮忙碌。南城刑侦队带着几条警犬对货物搜查，祝向和带队，贺贤就是在这里受的伤。吃过饭后，沈继之以龙组监工的名义跟江福一起过来了，两人不紧不慢走在码头。一艘3层邮轮靠岸，3层甲板上站着的傅明峰冰冷视线扫过码头，看着搜查货物的刑侦队和那些警犬，朝身后属下勾了勾手指，我不希望中午还看到这些狗。是。属下微顿，那这些刑侦队的人呢？祝向和命大。傅明峰正欲说什么，却顺着祝向和的方向看到了2个人，一男一女，都身形颀长。男的顶着头雾蓝短发，女的乌黑长发披散，都懒懒散散地靠在一个红色集装箱上，在上午不烈的太阳光辉下，皮肤都白得发光，背景的红色把他们映衬的都像是画，漂亮的惊人。沈继之、傅明峰认出沈继之后，狭长的眼睛微眯，清俊的眉目里透出阴冷。我还正愁怎么杀你呢，你自己就来了。他救了贺贤。身后属下低声说了一句，他救不了。贺贤的伤可不是人为的，沈继之医术再好他也是人，他救不了。傅明峰唇角勾得恶劣阴森，视线落在沈继之旁边的清冷女孩身上，这女的是谁？属下摇头，不认识。中午前我要看到她的资料。傅明峰盯着江福舔了下唇角，这么漂亮的美人儿，如果是沈继之的女人，那一定更好睡。祝向和在跟江福和沈继之说码头的情况，南城4个码头他们都在搜查，这个最大的放在重点追查目标里。祝向和说，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发现。沈继之双臂环胸，慵懒地靠在集装箱上。你们借着这次死人事件这么大张旗鼓，傅家就算有什么也会收敛的。南城这6条人命惊动的除了普通警司，还有特殊龙组和图灵工会。如果真是傅家和图灵师勾结豢养恶灵杀人，这件事情就更不一样了。傅家即使不怕普通警司在南城再一手遮天，也不敢不畏惧图灵工会和龙组。祝向和抿唇，我知道，但我就是想，他们会不会也想到我们会这样想，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难得有一个能够让傅家无法拒绝的大张旗鼓查港口货物和傅家的机会，即使知道找到证据的机会渺小，他们也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那视线即使很远，但太过直白炽热，想让人忽视都不能。江福抬头，视线落在正从码头出来的穿着黑色西装、戴着钻石耳钉、容貌俊逸的青年身上。傅明峰勾着唇和他对视，远远摆了下手。江福眯眼，沈继之顺着他视线望去，傅明峰，傅家2少爷，傅彦熙一母同胞的弟弟。祝向和也看见了，皱眉，傅家这姐弟俩都狠，还不是一般狠。都传傅家宗族在中州是古老豪门财阀，而南城这个傅家是他的分支。傅家上任家主叫傅龙，也就是傅彦熙和傅明峰的父亲。傅家财权大握，傅龙除了一个妻子，还有很多个情人，私生子也很多。可那些私生子不管男女都活不过10岁，总是会出车祸、掉池塘淹死、食物中毒身亡等各种因素死亡。前2年傅龙病逝，把傅家大权传给了傅彦熙，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来看，是傅彦熙杀了傅龙夺权。祝向和压低声音，如今傅家傅彦熙掌权，而傅明峰就是个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还很坏。那些私生子女也跑不了傅彦熙姐弟俩。可每一场都制造的意外，也没有任何人报警，他们警局掌握的又是小道消息，也没办法冲到傅家抓人定罪。远远的就看到沈少爷这一头骚包蓝发。傅明峰的声音比人先到近前，散漫邪气，怎么来南城旅游？沈继之笑得散漫，说不定是来杀你的呢。傅明峰的年龄比沈继之还要大2岁，听到沈继之的话后，傅明峰脸上笑容滞了下，随后像听到什么玩笑一样捧腹大笑，那我还真是期待啊，谁杀谁还不一定呢。走了。江父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沈继之也跟着离开，连个眼神都没再给傅明峰。傅明峰目光阴鸷地盯着他们背影看了会儿，嘴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笑，祝队长啊，你还真是嫌自己命长啊。祝向和冷冷看他一眼，也没有搭理他，回到队里带着属下和警犬继续排查码头。傅明峰舔了下牙尖，我要沈继之死。沈继之去了医院，他得去给贺贤换药。江福带着宁错去了傅家。傅家的庄园是独立的，在这繁华的南城里也格外豪华，像是一座中式园林。宁错低声问福姐，有异常吗？林种一般夜间出没，他从基地出来没带装备，不太能在白天感受到林种。江福晃了晃手腕，腕间的铜钱铃铛响声清脆，傅家园林上空笼着无形黑气。有。宁错神色一凛，那是直接冲进去还是什么人？因停得太久又没下来人，守在傅家大门口的保安察觉异常走过来质问。宁错正想说什么，一辆价格上亿的限定跑车
伴随着轰鸣的音浪横向漂移，停在他们旁边。副驾驶上，傅明峰摘下墨镜。少爷！2位保安立马恭敬的行礼。傅明峰冲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回去岗位，看向旁边车里江福，怎么，美人不喜欢沈继之，找我投怀送抱，调戏他福姐，简直嫌自己命长。宁错面无表情，你是不是有点自恋了？傅明峰漫不经心，我知道你是图灵工会南城分部的，我也知道这位美人姓江，来自江城一个叫啥都干的组织。短短半小时，他的人就已经查到了资料。对于自己的资料，除了一些不能让人知道的之外，啥都干这些江福并没隐藏，随便去江城深查一下都能知道，只不过表面上依旧只是小工作，杀人放火之类的属于加密渠道。啥都干。傅家以前查过这个组织，还试图招揽收购，但失败了。傅明峰视线赤裸的看着江福那张脸，怎么，沈继之雇佣你用美人计来勾引我？江福面无表情的看向他，即使了解这位傅少爷不干人事的顽劣作风，宁错还是被他给无语到了。我说傅少爷，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还美人计，江福勾引他，他配吗？还是你眼瞎？宁错，没看到个人简历写的不出卖色相吗？傅明峰就跟没听到宁错的话一样，直接忽视宁错，目光邪气的看着江福。虽然我这个人觉得别人用过的东西脏，不过像江小姐这样漂亮的，即使被沈继之睡过我也能接受。傅明峰，宁错面色阴沉起来，想说什么，被江福伸手拦住了。呵，江福喉咙里溢出2声笑，不像动怒，反而像听到了什么笑话。宁错目光悠悠，你完了，傅少爷。那个啥都干组织虽然有点邪门，但在傅明峰认知里，江福也不过就是那里一个员工，给小学生写作业，帮街头老太太找猫，帮餐馆要债，甚至送葬私家侦探等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做。他跟沈继之一起出现在南城码头，此时身边又跟着南城图灵工会分部的员工宁错，还出现在傅家大门外，要么是沈继之雇了他来勾引自己的美人计，要么是图灵工会雇他来当私家侦探调查的。但傅明峰倾向前者，毕竟图灵工会那种存在，虽然姐姐很少让他接触，他也多少了解一点。那种非自然组织不可能雇一个普通私家侦探处理这种事情，否则图灵工会也太废物了。何况这个私家侦探还如此光明正大，一点都不专业。傅明峰姐姐傅燕西如果是这南城的皇帝，他就是这南城的太子爷，没人能阻止他干任何事，什么都有姐姐兜底。傅明峰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测的对，就觉得江福是沈继之的美人计，朝江福吹了个口哨，沈继之给了你多少钱，本少爷加倍，以后就跟了本少爷，让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江福语气不疾不徐，你这是要包养我？傅明峰见过漂亮的，甚至连明星都包养过，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但他没见过江福和沈继之这么漂亮的。但傅明峰不喜欢男的，又跟沈继之有过节，那就只能让沈继之去死了。但江福他不舍得，怎么说也得先玩玩再说。江福依旧不紧不慢地坐在车舱驾驶位上，胳膊搭在窗户上，散漫地看着傅明峰。如果我不愿意呢？你身边那条狗难道没有告诉过你这里是南城吗？傅明峰不明意味地笑了一声，在南城，傅家就是天，他想做什么都行，即使杀人也没人能动他。被骂是狗的拧错，怒火起来了，一瞬又下去，冷冷双目看着傅明峰，像看死人。就在这时，突然从傅家大门里边涌出了一群保镖，傅明峰的司机也打开车门下了车，把江福的小货车包围。很明显，江福们不配合，不同意，傅明峰就打算用强的。在傅家大门外，傅明峰即使杀个人也不会留下一点证据，何况还是绑架2个人。傅明峰，宁错目光阴沉下去，既然你知道我是图灵工会的人，就也该知道图灵工会是什么地方。你抓了我，就不怕被图灵工会清算吗？清算？傅明峰嗤笑了一声，你的头顶上司司徒行没有告诉过你，他是我姐夫吗？傅明峰说这话的时候显得还有点得意，图灵工会南城分部已经是傅家的了，他姐姐手段就是那么厉害。果然司徒行跟傅家傅燕西有些什么，现在看来恶灵一事也真是他们干的。宁错看了一眼江福，表情变得有些微妙。傅少爷不会觉得图灵工会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一直放纵他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套话吗？傅明峰讥笑，依旧散漫傲然，我既然敢说，那就不会让听见的人活着出去。宁错挑眉，你难道不知道图灵工会派人来查了？你们傅家要完了吗？傅家的本族在中州，在龙族里也有人，谁能让傅家完？可笑。傅明峰底气足得很，那他也得先活着，管他来几个人调查，来调查的又是什么人？他姐姐都不会让调查员活着离开南城，更不会让信息往外泄露一条。傅明峰看着宁错和江福，打了个响指，一个剁碎了喂狗，一个囚禁起来，等本少爷玩爽了之后做成标本，完美。宁错的表情更加微妙了，这个傅明峰有点脑子，但似乎不多，也就仗着自己姐姐私下才敢各种胡来，以为自己掌握了宁京全部资料，
脑补了一出不知道什么样的狗血剧情。那个男的生死不论，傅明峰下令让保镖动手抓人，女的活抓，下手轻点，别伤到了，不然我会心疼的。打吗？宁错问江福，江福不想打的话，可以直接开车硬撞过去的。江福没说话，抓起驾驶座椅旁边放着的一根棒球棍，开门潇洒的跳下车后，对着冲上来的保镖脑袋就是一棍，梆的一声，保镖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宁错替他疼得捂了下自己脑袋，却没停顿，飞快跳下车也迎上保镖。姐，我这次彻底跟你一条船上了，你回头离开南城一定要把我带走。宁错抓住一个保镖的胳膊，用力扭断，把人踹飞，嘴里朝江福喊话，不然回头司徒行肯定会报复针对杀了他的。江福没说话，玩切水果一样一棍一人，任由血渍溅到脸上，眼睛都没眨一下，来到傅明峰的跑车旁边。资料里说他会点武功，毕竟是在啥都干组织里干的，多少有点自卫本领。可傅明峰没想到他下手这么干脆稳准狠，傅家的保镖脑袋就像棒球，被他一棍一个。傅明峰心头一跳，下意识就明白资料有误，这个女孩比他调查的更厉害，但可能也仅仅就只有这么厉害。他抓住守在自己车边的贴身保镖兼司机挡在前边，自己跳出车往后退。这个保镖叫做赵矿，是个1级雇佣兵，他姐姐特地找来保护他的，身手非常的厉害。傅明峰不信江福能够打得过他。江福淡淡看着挡路的赵矿，直接挥棍打过去。赵矿侧身躲开，反手朝江福胳膊抓去，同时抬腿攻击下盘，极强的力量出拳带着罡风。江福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握着棒球棍的左手背后一抛，被右手稳稳接住，猛地横甩砸出，猝不及防的赵矿左臂直接被打断。赵矿往后退了几步，捂住左臂，面色惨白地看着眼前的女孩。等等，江福停了下动作。赵矿沉声道：南城傅家本族是中州傅家。然后呢？宁错解决掉最后一个保镖，走过来。你觉得我们不知道，还是以为这个能够威胁住我们？我只是告诉你们事实，然后想问一句。赵矿紧捂住自己骨头碎裂的左臂，你们确定能灭掉傅家吗？江福没有说话，挥着棒球棍又砸过去，明艳冷峻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慌乱，只有想让傅家完蛋的狠绝。啊！赵矿突然一声惨叫，倒飞出去。江福看着自己刚碰到他衣服还没打下的棒球棍，脑袋微偏。少爷！赵矿躺在地上，虚弱艰难的喊：跑！然后脑袋一歪，脸上带血的昏了过去。来人！来人！傅明峰已经往傅家大门跑去。江福回神，身影一晃，化作闪电追出去。就在傅明峰要进入傅家的大门那一刻，一棍打在他的后脑勺处。你！傅明峰连威胁的话都没说出，昏倒过去。喂！宁错踢了一脚赵矿身体，非常无语。你这装的也太拙劣了吧！背对着的傅明峰可能以为是他们打的，但宁错和江福却清楚他是装的。赵矿虚虚睁开眼睛，先打量了一圈周围，其他保镖全都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赵矿忍着疼，低声问：那位江小姐是督察院派来的吧？宁错微顿，皱眉：什么督察院？我是卧底。赵矿又一次吐出4个字：宁错，我还是警察呢。我真是卧底。赵矿艰难地开口。赵矿是督察院派出的卧底，未能混进傅家，还没毕业就制造了个家破人亡的身世，在边境那边成为雇佣兵，然后再一次受伤中怕送命金盆洗手，进入一家安保公司给人做保镖。没有任何人知道赵矿身份，祝向和都不知道。赵矿也不想暴露自己，但他以前在私密跟自己的对接人联系时，极其隐秘的在暗中见到过江福照片。看到江福那刻，他就认出来了，可他不能有异样，所以问了那2个问题。如果江福干不掉傅家，他需要继续卧底，还得拼命获取傅明峰和傅家信任。如果江福能，他卧底也没意义了。但江福下手那么狠，他不想真被江福打死，干脆取了个中间值，装晕了。不管赵矿所说真假，他都想说一声溜。傅明峰还没睁开眼睛，后脑勺的疼让他颤抖抽搐，他想伸手去摸一下，才发现自己双手似乎被人捆绑着。睁开眼睛，眼睛也被蒙着一片黑暗，嘴巴也被堵着，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扭动身体想要挣扎，扑腾的双腿却似乎在空中一样，找不到一点地面着陆，怎么踩都是空的，整个身子都在晃荡起来，在不断的往下坠。他被人绑着双手，腾空吊在高处。一瞬间，傅明峰就反应了过来，他身子僵硬，不敢再动，脸上和心中愤怒灼烧，竟然有人敢这样对他。姐，他好像醒了。耳边有声音。下一刻，蒙在傅明峰眼睛上的黑布被取下，入目的是繁华南城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脚下空荡如无边无际的深渊，他仿佛被吊在天上一样。傅明峰吓得浑身发软，拼命挣扎，再挣扎就掉下去喽。宁错咬着汉堡往外看了一眼，这是南城中心的钟楼顶端，掉下去会成肉泥的哦。傅明峰身子又僵住，
两条腿已经没有知觉的笔直垂着，裤子中间湿了一片。他失禁了。宁错找了个委婉的词，免得正吃东西的江福吐出来。身后巨大的时钟里指针指向上午10点11分。江福往前一步，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情况下蹲在钟楼边缘，拨开手中汉堡油纸咬了一口，另一只手勾了下紧绑着下方傅明峰双手的绳子。傅明峰身子摇晃起来，眼里充斥着恐惧，拼命想喊，堵住的嘴却喊不出话。你不是说让我先陪你玩爽了吗？江福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钟楼顶端高空边缘坐下了，双腿放在下去，慢条斯理地嚼着汉堡。现在爽了吗？傅明峰想反抗骂他，嘴里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恐惧的眼里都含了泪，想挣扎却一点都不敢动。江福侧头看他一眼，伸手把他嘴上胶带撕下。江福！傅明峰瞬间发出凄厉鸣叫。你敢这么对我，我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你。放心，我们已经通知你姐姐了。宁错不敢往边上坐，在里边幸灾乐祸。10分钟前，南城图灵工会分部深处部长休息室，手机响了好几遍，司徒行不耐烦的想直接关机，傅燕西快一步伸手捞过。傅明峰打来的。傅燕西让身上的司徒行停止动作，接通，放在耳边，听到电话里声音那一刻，傅燕西猛地推开身上司徒行，翻身坐起，表情变得无比阴沉。他在哪？对方报了地址后，傅燕西气息阴冷，他少一根头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被推开的司徒行翻了个身，长臂搂住傅燕西的腰，轻轻抹撒。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又给你找了什么麻烦？他被抓了。傅燕西的兴致瞬间全无，冷眼看他，被你的人抓的。司徒行手上一顿，你不会要说是宁错吧？他手下这群屠灵师，只有宁错不怎么听他的，但宁错没那么大本事。宁错跟着的是江福。江福，司徒行也从床上坐起来，皱眉，他怎么突然对你弟弟下手了？不知道。傅燕西推开他的手，起身下床，抓着衣服，赤身走向浴室。司徒行舔了下牙尖，扯了被子盖住自己，拿出手机给宁错打电话。宁错没接。司徒行让技术员定位宁错手机位置。南城钟楼。等傅燕西洗完穿衣服出来，手机里又多了几张傅明峰给他发来的照片。照片里的傅明峰被吊在钟楼顶端，面色惨白如纸，一脸的生不如死。还有个视频。姐，救我！救我！傅明峰大喊。宁错拿着自拍杆伸出去，拍着傅明峰，叫大声点。傅明峰满脸屈辱，你们都等着。等着呢，看来傅少爷还是不够爽。江福坐在旁边吃掉最后一口汉堡，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叶灵，主人，我在。机械声音从手机里传出后，黑了的手机屏幕里出现一个幽灵式的蓝色图案，蹦蹦跳跳的。主人终于舍得把人家放出来了。江福，再学千心说话，我销毁了你。主人，我在。人工智能叶灵立刻恢复正色，一板一眼的重复。江福，把东西送上来。叶灵，好的，主人。钟楼附近停车场上，一辆外面画了涂鸦符号的小卡车车厢咔嚓一声自动打开，里边飞出2架小型无人机后，车厢又自动关闭锁定。无人机飞到钟楼上空，对着被绑着的傅明峰拍摄。叶灵自动黑入整个南城网络，整个南城所有开着的屏幕，包括街头的大广告牌上，都是被绑在钟楼上的傅明峰身影，狼狈恐惧，嘴里还在不断骂着，喊着姐姐救我。这是傅明峰。傅明峰被绑架了。卧槽，这真的假的？连傅明峰都敢绑架，这是不想活了吗？那可是傅家，谁这样牛逼？整个南城看到屏幕的人，不管正在做什么，全部都放下手里正在做的事情，盯着屏幕上画面，震惊愕然。整个南城都像炸了锅，沸腾起来。从图灵工会出来，开车路过中心广场的傅燕西，一抬头就看见广场上的3D 屏幕里傅明峰被放大的身影。姐，救我！傅明峰惊恐的嘶吼，还是即时直播傅明峰惨叫尿失禁。江福，傅燕西也没想到江福竟然敢做到这一步，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恨不得把手里的方向盘捏碎。傅燕西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冷静，用车载智能拨通傅家，直接让人调直升飞机，调警局的人包围中心钟楼。码头的祝向和看着直播，愣愣出神，不明白江福怎么就直接对傅明峰下手了。薛鹤一看着直播，给沈继之打电话，不会是你干的吧？不是，沈继之在医院刚给贺贤换了药，用的药还是从江福那买的。那是谁？薛鹤一都有些震惊，这药牛逼，绑架傅明峰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搞这么高调，而且也没说是为了索要钱还是什么，就这样直播绑架。沈继之不知道是谁，但他觉得敢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江福。沈继之脱了白大褂，带着沈平安出去。贺贤喊他，小六爷，你不管我了，看个热闹先。沈继之音色慵懒，他也想去看现场。
上午11点多，南城上空出现了3架直升机，把在市中心身为南城标志的钟楼围住。整个钟楼下方停着数辆警车，地面被铺上了厚厚的救生垫，拉开警戒线，把围观居民驱散。可围观者依旧围了里3层外3层，无数记者挤着脑袋往前站。这架势，反恐呢？到底是谁这么勇啊？虽然副驾也不是好东西，可现在这……议论纷纷。宁错趴在边缘，看着下边密密麻麻的人，有些心惊肉跳。姐，是不是搞太大了？江福依旧没有做任何防护的坐在边缘，荡着双脚，不紧不慢地吃着一份叶灵控制着无人机买来的冰淇淋。怕什么？就是你这个人类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想，整个南城所有网络信号瞬间就都能瘫痪，他们的直升机也得失控坠落。声音从江福放在身边的手机里传出来，机械声愣是透着人性的嚣张。姐，宁错摸了摸鼻子，我们这个样子好像是个反派啊。你才是反派，本天才可是世界第一智能。叶灵的声音更人性嚣张了，我的主人这是在行使正义，铲除恶端。宁错跑到江福另一边，附耳低声：姐，你确定他真的只是个人工智能吗？他不会有一天控制你这个人类再说什么见不得本智能的悄悄话。不会。江福淡笑，我能创造他，就能毁了他。宁错朝他竖了个大拇指，福姐就是福姐。一架直升机靠近钟楼顶端，傅燕西站在舱门外，神色阴沉。江福，姐，姐。此时的傅明峰就像一块挂在城墙上的破布，看到傅燕西，瞬间像看到了救星，脸上满是鼻涕眼泪，喉咙都破了。姐，救我！废物！傅燕西低骂了一句傅明峰。在直升机靠近钟楼顶端平台边缘时，干脆的跳上去，冷眼看着江福，在傅家的地盘上绑架傅家的少爷，你们最好确保自己有本事脱身。气味一样，司徒行办公室里的人果然就是傅燕西。江福轻笑了一声，你怎么不觉得我既然都敢绑了，就决定不会让傅家再存在了呢？江福，傅燕西神情更阴沉了，即使你是图灵公会王牌，也该遵守图灵公会的规矩，不该对普通人下手。江福笑出了声，你们普通吗？傅燕西皱眉，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谨慎又谨慎，即使有人知道傅家贩药走私，祝相和那群人查了几年也没查出一点证据，动不了傅家分毫。也就这次，因为那几个灵种失控，杀了几个人，引起了图灵公会的注意调查。司徒行说江福是来查这件事情的。傅燕西目光逐渐阴沉，你们知道叶灵？江福打断傅燕西的话，喊叶灵。主人，我在。在其他外人面前，叶灵伪装的就像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智能 AI。江福，播放。很快，整个南城联网电子屏幕里的画面就变成了傅家大门口傅明峰画面。傅明峰坐在跑车里，非常嚣张自意。沈继之雇佣你使用美人计来勾引我，在南城傅家就是天。你的头顶上司司徒行是我姐夫，一个剁碎了喂狗，一个囚禁起来，等本少爷玩爽了之后做成标本，完美。傅明峰声音被放大，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响彻在南城的上空，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报，市民们唏嘘，全部都冲着屏幕里的傅明峰吐唾沫。南城其他几个次余的傅家的小家族也全在关注这事。李家少爷李申平时经常和傅明峰一起鬼混，看到这一幕目露讥讽，不管是谁在南城绑架傅明峰都死定了。他转着眼睛看向旁边拄着拐棍的老者，爷爷，我们要不要出手帮忙，就当讨好傅家，让傅家欠我们人情。你觉得敢这么嚣张高调绑架傅明峰挑衅傅家，对方会是普通人吗？老者冷哼，能不能别那么蠢？周家家主眯眼，听说沈继之最近在南城。管家低声说，帝京贺家那位小公子在南城遭遇了刺杀，沈继之就来了。他们能想到的，有这么大胆子对待傅家的，也就只有沈继之了。王家大小姐王家挑眉，看来傅家这次是踢到铁板了。出了几条人命后，最近的南城很乱。王家家主沉声道，谁也不要插手。我才不插手呢。王家双手环臂，最好这个动手的人真能把傅家干掉。傅家在南城太嚣张，站着几个码头打压其他人，简直不给他们活路。谁都想干掉傅家，却没那个本事，只能隐忍。今天这不管是谁干的，他们都喜闻乐见。废物！司徒行听到傅明峰说自己是他姐夫这句话后，脸色瞬间就黑了，低骂，连纨绔子弟都做不明白。江福和沈继之一到南城，司徒行就跟傅燕西说了，傅燕西也警告叮嘱过傅明峰，让他最近低调点。可没想到这个蠢货，于发紧张地问，老板，怎么办？怎么办？他们那么久的计划，傅明峰一句话把他们全都给卖了。司徒行想杀了傅明峰，可现在杀也晚了。司徒行深呼吸，怎么还没黑掉视频？不行啊，老板！技术人员满头大汗，我们根本黑不掉，
对方的防火墙太厉害了。司徒行咬牙，收拾一下，准备撤离。换做别人可能还有转机，但傅明峰得罪的是江福，动手的是江福，而江福是个疯子，他既然动了手，对方就必死无疑。傅家大概真要完了，他不想玩。钟楼下，沈平安眯眼，这个江福真够狠的。沈继之透过车窗，轻眸往上边看了一眼，慵懒散漫，那我们也添把火吧，既然动了手，那就彻底让傅家完蛋。沈平安点头，是。傅家不止在南城一手遮天，连南城的图灵工会分部都被傅彦希收入麾下，在傅彦希耳提面命下，傅明峰也知道轻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他以往太嚣张了，太嘚瑟了，以为自己能抓了江福和宁错2个人，一时没有忍住，在那里得意挑衅。可傅明峰也没想到，江福竟然还录像了。傅明峰脸色惨白，姐，我没有，我闭嘴。傅彦希深呼吸，努力压制着想弄死傅明峰的怒火，看着江福，单凭一句话也定义不了什么吧？图灵师难道还要管别人谈情说爱吗？那倒是管不了。江福笑得散漫，不过我能管得了他调戏侮辱我。傅彦希舔了下唇瓣，你想要什么直接说。江福抬眼看他，微笑，我要傅家完蛋。傅彦希气笑了，你就那么自信吗？江福，叶灵，播放傅家所有罪行。叶灵正在导出播放，城市里的屏幕视频瞬间又自动切换了。这一次播放的是傅家走私贩药的证据，以及傅明峰曾经杀人放火、欺负良家女孩、拿钱摆平的一切证据，还有傅家的税务问题，所有来历不明的钱、见不得光的生意、违法证据。傅彦希骨节泛白，厉声呵斥耳麦对方的技术人员，让对方黑掉视频网络。黑不掉就直接让整个南城停电，停不了，他的技术人员也快急死了。网络被人侵占为王了一样，他们黑不掉，就连电力局那边全城停电的开关都关掉了，全城电力依旧正常。江福就是个疯子，他敢，他做得到，别惹他。司徒行的话语回荡在傅彦希耳边，让看着眼前江福的傅彦希脑袋胀疼，两眼发昏，恨不得直接杀了傅明峰。姐，你闭嘴！傅明峰刚一弱弱开口，就被傅彦希吼住。傅明峰绷紧嘴巴，脑袋勾缩成一团，委屈不已。那些不是我说的。傅彦希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忍住，手里甩出一把匕首朝傅明峰刺过去，没刺中傅明峰，却正好割向捆着傅明峰的绳子，但匕首擦着过去，绳子非但没断，连一点断痕都没有。傅彦希神色一僵，表面想杀他，实则想割断绳子救傅明峰是吧？宁错笑得幸灾乐祸，可惜了，这绳子是伸缩型软链，不是绳子，你拿电刀来都割不断，那是江福用来锁恶灵的，灵种都逃不脱，更何况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了。傅彦希骨节捏得咔嚓响，江福，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先放了我弟弟。傅大小姐，傅家主。宁错则道，我要是你，我就真杀了这样的弟弟。就傅明峰这样一个只会仗着家里和姐姐闯祸的纨绔子弟，有什么用呢？不过仔细想想，傅家在南城权势滔天，没有人敢反抗，本族又在中州，又有傅彦希这样一个手段狠辣疼爱自己的姐姐，不管干什么坏事，哪怕杀人放火，也有人兜底。换他是傅明峰的话，估计也会这么嚣张。可惜傅彦希不该打饲养恶灵的主意，更不该和司徒行同谋。傅明峰也踢到了铁板。原来你想救他啊！江福一副不明白的惊讶模样，又吃了一口冰淇淋，笑着道，那我就先放了他吧。江福食指和中指两指合并，微微上抬，捆住傅明峰双手的绳子立马自动松开，傅明峰整个人向下坠去。明峰！在傅明峰的惨叫里，傅彦希想拉住他，救他都救不了。砰的一声，傅明峰砸在地面救生垫上。江福，你既然有……傅彦希正阴质的想说什么，口袋里手机响起。傅彦希皱眉，掏出手机，是他助理小刘打来的。小刘慌张，老板，公司税务出问题了。傅家公司的税务一直都存在着问题，但没人敢说敢动。小刘这么慌张，是因为有人把傅家的税务捅出去了，还有傅家那条完整的走私链，以及各种罪证，全部都被人发了出来。南城傅家走私草菅人命，南城傅家少爷傅明峰被绑架，走私贩毒，傅彦希、傅明峰。顷刻间，一大堆词条爬上热搜高榜，全爆。傅彦希脸色发黑，给我黑掉热搜。小刘慌乱，我们根本入侵不进去。那平时脆得跟纸似的软件防火墙，此时此刻硬得像钢铁一样，他们完全黑不进去。江福，声音从傅彦希牙缝里挤出来，目光阴鸷，是你要找死的。江福就淡淡看着他。傅彦希从短裤后腰口袋里取出一支黑色口琴，放在嘴边吹出奇怪的调子，声音不大，却飘出了好远，让听着的人大脑空灵，露出迷茫。
宁错目光失焦，手中半个鸡肉卷掉落，人无意识地朝着钟楼边缘走去，眼看就要跳下去，江福朝他打了个响指。宁错瞬间清醒，看着自己已经迈出腾空的一只脚，吓得一哆嗦，身子往前倾去，眼看就要掉下去，江福抓住他后颈衣领，踢小鸡一样把人给提上来。宁错吓得脸色发白，目光阴冷地看着傅彦希，司徒行竟然连御林曲都交给你了。傅彦希不语，边吹边抓住上空从直升机上落下的绳梯，被直升机带走。远处的天空，两道黑雾般的身影飘来，空中的傅彦希冷声下令，杀了他们。他冷笑，图灵师死在灵种手里也算归宿了。江福面无表情，而在两只鬼灵到近前时，晃动了下手腕，腕间铜钱手链上的铃铛发出脆响，两只凶狠俯冲的鬼灵蓦然一滞，然后转身就跑。跑了？傅彦希一愣，继续用力的吹口琴，两只跑了的鬼灵又半路调转回来，可他们似乎怕江福一样，不肯过去，又被琴声控制，两团黑雾空中扭曲了半天，猛地嘶吼着冲向江福。江福就静静看着，在黑雾带着嘶吼冲到近前时，取出灰色的锁灵带，打开带口，对着黑雾轻晃了下腕间铜钱铃铛，黑雾直接都被锁灵带吸进去。江福拉着带口抽绳一收，带子锁紧，贴了张镇灵符，笑着朝空中傅彦希晃了晃，谢谢傅小姐送来的证据。你……傅彦希脸色更难看了，想到司徒行说的关于江福那些传说，咬牙朝上边伸手，把枪给我。直升机驾驶员扔下一个，傅彦希接住后单手上膛，瞄准江福砰砰开枪，枪声震耳，地面围观的市民和警察全都慌乱起来，可他们却阻止不了。江福看着飞来的子弹，也没有躲避，弯腰从自己裤子口袋里也掏出一把手枪，射出的子弹把傅彦希射出的子弹击飞，打中傅彦希的胳膊。傅彦希手上吃痛一松，差点从绳梯上掉下去，他面色煞白，命令机长撤。三架直升机立刻飞离，带着傅彦希撤离。福姐，宁错问江福要追吗？江福，叶灵，看我的吧。叶灵立刻入侵整个南城数据网络，抢过直升机的控制权。仅仅1个小时，南城傅家的事全网铺的到处都是，闹得大的已经有点收不了场。确认了落下去的傅明峰掉在救生垫上还活着后，傅彦希让直升机先飞离南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他养的恶灵可不止那2个。傅彦希给司徒行打电话，没有打通。傅彦希低骂，怂货，男人全都靠不住。他抬头看着直升机的方向是傅家庄园停机坪，而不是往南城外去。傅彦希皱眉，不是让你往城外开。驾驶员表情慌乱，飞机失控了，滚开，我来。傅彦希挤过去，可一盘一片混乱，任由他怎么操作都没一点用。直升机径直飞向傅家，飞机上没有降落伞，连降落都不能。司徒行的车开到一半，也突然失去控制，自己掉头驾驶，又往城内去。远程入侵控制。司徒行表情阴沉，肯定是江福，除了他，别人没这个本事，绝不能回去，否则江福出手，他绝对没有活路。司徒行咬牙，准备直接推开车门跳车，可车门紧锁，任由他怎么推都推不开。司徒行手握成拳头，异色的流光包裹拳头后，直接一拳砸碎车窗玻璃，上半身先钻出窗户，抓住车顶栏横杆，人灵活的从车窗出来，爬上车顶。他能成为南城图灵工会分部的总负责人，身手自然不弱，还身怀异能。司徒行在车顶站稳后，瞄准旁边路过的一辆车，纵身一跃，稳稳滚落在对方车顶。对方司机吓了一跳，猛地一个急刹，还没看清，窗户就被一拳砸破，车门被从外强行打开，有人把他给拽下去，扔到路上，抢了他的车开走。司徒行油门踩到底，也不管红灯绿灯。走了没多远，前方突然闪现似的出现了一道身影，就那样站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江福。司徒行面色阴沉，一个横向漂移转向，江福直接闪身到近前，一脚踹到车上。司徒行连人带车整个向右飞出去，车轮在地面擦出刺耳声音，让来往路人都吓一跳。车不能开了。司徒行从弹出的安全气囊里挣扎出来，踹开车门钻出来，就继续跑。别跑了！江福闪现一般拦住他去路，又把他踹飞出去。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跑不过我，何必费力气？司徒行吐出一口血，我女朋友是傅彦希又怎样？你也不能以此定我的罪。不怎样。江福挑眉笑了一声，我还以为你们俩有点真感情呢，结果货到临头各自飞了。司徒行别过头，互相利用互取所需罢了。傅彦希刚才用御灵曲召唤恶灵杀我了。江福走过来，用缚灵锁捆住司徒行的手，拖着他站在路边。我来南城那一刻，你就该知道你完了。换个人来调查，司徒行或许能糊弄过去，说不定来的人还会被司徒行和傅彦希联手杀掉，又葬送几条性命。可惜来的是江福。
这也是图灵公会总部派江福来的原因，因为他快又狠，并且非常认真。1分钟后，江福的车由叶灵控制着，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开来，停在江福面前。江福把司徒行捆好了，塞进副驾驶，开着离开。此时的傅家门外被南城警署团团包围，祝向和身上警服板正，谢谢沈少爷帮忙。沈继之蓝发明艳，大家都是同一个目标而已。江福这次来南城的目的是查南城图灵公会分部以及恶灵杀人的事，傅彦熙正好是这件事情的主谋，江福连带着一起收拾。沈继之这次来南城是救贺贤来的，即使没有江福和监督图灵公会这事，他也没打算让南城的傅家再留着。正好巧合，赶到一块，那就一起解决了。祝队，许飞跑过来，我们在警犬今天中午吃的东西里发现了毒。祝向和一愣，什么？有人给警犬下毒？许飞脸色难看，有人匿名提醒我们，不然他们喂警犬的狗粮吃食全都是经过检测绝对安全的，可今天既然有人能混进来给警犬的食物下毒，他们正准备喂的时候，收到一条匿名提醒，说狗粮有毒，他们不知道是谁发的，但以防万一，立刻拿去验了，结果真有，幸亏，不然他们几条警犬全部都得死。祝向和，消息我看看，匿名，只有4个字，狗粮有毒。江福，肯定是江福，只有他那么厉害，没事就行。祝向和冷冷看着傅家，除了傅明峰和傅家没别的人。许飞压低声音，祝队，傅家这次真能玩麻？能。江福都出了手，傅家绝对逃不掉的。祝向和抬头看天，南城的天要亮了。就在这时，一道奇怪的曲调从傅家庄园内传出，从傅家庄园内冒出很多黑气，如同乌云凝聚在庄园上空。乌云里仿佛有什么怪物扭曲嘶吼着，依稀还能看到鬼脸希望的东西，有些恐怖。那是什么？警局的人后退。沈继之眯眼，看来傅家豢养的恶灵还不少。沈平安低声说，傅家会不会也想进灵域？南城傅家也不过是中州傅家养的血包，傅彦熙为了恶灵都栖身司徒行了，牺牲付出那么多，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沈继之双手环胸靠在车上，望着傅家上空凝聚的恶灵黑气，去吧。是。沈平安从车的后备箱取出一把黑色长剑，满身肃杀的走向傅家庄园。直升机被迫回降在傅家，傅彦熙就收到消息说，傅明峰被救走后直接被警局扣押了。傅彦熙目录阴狠疯狂，那就整个南城全都一起死吧。傅彦熙吹响御灵曲，养在傅家和图灵公会的恶灵全部受到召唤而出，无数道黑气朝南城的四面八方而去。怪物啊！啊！城市里的居民看到后吓得拳头惊恐逃窜。宁错咬牙给图灵公会的图灵师打电话，全体出动清除南城恶灵，保护百姓，这是图灵公会的责任。司徒行能跟傅彦熙勾结，利用植物之变豢养恶灵，还拿图灵师和普通无辜人类饲养恶灵，南城分部的几个图灵师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都没人说。现在司徒行要完了，南城分部肯定会清洗，重新换人，不如就趁现在让他们履行图灵师责任，若有人不做，那就跟司徒行一起铲除掉。江福，你这么嚣张高调，把傅彦熙逼急了，现在整个南城都会为你的行为陪葬。副驾驶的司徒行目露讥讽，你是不是忘了？江福看着那些恶灵没有丝毫慌乱，图灵公会给我打的标签是天生的图灵师。江福让叶灵控制车辆，自己也取出一把小型口琴，放在嘴边吹起悦耳的恶调，通过旋力传输后由车载系统散发，声浪无形弥漫覆盖南城，化作一把无形利剑刺向街头行凶的恶灵。那些正攻击人的恶灵被剑贯穿后全都身子一滞，嘶吼惨叫着在空中崩散。换做其他人来调查，定是会先从尸体检查证据，确凿之后向上级申请再动手。可江福上来就先下夺命状，抓傅明峰，就像是从答案开始往上推公式，把自己放在恐怖分子一样的位置上，搞得这么高调，全民皆知。疯子名不虚传，可江福也真的很厉害，很可怕。看江福如此轻易的就把他们饲养已久的恶灵猎捕清除，司徒行的心一点一点沉下，知道自己大概真的完了。司徒行不挣扎了，有些的颓废窝在副驾驶。江福，你有想过进灵域吗？江福都没看他，攻心计对我没用。你果然也很冷漠无情，不过我没想对你用攻心计。司徒行突然笑了，叹气，其实我对傅彦熙是有真心的，他有野心，有能力，有手段，年仅26岁就靠自己铲除了南城傅家所有私生子女，成为傅家家主，多厉害啊！我被他的耀眼吸引，可我也知道他对我没有丝毫的爱，他只是想利用我得到图灵公会的便利。灵域里到底有什么呢？让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司徒行也不明白，因为他没有去过，可他喜欢傅彦熙，明知道傅彦熙在利用自己，也还是愿意被他利用，给他灵种，帮他打听灵域的事情。
虽然傅彦熙也是在帮中州的傅家做事，可他也只是想得到本家的认可，他想回到傅家本家，成为本家家主。他很努力，唯一可悲的就是他有个废物弟弟一直在拖他的后腿，可那是他唯一血亲，他又不忍杀掉，只能不断的给傅明峰兜底，兜底再兜底。结果这次也是砸在傅明峰的嘴里。我没胆大嚣张到拿图灵师下手，只是帮傅彦熙找了几个没有家人背景的普通人，但被会里的图灵师发现了，我没办法，只能杀了他们灭口。司徒行仰在椅背上，认命了的态度。江福，我知道有你在，谁也跑不了，但这件事的主使是我。司徒燕就是个普通人，他没有野心，他不狠他就会死。我求你，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江福淡淡看他，你知道他不喜欢你。我知道啊。司徒行笑得洒脱，却莫名哀伤。可没办法，有时候喜欢一个人这种事情就是不讲道理的。即使他知道傅彦熙和他在一起是为了图灵公会便利，哪怕上了床他也只不过是他一个工具，可他是真的喜欢他，所以他甘愿让他为了自己的野心踩着他往上爬。司徒行看着江福，你有喜欢的人吗？江福声音冰冷，我不会有喜欢的人。司徒行又笑了笑，那你可能只是没遇到，等你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了。江福面无表情，傅彦熙违反了自然和非自然存在的和平，你的罪行由图灵公会判定，傅彦熙的罪行由龙祖判定，我只负责把你们抓回去，你求我没用。江福在图灵公会有先斩后奏的权利，但那是对付极其难缠的极恶存在的，像司徒行和傅彦熙这种好对付的存在，他活着抓回去奖金会高，直接杀了的话，公会给他的工资会打折扣。司徒行微顿，我可以给你10倍的钱。他记得江福喜欢钱，但已经晚了。江福淡淡说道。半小时后，傅家，沈继之一掌拍散一只攻击过来的恶灵，把祝向和等警局的人护在身后。庄园内，沈平安对着空中砍下最后一剑，清除最后一团恶物后，走向傅彦熙。傅彦熙目光阴沉，你们沈家也要掺和吗？我和主子今天在这里不代表沈家。沈平安微摇头，代表龙祖。你跟图灵公会的司徒行勾结，饲养恶灵，残害无辜人类。沈平安取出一块令牌，我代表龙祖维护人间和平。牌子上有一行小字，龙祖外务监督组第12小组组长灰影。龙祖的这个外务监督组类似警察局的便衣，常年藏在普通人中间，监督有没有人扰乱秩序、破坏人灵2界和平公约等。龙祖以此设置了监督组，又分为无数个小组，他们不能滥用职权，但若遇到破坏和平的事，他们也有先斩后奏的抓捕权利。可这个小组隐藏很深，所有成员都用的代号，只有一块能证明身份无法假冒的牌子，除了龙祖最高层，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又长什么样子。这一点傅彦熙从中州傅家那边听到过，一直在提防，没想到今天竟然碰上了。傅彦熙心下更沉重了，眯了下眼睛，身子龙组外务组组长，却跟着沈继之做一个奴才，不觉得憋屈吗？那并不冲突。沈平安淡淡一笑，我对主子的忠心也不是别人能挑拨的，我告诉你，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抓你算执行公务。傅彦熙咬牙，对着他砰砰砰就是几枪。沈平安挥剑阻挡，眼里露出杀意。江福的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傅家庄园大门外。傅彦熙已经被抓，被祝相和他们铐住压着。你和傅彦熙一个要押去图灵公会，一个要押去龙祖。江福看向司徒行，还要再见一面做个诀别吗？司徒行隔着外面贴了防窥膜的单向车窗玻璃，看了一眼胳膊像是被砍了一刀，在流血，有些狼狈却依旧傲然的傅彦熙，不了吧，没必要了。江福自己下车走向祝相和他们，没事吧？祝相和摇头，多亏了沈少爷在这里。沈继之在他那辆定制的多功能车外靠着，指尖捻着一根烟，雾蓝色的短发蓬松，眼下一点泪痣红如滴血，俊美的眉眼在太阳下明艳妖冶。沈平安穿着灰色休闲服，安静在他身边站着，对上江福视线，沈继之慵懒地笑着挥了挥手。身为中州古老财阀沈家的小少爷，又是龙祖的人，会点除灵手法也不奇怪。江福淡淡点头，沈少爷此次监督还满意吗？沈继之身为监督者，要给龙祖写报告反馈，评价图灵公会对此次事件的解决方法情况。龙祖对图灵公会印象好不好不重要，江福也不在乎，但这个任务是江福做的，江福得要满分好评，这样才能问图灵公会要奖金。沈继之轻笑，当然，傅彦熙由你们押回龙祖，司徒行由我押回图灵公会。江福说完，又看向祝相和，剩下的事你能解决了吧？最重要的环节都已经被江福和沈继之做了，傅家的罪证现在齐的不能再齐，现在傅家掌权人都倒台了，剩下的就是查账抄家，切断走私链，我会处理干净的。祝相和深深吐了口气，他以前在地京总局，后来被调到南城，看着南城傅家的一切所作所为的第一天，他就发誓一定要铲除傅家这个毒瘤，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天。如果没有江福这次出手，祝相和只要活着，
就一定会跟傅家死磕到底。江福出手，闪电之间结束了这一切。祝向和很感激江福。江福被压着的傅彦希看着从身边走过的江福，突然开口：“你抓了我有什么用？司徒行跑了吧？”江福抬眼看他：“你给司徒行打的电话发的消息，他没收到，是因为被我拦下了。司徒行也已经被我抓了。”傅彦希一怔，目露讥讽：“那又怎样？男人还是没有一个能靠得住的。”江福对这个话题没兴趣，但他不介意帮司徒行传一句话：“司徒行说他真的喜欢你，也知道你只是利用他，甚至想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让我放过你。”傅彦希沉默，看向江福停在路边的车上。司徒行也在看他，只是隔着单向玻璃，外面的傅彦希并看不到车里的司徒行。带他回去吧。祝向和吩咐许飞他们。傅彦希被押上警车，消失在街道上。他会先接受祝向和审讯，关于杀人和走私反药一事，再由沈继之交接带回龙祖。傅彦希努力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多建立的一切，因为傅明峰的嘴毁在一招，他怎么会甘心啊？可不甘心也没用了。我是真的喜欢你。司徒行看着傅彦希坐的警车消失，喃喃低语了一句后，有些疲惫的闭上眼睛，默默的等待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酒店，深夜，不算很响的清脆空灵的铃铛声响起，江福豁地睁开眼睛，起床赤脚来到落地窗前，俯瞰着大半个南城夜色。本来很明亮的月亮一点点被乌云遮住，像是起了雾。1号码头方向城市里的灯火都开始迷离，逐渐的消失，完全陷入黑暗。万间铃铛又响了下，江福扯了外套，穿上鞋子，离开酒店。车子进入1号码头区域时，像进入一片黑雾里，有点伸手不见五指，监控夜视也拍不到成像，夜铃起不到作用。此时是凌晨0点08分，码头本来就只有一些上夜班的人，在起雾后纷纷躲了起来，此时空无一人。江福把车子停在路边，从车里拿了把看着很普通的铁剑，慢慢走向码头。走在雾里，能够闻到海的冷咸味儿。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打破寂静的夜色。是宁错。江福接通：“我在码头了。”宁错就是说这个的。听江福说他在了，顿时松了口气。需要帮忙马姐？不用派其他图灵师过来，守住南城其他地方就行。江福交代了一句就挂了电话，不受任何影响一样走在黑雾里，万间的铃铛声更激烈清脆。江福耳朵动了动，听见2串轻盈的脚步声，眯了下眼，身影如鬼魅一样融进雾里。这黑雾不像普通雾气，而是像从哪涌出来的，显得诡异，透着股子邪气。沈平安护着沈继之穿过黑雾走向码头，正寻找根源，听见周围传来细微响声。沈平安拔出手中的剑，竖起防备。沈继之神色微动，猛地拉开沈平安，抬脚朝着沈平安刚才所在位置踹去，迎面来的是一把泛着寒意的剑。沈继之侧身躲开，拉着沈平安融进后方雾里，屏住呼吸，竖耳倾听周围。别动！下一刻，沈平安的脖子被人从后边用剑抵住。沈平安神色一滞，却没有丝毫慌乱，歪头侧身躲开，手中剑反手刺向身后。但对方像鬼一样，身影立刻无声无息融进雾里，下一秒又从另一个方向握着剑横向落在沈平安的脖子里。再动一下，我就杀了你！沈平安停住动作，雾里漆黑，即使近在咫尺也看不到对方，但声音能听清。沈继之没急着救沈平安，试探的开口：“江福。”雾里静了会儿。江福、沈继之、沈平安、江小姐，我是沈平安。江福面无表情收了剑。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应该和江小姐出现在这里的目标一样。沈继之听声音辨别江福方向，龙祖也有义务维护人灵两界和平。雾里没有了声音。沈平安试探的喊：“江小姐。”别喊了，走了。沈继之面无表情。本来江福还以为是作乱或者是制造这场鬼雾的人，发现是沈继之和沈平安后就不管了。毕竟龙祖的确有那个责任，图灵公会跟龙祖算合作，也算对家。江福不想跟沈继之多纠扯。江福甩掉沈继之和沈平安，在码头堆放的集装箱里打了几个转，走到其中一个箱门开着的集装箱前，停下脚步。这里的鬼雾气息最浓，江福取出一张符纸扔到空中，低喝了一声散后，周围黑色浓雾被驱散不少。开着的集装箱内部有一个黑色的小漩涡，黑色的气就是从漩涡里涌出来的。灵域通道。虽然这个漩涡还很小，可江福确定这是从灵域打开的通往人域的通道。灵域那群存在果然还在打人域主意。江福目光沉下，走到近前，挥手就是一刀，直接把还在扩大的漩涡劈碎。是谁？漩涡里传来一道微弱的惨叫。江福一字一句：灵域守门人。不可能，守门人明明早就死了，池里早就死了，其他守门人也死了，怎么可能还有灵域守门人存在？人域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啊！江福又一剑斩下，剑光劈碎里边尖锐的声音。
人域有些存在一直想打开灵域之门，进攻灵域，灵域也一直想要打开通往人域的通道，进攻人域。可惜他们都不知道，两域之间还有一个存在——守门人，责任是禁止两域互通，镇压灵域之门。灵域通道没那么好打开，今天晚上能开，应该是受到白天傅彦熙召唤的那些恶灵影响，让灵域那些存在锁定了一个模糊坐标，艰难打开了一个洞。幸亏他还在这里，不然灵域之门一旦打开，那些恶灵跑出来，不止南城，无数人都要遭殃。江福把剑插在裤子口袋外面带子缝隙里，竖挂在腿上，双手结出一个繁琐特殊的金色的印记，带着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符纸打到前方的漩涡上，金光炸开，漩涡消失，周围黑雾开始逐渐散去。江福转身走出集装区，抬头就看见了沈继之和沈平安，两人站在10米开外，四目相对，静了会儿。沈继之歪了下头：“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那就是都看见听见了。”江福目光冰冷，一步一步走向沈继之，杀意浓郁。沈平安竖起防备，下意识挡在沈继之身前。沈继之把沈平安推开，示意他不用紧张。江福走到沈继之身边，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停下，带有薄茧但很修长洁净的漂亮手指落在沈继之脖子里，轻轻掐住。你最好说到做到，否则我不保证你会死成什么样。沈继之顿了顿，轻笑，抬起自己指骨分明的手，抓住江福掐着自己脖子的手，缓缓往下放在自己胸口右侧位置，音色如水：“我的心脏在这里。”江福微怔，沈继之歪头俯身在江福的耳边，红色泪痣衬得他这张在瞳孔里放大的脸更加野厉，音色里带着些蛊惑意味：“我相信江小姐也会为我保密，对吗？”江福抬眼看他，沈继之笑得坦荡却勾人，用最重要的秘密来交换重要的秘密，才更令人信服，不是吗？为让他相信他愿意暴露自己致命弱点，这样就等于是秘密交易，彼此握着彼此弱点。江福这个也不算弱点，说出去他也不怕。沈继之却用自己的命来向他保证他会保密，不然他可以随时杀了他，或者把他这个致命弱点公布出去。江福盯着他看了一眼，把自己的手从沈继之手里抽出来，不紧不慢地在沈继之身上擦了擦，勉强可以。沈继之低头看着自己被他擦褶皱的衣服。哦，还有，江福表情流露出一些嫌弃，虽然你长得很好看，可并不代表你刚才的语气动作不油腻。沈继之刚勾起的一点唇角僵住。噗，旁边的沈平安没忍住笑出声。沈继之冷眼睨他，沈平安绷紧嘴巴，干咳了一声，仰头望天。晃啷，江福不再搭理沈继之，准备离开的时候，腕间的铜钱铃铛突然响了一下。江福脚步微顿，视线往四周看了一圈。漆黑夜色下，迷雾散去的码头很安静，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散发着微弱光芒。除了他们三人，再无其他。江福盯着沈继之身后方向多看了一会儿，又退回来。沈老板买符吗？辟邪符13000张，驱邪符12000张，辟灵符11000张。江福自顾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沓黄色符纸，给沈继之介绍推荐着：“需要吗？”沈平安嘴角轻扯：“我们上次在你那买的一大堆，都还没有用完呢。就算有用，买的太多，堆在那也用不完啊。”不一样的。江福看向沈平安，目光表情认真：“这是升级版金符。”沈继之恢复平静：“如果我全要，打折吗？”江福脑袋微偏，似乎在认真思考他的提议。片刻，江福点头：“9.9折。”你这可以。沈平安刚无语的想说他打折跟没打一样，想再砍价，沈继之却点头答应了。主子都开了口。沈平安悻悻闭嘴，不再说话。江福手里那一沓符纸大概有20张，江福抽出来3张，叠在一起，在指尖灵活地折成一把剑，和剩下那些符一起递给沈继之。这把符剑贴身带着。沈继之看着他：“你算好账发我微信。”“行，走了。”江福潇洒地转身离开。刚才在屋里过那2招，沈平安确定自己绝对打不过江福，这个女孩很可怕。看着江福身影消失街头，沈平安看向沈继之手里那沓符纸，无语地伸手接过。他还真是哪都能做生意。沈继之看着手里符剑，低笑了一声。他刚才并不是为了做生意才突然卖我符的。沈平安微怔。沈继之把其他的符全都递给沈平安，把符剑仔细地放进上衣外套里边口袋。你没感受到周围有恶灵的气息吗？沈平安又一怔，下意识防备地看向四周。沈继之已经离开了，被江福吓走的。沈平安眉心紧拧，主子又被恶灵盯上了，我刚才竟然没有感受到一点。是高阶灵，他能隐藏自己的气息，这个地方又刚出现过灵域之门，气息混乱，你没有察觉并不是你的错。沈继之四下望了一圈，离开吧。主子，你把自己弱点暴露在江福面前，万一他真的要杀你呢？寂静街道上传来沈平安担忧的声音。那就杀呗。
沈继之语气浑不在意，如果他会杀我，刚才就不会卖我符。接下来几天，江福暂时接手了南城图灵工会分部老大位置，重整这个分部。以前和司徒行同流合污的图灵师，该抓的全抓了，无辜的人继续在这里工作。宁错在这次混乱事件里，冷静地带领南城分部的图灵师们保护普通人类，并且积极向上。江福向上边提了2句，图灵工会总会长颁了任职书，宁错成功上位图灵工会南城分部老大位置。宁错悠悠叹气，我还是想跟福姐一块。他们要新人任负责，以及对南城了解的人，其他的人暂时派不过来，你正合适。江福拍了拍他肩膀，好。宁错打起精神，那我好好干，我一定不会让福姐你失望的。顿了顿，宁错又笑眯眯地说，不管以后图灵工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站在福姐这边。宁错只是南城这个小分会的图灵师，并不是很了解整个图灵工会内部高层情况，但他也知道工会内部并不和平，知道图灵工会内部现在大概分为4派，一派想要打开灵域攻进灵域，一派想要封锁灵域，而第3派保持中立。中立这个词是个很微妙的立场，因为它可以在其他2派的斗争中独善其身，也可以随时倒向任何一个阵营。至于那个第4派，是江福。江福一个人就是一个阵营，所有人都在收买人心战队。江福身为能让他们跟吃里比的厉害图灵师，等于站在风口浪尖，所有人都看上他的厉害，把他想拉进自己的阵营。但有人想招揽他，也有人想杀他。很多人都在盯着江福，等着看江福会进入哪个阵营，会不会成为威胁。江福什么也不在乎，谁也不倾向，嚣张又狂妄的中立态度反而能保护他。可独狼纵使再厉害，有时候也架不住猛兽围攻，那些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病，把江福当威胁铲除。宁错是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江福没有说什么，对他挥了挥手，去警局找祝向和。江福对傅家下手后，傅明峰那个贴身保镖赵况就不见了。祝向和说已经查过，验过他身份了，赵况的确是督察院派出的卧底，因为没什么人认识，背景又干净，常年都是以卧底身份出现在需要卧底的一些组织地方。傅家不需要他了，或许别的地方还需要，赵况就也没露面，悄无声息消失了。这个世界黑暗和光明对半，总有人走在危险边缘的钢丝上，总要有人做出牺牲，比如即使为了任务牺牲死亡，为了保护家人也不能暴露性命真名的特殊职业，比如某些人的事迹传遍世界，自己却无名无姓的人，再比如赵况这种背景完全干净的卧底，再比如即使没有江福和沈继之的出现出手，也打算用命跟傅家死磕到底的祝向和。他们选择了这条路，就会坚定地走下去。而若不是怕江福杀了自己，赵况根本也不会在江福和宁错面前暴露自己。以后若有缘，你或许能见到他在别处做卧底。祝向和笑着跟江福说。江福挑了下眉，那下次我不打他。祝向和笑了笑，又想起一件重要事情，中州的那个傅家昨天来人了，说要保释傅彦熙，但傅彦熙已经被沈继之带走了。沈继之并不是以沈继之自己的名义，而是让沈平安以龙祖的名义带走的傅彦熙，他们要把傅彦熙押到龙祖，等待傅彦熙的可能是再也出不去的牢笼，也可能是一场干脆死亡。傅明峰还在，但中州傅家的来人提都没提他。祝向和还有些奇怪，因为这姐弟俩只有傅彦熙有脑子有实力可以用，傅明峰那种废物带回去也是拖累，傅家不杀他就算好了。江福说，我要带司徒行回江城了，不出意外，傅明峰将会为他身上那几条人命和傅家一切的罪行付出死刑代价。蓝城的天也算亮了。祝向和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警服，正了正头上帽檐，身影站得笔直的，对着江福的背影行了一个郑重敬礼。蓝城傅家在一朝之间灭亡，所有罪行列了几十页纸，还是公开昭告天下那种。南城几个码头失去控制，南城其他几个家族立刻背后下手，想要抢夺。但争了这几天，他们谁也没有争到南城码头地盘控制权，码头也没有乱，依旧运行有序，被一个神秘人掌控了。没人给钱，也没人雇佣。江福对地盘争夺这些事不感兴趣，又去了一趟傅家庄园，确定彻底清除了这里所有鬼灵邪气后，带着司徒行回江城。总部没人来，江福得把司徒行带回江城分部。这几天，司徒行的双手都被傅林锁捆着，吃东西也没松开，司徒行也不挣扎，一副完全认命了的态度。临回江城分部前，江福去了加油站，把自己的车油加满，又办了张10万的油卡。有人报销，不用白不用。左运在局里看到江福后笑了一声，让你去查案，你这直接强推啊。他们都看到了热搜，知道了南城发生的事。南城傅家的事现在发的还全网都是，可奇怪的是，如此高调嚣张的绑架，闹得沸沸扬扬，愣是没人知道到底是谁绑架的傅明峰，又是谁灭掉的傅家，只知道傅家的确罪有应得。能横推干嘛要浪费时间？江福一手拿着刚才在路边买的卷饼吃着，一手牵狗一样的牵着被捆住的司徒行，把他扔给工会刑事部门的人，公祭在 A 区。王1号挑眉，
你还念着我们 A 区呢。江福，反正奖金是我的。完颜浩，钱，你的脑子里整天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了是吧？不然呢？江福瞥他，掏出一沓发票拍在左运面前。你们谁给我报销？吃喝5000，酒店35000，加油20万。完颜浩翻着几十张发票明细，你去了一共才7天，吃喝住和其他器材损耗费也就算了，你加的什么油？7天能加20万？江福咬了口卷饼，给我的精神加油。完颜浩想给他一拳，但他不敢。左运捏了下眉心，去找会理财务报销。所有报销单金额加起来一共50万左右，比他们之前预想的要少多了，好歹江福没搞个100万出来。还有简会长说的我的双倍工资奖金。江福朝离开的完颜浩背影喊完，看向左运，我这里还有2只没杀的恶灵，一只20万，需要吗？左运又扯了下嘴角，不会是南城富家用屠灵师和人命饲养的恶灵吧？江福慢悠悠道，是。左运揉了揉脑门，我给你20万，你直接杀了吧。用人命饲养的鬼灵已经是纯粹的恶灵，他不需要，交给工会的话，万一落在其他人手里，只会是个隐患。这会儿也不需要几个鬼灵当证据给司徒行定罪了，直接解决了干净。左运18岁成年后通过考核进的图灵工会，21岁成为图灵工会江城分会 A 区负责人，如今26岁依旧稳坐这个位置。他是个聪明、厉害、有手段的人。江福这样厉害又不服管教的图灵师在他手下，多少能被他管束一点，也是因为他有钱，他给江福开的钱多。为了管江福，让江福听话，他甚至偷偷背着图灵工会干了私业赚钱，不然早就已经养不起了。可养不起也得养，现在不管出于哪个方面，左运都不放心江福到别人手下。完颜浩去报销了，左运看着还没走的江福，接下来正常上班可以吗？江福把最后一口卷饼吃完，我要休假。左运，不行。江福抬眼看他，图灵工会的工作时间本来就是夜里，只要没有恶灵出来作乱，都可以休息。江福对付那些恶灵就跟玩的一样，他休1天假，江城乱不了，但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尤其他会被别人挖。左运3倍工资，图灵工会内部的图灵师也按照厉害等级分级，江福因为厉害工资本就比其他图灵师高，再加上他上交灵种时还能再收一笔钱，已经是特殊了。左运开3倍工资就是1天30万，江福跟什么过不去都不会跟钱过不去。好的，领导，我会按时上班。左运嘴角微抽，取出一个盒子给他，工会内部最新研发的灵动机时代。图灵工会属于非自然组织，一般普通人都不会知道他们存在，以防信息系统被外界入侵拦截，那位神秘的总会长就花大价钱请了一些厉害的科研家为图灵工会内部研究专用设备，取名叫灵动机。它的功能比普通手机多，科技精密，并且可以做到全息投影的透明隐身屏，还能可以让灵种和人类共同。所以在平南古镇里，梦梦经常拿着江福的电脑账号看人类世界的动画片。去年8月刚出的9代，今年才5月就出了第10代。江福无语撇嘴，更新换代那么快，不如把这个钱拿去给图灵师加工资。别吐槽了，赶快把资料传一下，旧的上交。左运说，弄完你就回去休息。每一代新的灵动机出来都会免费发给每一个图灵师，而旧的需要上交。其他图灵师不太清楚，但江福拆开研究过，里边的智能系统藏有监控定位，可以对使用灵动机的每一个成员在手机里做的一切事情监控，比如打游戏、聊天视频、短信电话等，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会被监控。除了这些，里边还隐藏着爆炸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图灵工会的会长想要杀掉某个图灵师，直接在自己手机上摁下开关，哪怕在千里之外，该图灵师手里的灵动机也会现场爆炸，把该图灵师崩得708落成碎片。旧的上交也是避免图灵工会信息泄露，或者在意外之下爆炸引发意外。江福平时除了跟图灵工会联系时会用灵动机之外，其他时候都用私人手机，也不会用灵动机做任何事情。对了，左运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南城很多市民都看到了那些恶灵，有没有清除他们的记忆？图灵工会和龙族是负责维护人灵两界和平秩序的存在，普通人不知道灵的存在，也不能知道，否则会引起混乱。所以在遇到这种不可避免被大众看见恶灵的情况下，会对他们进行记忆清除，不过只清除对灵的记忆，其他没事。您错做了。江福鼓捣着灵动机传完资料后，把旧的灵动机扔给左运，就开车回了自己租的小区住处。是傍晚，一向偏僻破旧的小区大门外路边停了好多车，还有几辆迈凯伦和保时捷之类的豪车，经常在这里几个小吃摊都被夹在里边看不见了。哎，江福，堵的车子进去都麻烦，反正晚会儿还要出门。江福就把车子停在外面路边空地，走路过去，被附近的刘姨喊住。江福走过去，这些人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刘姨从餐车里走出来，在自己戴着围裙上擦着手，低声说，这边拆迁好像批下来了，这些人都是来看位置进行规划的，
好像是个大人物，说要在这里建车站酒店、什么游乐园和洗浴一条龙。这个位置属于城市边缘，附近不到1000米就是高铁站，周围没有太多娱乐设施，都是小旅馆，建酒店的确可以。之前这小区里不是一直在传闹鬼吗？我见他们还带了个和尚和几个道士，不知道是不是看风水位置。哎，刘姨还在非常热情地跟江福八卦着自己的消息呢，就见江福快步走进了小区。你们穷租不起其他地方的房子，关我什么事？也不能拦着我们拆迁发展吧？这可是政府拆迁批文，房子没到期的合同算我违约，给你们退3个月房租，限你们3天内赶紧都搬走啊！小区里头，一个穿着富贵、有些胖胖的女人拿着喇叭，对着个栋楼大喊。这个小区大概20-30栋楼，一共没有200户人家，买在这里的户主都在等拆迁，租房租到这里的都没什么钱，现在突然就要拆迁，把租户赶出去，所有人猝不及防，有人欢喜有人忧。江福穿过人群进去，来到自己住的4栋，抬头都能看到从背光建筑窗户里亮起的金光，万间铃铛在轻响。江福快步过去，被几个保镖模样打扮的人拦住。江福冷声道：“我是这里的住户，里边法师正在做法，住在这里也不能进。”保镖把他牢牢拦在门外。即使是官方拆迁，限3天内搬出去，但这3天内我依旧是这里房子的租户，合同白纸黑字。你们在没有经过租户同意的情况下私自闯入，就是私闯民宅，我的贵重东西全在室内，按照律法，我可以报警起诉你们。江福面无表情，字句清晰。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谈你那点破东西，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有本事你去报警去告啊！别在这里闹得连房租都拿不到。4个保镖齐刷刷站在门口，表情鄙夷冷漠。收房是他人权利，只要别人不来惹他，他一向先讲道理。现在道理讲了，他们不听，先不遵守的是对方，那就怪不得他。江福漆黑视线从几个保镖身上扫过，猛地抬脚踹出去，同时在其他人没看到的情况下，打了几张符到几个保镖身上，融入他们体内，消失不见。4个保镖没想到江福竟然敢动手踹他们，被踹飞出去后，刚愤怒的想要反击，神色呆滞了一瞬，下一刻突然爬起来跪下，抬手开始扇自己脸巴掌。啪啪啪，4个人动作齐刷刷的，一下又一下，非常明亮。周围围观看热闹的人都惊一跳，看向江福。江福面无表情的越过保镖进入楼里，贴满各种小广告的破旧楼道里也守着不少保镖。看到上来的陌生女孩，皱眉想阻拦，女孩身影如闪电般冲上来，一人一拳把他们砸飞出去。江福畅通无阻地打到4楼，4楼被堵得水泄不通，两边住户的门都被打开了。402室内金光闪烁，佛香的味道呛人，喃喃声音像是在念什么超度往生咒，乌烟瘴气的。401室内也站了不少人。江福扯开挡路的人，有人看他不认识，皱眉：“你哪位？怎么进来的？”401室内客厅里大厅里的灯开得明亮，客厅的沙发甚至地面都被人铺了一次性坐垫地毯，两侧和沙发后面各站一排保镖，4-5个西装革履看起来像领导的人也都站在沙发两侧。沙发上就坐了一个人，一个身穿定制深绿西装的青年，翘着2郎腿，坐姿恣意，一手搭椅背上把玩着一把漆黑的匕首，一手端着一杯用高脚杯盛的红酒，容貌俊朗，满身贵气。那是他的匕首，402住的那个存在送他那个，他一直放在床头小箱子里。这人能拿到，也就是说还闯进了他的卧室，撬开了他的箱子，甚至翻了他的东西。我是401住户。江福走到401门口站定，目光阴冷地看着室内青年。根据租房合同，即使这里要拆迁，此时此刻这里也是我私人的地盘，你们未经同意破门而入，就属于私闯民宅。看着突然闯进来的人，听着他那冷厉质问的话语，青年懒散地抬了下眼，看到门口女孩长相那一刻，不由一顿。同人微缩，不是说了不能放任何人进来，租户也不行，楼下的人都是废物吗？竟然让人闯进来，把他赶出去。那个唯一坐在那里看起来地位最高的青年还没说话，旁边一个黑西装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先目光犀利的开口，喊着保镖把江福给赶出去。哼！江福看着朝自己走来要拽自己的保镖，喉咙里溢出一声冷鲜，伸腿抬起，一脚把保镖踹飞出去。砰！所有人都吓一跳，连隔壁室内的念经敲木鱼的超度声都停了一瞬间。你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一激灵，没想到这看着年纪不大的女孩竟然这么大力气，吓得往后退了2步，用力推着身后的保镖出去。还不快上！扰到林少，你们担当得起吗？两边笔挺整齐站着的保镖立刻全冲上来，可他们在室内，江福在室外，室内客厅空间都不大，楼梯道更是不过5平方，一群保镖冲上来根本施展不开身子，出门也得一个一个出。江福闪身而动，朝着走在最前面出门的第一个保镖踹出去，连带着他后边的一堆保镖全都踉跄向后倒去。门外的保镖也都冲过来要抓江福，江福转身飞腿踹出，
顺手抓住一直被扔在楼道墙角的破旧高腿木板凳，反手砸到保镖头上，保镖一声惨叫，抱着头破血流的脑袋滚下楼梯，其他几个正往上走的保镖也全被他给撞下去。江福紧抓着板凳的腿，收拾完门外的人，阴冷骇人的目光落在室内，滚出去。你，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没想到他这么厉害，看了眼依旧稳坐的青年，冷笑，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可是京城权贵林氏集团的大少爷。哦，江福语气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滚出去。你，砰！有室内保镖爬起来，还想去抓江福，江福随手一凳子砸下，保镖连出手抓人的机会都没有，又头破血流的倒下。你，这地方已经被我们林少买下了，那这里就已经是我们林少的所有物，没把你们这些租户直接扔出去，都是我们林少善良。我们林能看上这种破地方，坐在你这破屋子里，你应该觉得蓬荜生辉，应该感激。砰！这次开口说话的是另一个略微有些胖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只是他犀利的话还没说完，刚才还在门口的江福就到了他面前，那把沾血的凳子就落在他头上。你，秃顶男人身子颤抖着，两眼一翻，满脑袋血的朝后栽倒在地上。你，都闭嘴！其他人正心惊肉跳，觉得这个女孩都知道了林恒身份，竟然还敢打人，不把林恒放在眼里简直找死的时候，林恒突然开口一声厉喝，那些人下一机灵，看向林恒，不明所以。林恒没搭理他们，目光漆黑的看着江福，这次是我的错，不该没有在经过你这位住户的允许下就私自破门闯入你的住处，还私自动了你的东西。这位林少爷在京城那可是嚣张霸道至极的主，现在自己人被打了，竟然给对方道歉，他们是听错了还是出现了幻觉？林恒不管他们异样目光，把红酒杯递给身边站着的平头保镖，起身把手里被烧焦一样的漆黑匕首放在面前玻璃茶几上，这把匕首我要了，开个价。不卖。江福冷冷吐出两个字，我们林少看上你的东西是你的福气，就算不给你钱，你也应该双手供上，现在让你开价，你不要不识好歹。老子刚才说让你们闭嘴没听见吗？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为了讨好林恒，又大着胆子开口，可话音未落就被人一脚踹飞。这次动手的不是江福，而是林恒。林少被踹飞撞在墙上，眼镜都掉了的男人脑袋发懵，不可置信地看着林恒，老子说了让你们闭嘴，都当耳旁风是吧？林恒目光阴鸷地舔了下牙尖，谁再自作主张逼逼一句，老子就弄死他。其他人依旧不明所以，却纷纷吓得后缩绷紧嘴巴，静得连呼吸都能听见。林恒目光重新转向江福，眼神语气都变得温和，跟刚才那狠厉模样判若两人。阁下不卖，我也不会强买，是大师说阁下屋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我们才会强行闯入，还请见谅。他变得礼貌绅士，从自己西装里边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的匕首旁，目光漆黑地看着江福，这张卡里有100万，当我私闯你家破坏你东西的补偿。刚才他是看着周围那些人趾高气昂地说话，并放任保镖动手抓他的，此时态度忽转，如此对他道歉补偿。江福眼眸无波，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林恒顿了顿，又朝平头保镖伸出手，支票。平头保镖把红酒杯放桌上，从自己怀里取出一张支票，还有笔递给林恒。林恒没填金额，只在上边签了自己的名字，盖了印章，其他地方都空着递给江福。你觉得多少能够补偿，可以自己填数字，所有银行都可以兑换。以前这种情况，林恒都是直接强压的，就算这个女孩有点身手，林恒也不至于怕。今天既然会道歉不说，还这么宽容客气，在场所有人都不明所以，震惊林恒行为。江福眸光薄凉，如果我要，你们都死呢。林恒半眯了下眼，如果阁下喜欢，我也可以把这个小区地盘所有权送给阁下，当做我今日傲慢无礼的赔偿。如果阁下要我的命，怕你担不住。周围想要讨好他，跟着他来的那些人听到这话更震惊了，看着江福，开始猜测这个女孩是不是有什么来头。阿弥陀佛。这时，在对门402室内念经超度的领头老和尚走进401，双手合十念着佛号，看着江福，此处建筑有恶灵缠绕，林施主是好意请我们前来超度，这位施主莫要造下杀孽。滚！江福冷冰冰的目光斜睨他。老和尚转着佛珠，又念了一声佛号。我观施主身上血气缭绕，煞气太重。砰！没说完就被江福一脚踹到了门外。师傅，主持！其他几个年轻和尚立刻扔下做法工具跑过来，还有2个看着江福握拳做攻击状。连出家人你都打？你！有人看不下去，可刚开口就被江福望过来的阴冷眼神害住，绷紧嘴往后缩。施主！被扶起来的老和尚嘴里吐了一口血，还在坚持不懈地看着江福。施主杀孽太重，恶灵缠身，待我带着弟子为施主超度一番便可。砰砰砰！他们连江福动作都没看清，就全被闪身过来的江福拎着凳子全砸飞出去。是个疯子吗？这个人
叫江福，江城啥都干的第一员工，跟图灵工会还有关系，难惹。如果碰到他的话，不要轻易惹他，能招揽就招揽，他非常的爱钱。林恒来江城前，母亲神色郑重的拿着一张照片给他，照片上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长得非常漂亮，整个人从气质到眼神却都冷冰冰的。林恒觉得自己屈尊来这种破地方已经是给江城面子，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就碰到了江福，拆了个房门，还是江福住处。倒了血霉。看着连人说话机会都不给疯子一样打人的江福，林恒目光逐渐沉下，看着江福那张脸，是我私自闯进，阁下何必拿大师出气？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赔偿，连这块地都拱手送你。不是说江福爱钱吗？他都给江福支票，让他自己填数字了。林恒看着江福紧拎在手里沾血的木板凳，走到他身边，用仅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我知道阁下是图灵工会和啥都干的人，可离了这2个组织你什么都没有。今日一事的确是我冒犯，我已经给你道歉并进行了补偿。林恒眼睛半眯，声音里透了些阴冷，阁下若再不见好就收，就是给脸不要脸了。江福抬头看他一眼，拎着板凳的手抬起砸下。砰！林恒两眼一花，身子踉跄的往后退了退。你这才是道歉的诚意，死了算你活该，没死算上帝原谅你。江福把他踹出去。林恒满脑袋的血直直朝着后方倒去。少爷，林少，林少，快，救护车！平头保镖脸色大变去扶他，其他西装革履的人也全都吓得慌乱簇拥上去，一声接一声的喊着林恒叫救护车。连林少都敢打，你是不是疯了？还有人骂江福，林少今天要是有个什么事，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江福冷眼扫过，掂了掂手中的木凳子。那么一群保镖刚出手就都被他一条破板凳砸趴了，他们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哪见过这场面，那人吓得立刻闭嘴缩起脖子，跟平头保镖一起抱着脑袋流血的林恒蜂拥逃窜而出。楼下门口那4个保镖还在那里跪着，脸都被自己扇得红肿破皮满嘴血了，还是不停的在扇，就像中邪了一样，拦都拦不住，拉都拉不起来。那个房东一样的胖女人在楼下探头探脑，终于赶上楼了，就跟上边慌乱下来的人走碰头，因为拦路直接被抱着林恒的平头保镖给用胳膊撞开，滚开。胖女人还穿着高跟鞋，被撞得一下子没站稳，从楼梯上摔滚到角落里。砰砰！胖女人刚爬起来躲开后边人的踩踏，跑到门外空地，头上就又被砸了一下。谁这么没素质？胖女人恼火的刚想骂，一抬头就看见有好几道黑影落下，她吓得连忙跳窜躲开。空中黑影砸在地上，是几个木鱼和小香坛，还有和尚们做法的各种工具。胖女人双手叉腰，朝着上边的楼层怒喊：高空抛物犯法的知道不？没人回应她。一群年轻和尚抱着一个脑袋流血的老和尚从楼里出来，着急忙慌往外跑。怎么回事这是？咋都头破血流的？谁打的？连那位大人物都被打成那样，谁让去看看？外面的人议论纷纷，彼此互相推搡着，却谁也不敢往那栋楼里面去。林恒这种大人物被带走，一群保镖无人管。江福抓着他们的腿，把他们一个一个拖出去，叠扔在不碍事的楼梯道里。402房间里燃香味道刺鼻，各种符纸贴了一堆。江福一一伸手撕掉，打量着昏暗室内。你还在这里吗？从住在这个小区起，他就知道对门有只灵。世人死后，从灵魂里剥离出来的不甘怨念所化成的灵，因年代久远，几乎有了实力，可以触碰到真实东西。那只灵一直住在这里，住了很多很多年，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一个都没有，只是轻轻吓过几个图便宜来这里租房子的人。江福没抓他，还跟他交易帮他隐藏，是以守门人的身份接受了他的委托，帮他找人，但一直没找到。从正规玄学上来说，这个小区风水并不算好。林恒这种大少爷不会看上这种偏颇小区，他是有备而来的，应该就是这个灵。那群和尚有点能耐，道行不算很深，超度抓捕一般的灵种也足够了。江福没在那群和尚身上感应到灵的气息，这间房子里也没有灵存在了。他又问了一声，没人回答，室内也没任何身影，万间铃铛也没响。江福又看了一圈，离开回了对门401，视线在客厅桌上那把焦黑匕首看了会儿，把它拿起，打了一张引灵符进匕首里，重新收回箱子里。这种破小区连贼都不会来，江福住进来也是图便宜，并没有更换门什么的。出去时所住的卧室木门被生踹开的，室内衣柜都有被翻过的痕迹，床头密码柜也被撬开，里边放着的小东西全都被倒出来，凌乱铺在床上，乱七八糟的。房东卖房是房东的事，江福没有意见。可如他所说，这里现在还是他住的地方，合同摆在那，却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破闯进来，翻了整个屋子。这就是入室抢劫。如果不是他及时回来，匕首就被拿走了；如果不是他，换个人就只有被欺压的份。床头正上方有排置物架，
架子上摆着一个紫白色小熊猫，是江福以前从娃娃机里抓来的，娃娃眼睛被他换成了微型摄像头，24小时开启着。今天林恒闯进来的一切行为都被拍下了。江福收起来，开始整理室内东西，准备搬家。他东西并不多，收拾好后，把车从外面开到楼下。警笛响起，4辆警车鱼贯而入，驶入小区，径直找到401，和从室内搬东西出来的江福走个碰头。楼道里那一堆保镖还在昏迷中没醒来，也没人管他们。有警察拍照录像，有警察拦住江福：“你就是江福？”江福抬眼：“是。”警官指着楼道里那些人：“是你打的？”江福：“是。”冯刘原本看他年龄不算大，还是个女孩，怎么看也不可能像是把一群保镖打成那样子的存在，没想到他承认的这么干脆，但他自己都承认了。冯刘，有人报警控诉说你暴力杀人，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江福抬眼：“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打他们？”冯刘一声干咳：“我们会调查的。”江福一声冷审，把装东西的箱子抱回卧室放在床上，拿着手机跟他们一起下楼。晚上7点多，外面下了雨，一辆看不出型号但底盘很高的大型轿车停在小区门外，车里下来2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穿着宽松休闲的白色高领毛衣和黑色风衣，顶着一头雾蓝色的短发，那张五官深邃立体的脸比明星还有气质还要漂亮，俊美的有些邪性。另一个长得也很俊，穿着休闲的黑色西装，像是保镖，帮前面那位撑着伞。刘姨在这里摆摊10几年，见过最好看的人就是江福，现在这是第2个。沈继之看着眼前在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漆黑一片的小区，确定他住在这里吗？这里是个拆迁区。沈平安点了头，还有些无语，他赚那么多钱都能买房子了，还住这种破地方。哎，你们听说了没？这小区今天发生的事，那一头写的来了6辆救护车，死了，啧吓人哟。听说那个住4栋401的小姑被抓了。哎，你们看这2个人是谁？看着小模样长得，不会也是哪来的豪门少爷，为了这个小区地皮来的吧？之前说拆迁，又因为经济不好停拆了，倒也没发现竟然有这种大人物看上这块地。路边小吃摊上有晚上出来吃东西的，也有听说了不久前这里发生的事，特意路过准备来看看情况八卦一下的。议论声传进沈继之和沈平安的耳朵里，沈平安微顿，江福好像就住4栋401。沈继之走向小吃摊，看向那些人：“你们在说什么？这个小区发生什么了？”他长得非常好看，语气态度也很礼貌。那几个本来在议论他，看到他过来立刻噤声的路人，听到他的询问，一时不知道他什么目的，也不太敢说。沈平安眯了下眼，掏出钱包，抽出几张红色纸币放在桌上。这个小区发生什么了？那3人一看钱，立马伸手抢了起来。就今天有个姓林的，据说是从京城来的豪门少爷，买了这个小区地皮，还说这里有妖邪，带了一群和尚来做法超度，结果全被人给打了出来。你们是没看见，打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直接就被救护车给拉走了。据说是4栋401一个女孩干的，还被警察抓走了，刚带走没多久。3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的绘声绘色。沈平安问：“那女孩是不是叫江福？”这就不知道了。那3个人摇头。旁边的刘姨神色微动，略带迟疑的看着沈继之和沈平安：“你们是什么人？如果是江福的朋友，说不定可以救江福；如果是来抓江福的，就得谨言慎行。”我知道。就在这时，斜对面一个没客人的小摊老板林宇跑过来，谄媚的不行：“2位少爷，我知道，那个女孩就叫江福，我每天都在这里摆摊，每天都看见她，我还知道其他的。”就是，他搓着手，意有所指的嘿嘿笑着。沈平安面无表情的抽出200块纸币给他，说：“姓狗的你，去。”刘姨看他那见钱眼开的谄媚样子，厌恶的皱眉想拦他，直接被他狠狠瞪了一眼。那个女孩是叫江福，长得漂亮的跟明星一样，住在这里有2年了，整天开着个一个小车，昼伏夜出的。接过钱的男人咧开嘴，表情更谄媚了。不过啊，说到这，男人顿了顿，眼睛看向沈平安钱包。沈平安眯了下眼，又抽出200块给他。男人嘿嘿一笑，往沈继之和沈平安身边凑了凑，声音压低，表情莫测。不过他干的肯定不是正常工作。沈平安表情微动：“你说的不正常是什么？”男人：“就那种啊。”那种是哪种？能不能好好说话？沈平安做事要去收回他手里的钱。哎呀！男人闪躲开，把钱塞进口袋，就是在 KTV 夜总会当小姐坐台，被男人嫖包养那种不正经生意。狗诚实！男人话没说完，刘姨脸色铁青的怒吼：“你只是见过人家，又不了解人家，你就这样给一个小姑娘按罪名造谣你？你吼什么吼？”狗诚实不耐烦的瞥刘姨：“我们这边有没有上夜班的电子厂？她长得那副漂亮模样，看着就不正经，整天晚上大半夜出去上班，早上回来，除了干那种事的，
还有什么活事晚上干的？我说错了吗？你，刘一气的胸脯起伏。你这种人，你生意不好，你活该你。他要跟沈继之解释，你们不要听他乱说，我才没乱说。那女孩你们是没见过，一看就不正经，每天晚上在这里买小吃，如果不是干那种事情的，今天怎么会被警察抓走呢？肯定是被举报了呗，别在那当了婊子还立牌坊。苟成史撇嘴说得更起劲儿了，想起那女孩漂亮模样，还搓了搓手，嘿嘿，要不是我没有钱，我都想问问他包他一夜多少钱。砰！话未落下，苟成史的身体突然从原地被踹飞出去，正撞到5米外对面他自己的小吃摊上，摊车哗啦倒下，锅碗瓢盆和吃食凌乱地洒落一地。气得想撕他嘴的刘姨和刘姨摊上吃东西，那3个看热闹听八卦的人也都吓一跳。按理说江福再啥都干，和图灵公会这种事不为人所知。沈继之和沈平安刚听男人那不说清楚的神秘语气，还以为他知道才让他说清楚，没想到沈继之眼神阴鸷的收回脚，拍了拍毫无褶皱的裤腿，声音轻飘飘的解决他。是。沈平安点头，把伞递给沈继之自己拿着，淋雨走向苟成史。沈继之自己撑着伞，转身看着刘一摊上3个看热闹的人，你们也想一起吗？语气平静，表情平静，却令人无端发毛。不了。3个人吓得哆嗦着，飞快起身就逃离这里。你这张嘴挺会说啊，你知道这么清楚是你卖过吗？嘴一张就说得厉害，给你脸你还真要了。这么爱说话，那你下辈子都不用说话了。马路对面，沈平安对着那男人一顿狠踹，双腿中间位置直接踩断废了他，又取出一小瓶药水倒进男人嘴里。男人从杀猪一样的惨叫到毫无声音，再到昏死过去，没人知道是死是活。刘一吓得往后退，你们，我是江福朋友。沈继之顿了顿，算是，虽然是他单方面认为的。这个苟成史在这里摆摊有小半年了，可他卫生不好，做的不好吃还贵，就生意不好。他那个人整天就在那里胡说八道的，看见谁都想造个谣。听说以前嫉妒别人生意好，还偷偷放过死老鼠，那次也差点被人打死，可他依旧不改，见钱眼开。如果不是朋友，应该也不会这么愤怒，帮江福出气。刘姨在沈继之拿出江福的微信作证，可能真是江福的朋友后，就先解释苟成史那些话。江福那小姑娘人很好的，干的工作肯定是苦力，白天晚上都加班工作。今天好像是那个来这里的大人物，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撬开他屋子闯了进去，他才打人的，他被抓肯定是冤枉的。刘姨当时也想看热闹，但摊上有人，他挤不进去，是不久前看到江福被警察带走，在小区里四处打听拼凑的。他平时跟江福也就上下班吃个东西聊几句，知道并不多，就算他认为江福无辜，他也没本事去帮江福。我知道了。沈继之眼底漆黑的转身，收伞上了车。沈平安从对面回来，他们的车很快驶离，消失在朦胧雨夜里。对面那个小摊车倒在地上，破碎的不成样子，他的老板躺在他的身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没死，只能从那边摊上昏暗的灯看到地面有血。不管有没有死，这2位敢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做，来头肯定也不一般大。不管什么来头，希望那个小姑娘没事。刘姨摸了摸自己脖子里随身带着的江福之前送的平安符，压着自己扑通扑通几乎要跳出来的心脏，脸色苍白的飞快收了摊，离开这里。警局。冯刘看着这个从被抓到这里都无比配合、无比平静的女孩，又一次提醒：如果你有证据，你可以请律师。江福淡淡开口：我自己就是我的律师。冯刘，起诉控告你暴力杀人的是京城林氏集团继承人林恒，江城胡家家主，东超海运公司总裁。你若没有律师，你的罪名就要成立了。他已经调查清楚，是林恒先闯入的那栋楼，可江福那可是差点杀了那群人。一群？林恒还有跟林恒在一起那几人的身份地位，随便一个都能让他们混不下去。在这个帝国里，财阀和权贵只手遮天。冯刘就差明晃晃地告诉眼前这个女孩，如果她没有比他们高的背景势力，就算她有理，也会被那几人弄死。江福又看他一眼，在几个警员注视下，从裤子几个口袋里轮番摸了一遍，摸出一个小本本放在面前桌上。冯刘看了一眼，是律师证，还是1级律师证？姓名江福。江福面无表情，他们在没有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闯入我的租住地，偷我贵重东西，并且要对我下手，杀我灭口，我不过是反击。根据帝国法律，在故意欺压下，我当时属于正当防卫。一个20岁的女孩，1级律师证，自己当自己的律师，这种事冯刘活了快40年也是第一次见。冯刘沉默了会儿，眉心又紧拧起来。那你当时就可以报警，而不是私自动手。现在得罪了林家少爷，就算你有理也没理，就算你真是律师，也没办法自己当自己的辩护律师。江福掀了下眼皮，我报警，你们就会管吗？冯刘一噎，他们说警察管不了，既然警察管不了，
那就我自己来管，为自己讨公道。江福语气平静，却隐约透着一股嚣张。你，冯流反驳不了，因为他们的确也得罪不起林恒。他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门，有律师的话，你就找其他律师；没有律师就找你家人。对了，你家人呢？江福，没有。你为他好，为他着想，他都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他现在还是祈祷那位林少爷能活着，并且平安无事吧。另一个人走过来，喊了一声冯流。就算有律师有家人，如果真有了不起的背景，也不会住在那破拆迁区了。得罪谁不好，得罪林恒，还把对方打成那样。林家那位少爷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就算请来律师，对上林家那种权贵也依旧只有死路一条。神仙斗法，百姓遭殃，他们依法办案。在这种情况下，江福没有能力跟人家斗，那就只能认命。冯队，冯队。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外面有个人说是江福的律师。冯流一愣，看向江福，你不是说你没律师？江福也顿了顿，把桌上自己的律师证收起来，淡淡道，可能又有了吧。江福以为来的律师是左运和完颜浩，毕竟图灵公会内部也有法务律师部，而完颜浩在成为左运的助理之前是律师，但进来的人是江玉涵，还有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江玉涵看到来的是他时，冯流等人也都目露愕然。江玉涵在法律界非常出名，可他出名的除了他出道以来从无一败的战绩之外，据说家里是中州一个古老氏族。中州那地方可都是权贵财阀的驻扎处。我全权接手并负责江福这个案子，现在我要保释他。江玉涵在那边跟冯流说。那个女孩穿着米白色衣服，乌发披散，漂亮的眉眼非常温柔的跟江福说，我叫江玉莹，江玉涵是我哥哥，应该比你大，你可以叫我姐姐。江福沉默。我和哥哥来江城办事，看到网上发的新闻，哥哥推测了一下，觉得可能是你，就来了。江玉莹非常温柔的跟江福解释着，你不要怕，哥哥很厉害的，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就算对方是林恒也没用，相信我们好吗？江福自己可以解决这件事，他不抗拒警察，是因为他以前在督察局待过，也算半个特警，在这上面他一向遵纪守法。江玉涵的出现是意外，江福顿了片刻，从身上口袋里掏出一个芯片给江玉莹，言简意赅说了一遍事情经过。这个林恒，江玉莹眼底深处闪过一丝狠厉。冯队，冯队。这时外面的警员又跑进来，外面又来了几个人，都说是他欲言又止。冯流皱眉，是什么？小警员说都是江福的律师。江玉莹微顿，问江福，你找律师了？江福，没有。沈继之，江玉涵。当外面又一波自诩江福律师的人进来，江玉涵和江玉莹兄妹俩跟沈继之六目相对，纷纷眯眼，都对对方出现在这里非常意外。江玉涵先收敛表情，沈少来这里是保他。沈继之漆黑的视线看向江福，就不知道江律师是林恒的律师还是他的，自然是江福。江玉涵声音冰冷，看着沈继之的漆黑眼神带着犀利的审视。很明显他们认识，可并不怎么熟，双方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对方，谁也没想到对方竟然认识江福。但知道彼此都是为了江福来的后，都知道先把江福保释出去更重要。言简意赅地交流了几句，共同看向第三拨人。左运突然觉得自己来的有些多余，可来都来了，我是江福领导。左运自己开口，眼神示意完颜浩，这是我的律师。完颜浩瞥了江福一眼，掏出自己律师证。不是说没律师吗？这一下子冒出来3个，其中2个还那么厉害，对他们这些平民来说像神一样高高在上，一辈子可能也接触不到的存在。冯流这些人不知道图灵公会的存在，也不认识左运和完颜浩，但单江玉涵和沈继之的出现就让这事变了个味道。原本可能真是刑事案件，林恒单方面以权势压人，现在这一出就是豪门之争，就看谁厉害，谁能保住谁了。连1个小时都不到，江福被保释出来。虽然不知道沈少是怎么跟我表妹认识的，但他这件事我会解决，就不劳烦沈少了。门外路边，江玉涵先跟沈继之说了一句，又跟江福说，你提供的证据足够了，你只需要等结果就好。谢谢你愿意帮我妹妹。另一边，江玉莹在跟左运道谢，不知道贵公司是做什么的，我妹妹工作如何？这个女孩说话温温柔柔的，像月光一样，可问的问题那眼神都非常犀利。左运淡笑，我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卖点机械产品，江福工作很好，能够有他这样的员工是我的福气，他遇到事情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的确有个做机械产品的小公司，是他脱离图灵公会之外做的副业，毕竟他几乎每天都在倒贴钱上班，不搞点副业赚钱怎么能拴得住江福？后边2句也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江玉莹点点头，并没再打破砂锅问到底，看向江福，我们找了你很久，这次要跟我们回去吗？不回也没关系，我们尊重你的一切选择。
你们可能真的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那个姑姑的女儿。江福看着江玉莹和江玉涵，我跟你们没有任何血缘，我们既然来认，来找你，那就是确定了的。江玉莹伸手想碰江福额前遮掩的碎发，江福侧头躲了下。江玉莹微顿，也不在意，收回了手，把伞撑在江福头上。你妈妈也就是我姑姑叫江婉，当年为了她的爱人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找她，一直都没找到，没想到原来她早就已经死了。江玉莹抿唇，我们很抱歉这么晚才找到你，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她从有记忆起就是个孤儿，没有亲人。小的时候有个师傅，师傅把她从灵域带出来。师傅说，你的名字是你母亲江婉起的，服天地之所依。他为你起这个名字，意味世间一切都会臣服在你脚下。你是一个天生的屠灵者，你注定不会是普通人，那就要拥有俯瞰一切的能力。他并没有见过母亲，都是听师傅说的。后来过了没有多久，师傅也不见了，但师傅说的那些他也并没有全信，因为他的记忆告诉他，他没有母亲，师傅在骗他，所以他不可能有亲人。江福，我们也不知道当年姑姑到底去了哪，又是怎么死的，我们是顺着找姑姑线索找到你的，前来认你，只是想告诉你，你在这个世界还有家人。江玉涵也开口，无论你愿不愿意认这些家人，我们都不会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也不会强行让你认亲回去，但你遇到事情，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有什么事都可以开口找我们。江福默了片刻，从自己头上拽下几根头发递给江玉莹，做个鉴定再说吧。江玉莹顿了顿，接过，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把头发包起来。你住在哪？江福指了指左运，我跟他们走。江玉莹并没说什么，拿出自己的手机，留个联系方式吧， DNA 鉴定出来能第一时间跟你说，也方便哥哥跟你沟通传达辩护过程。江福没有拒绝，拿出手机扫了个微信码。那我们先走了。江玉莹笑眯眯地朝江福摆摆手，跟江玉涵一起离开。江福这才看向沈继之，沈继之摸了摸鼻子，本来有事去你小区找你，听了你的事就过来了。沈平安觉得他主子绝对是想英雄救美表现一下的，结果凭空杀出个比他们快一步的江玉涵。江福盯着他看了会儿，下次给你打8折。说完就上了左运的车。沈平安嘴角抽搐，真是好大方，上次9点9折，这次一下子就8折了，怎么能不算进步呢？沈继之一双漂亮的桃花眼里闪烁笑意，这次能8折，下次就能7折、6折，总有一天能够0折。沈继之转身上了车，语气轻飘飘的，却清冷冽然，打个电话慰问一下林家。怎么回事？车上，左运问江福。江福言简意赅的把事情说了一遍。林家权大势大，据说在帝国内阁也有人，一般警察律法根本管不了他们，他想弄死个人轻而易举，犯不着用警察定罪。开车的完颜浩淡淡道，他知道你图灵公会的身份，应该知道特殊方式跟你斗动不了你，才动用普通警察抓你。图灵公会除了灵种，不得插手人类其他任何，多数图灵师都有除了图灵师以外的人域身份，他们若利用图灵师的身份行事，一切后果都由图灵公会负责。可若非顶着图灵师身份，因一些普通人类的私人仇恨产生矛盾纠葛，被抓被告上法庭的话，图灵公会无权干涉。林恒应该是抓准了这点，才报警抓的江福。完颜浩冷哼，对我们图灵公会的规则这么了解，看来这个林家不一般。那种权贵世界知道些什么也不足为奇，或许也是下一个傅彦熙。回去查查。左运嘱咐了完颜浩一句。半小时后到达小区，看着江福住的这破旧地方，完颜浩无语。你赚那么多钱就住这种地方，你钱呢？江福慢吞吞道，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完颜浩翻了个白眼，你每天都能坐地起价赚运姐20万，你能有多少刀刃？这一年就他知道的，买别墅庄园都能买起了。江福皮笑肉不笑，多了去了，少说2句吧。左运把一个行李箱塞到完颜浩手里，自己也搬了一个，问江福，我在 A9 区有套空着的房子，要不要先住进去？两室一厅，一厨2卫，在市区那边。不用，江福说，我有地方住。你这个地方。搬着行李箱的完颜浩进入开着的对门402，看了一眼，皱眉，好浓郁的邪灵气息。这么浓郁的灵气，只能是有非常强大的灵种在此长期驻留，江福身为天生的屠灵师，不可能察觉不到。左运看向江福，你不会是因为这个住在这里的吧？这只灵有什么来历？江福眨了下眼，我要说我单纯图便宜，你信吗？信你个鬼咧！门外完颜浩哼了一句。不过江福行事一向嚣张，不管他图灵还是4灵，只要不影响图灵公会，不危害人类世界，他们都能睁只眼闭只眼。说了让你不要招惹江福，你听哪去了？你怎么会招惹上中州沈家那位的？还有江玉涵，他出手的案子没有败过。我让你去收地，
就算你看上了那个林种，搞低调点不行？搞那么大阵仗，你是怕图灵公会不知道还是怎么的？你先惹了江福，你还要报警抓他告他，跟他斗，你立马去跟江福道歉。林恒在医院里睁开眼睛，从平头保镖手里接到父母电话，就是一顿劈头盖脸挨骂。沈继之和江玉涵，这个江福还真是深藏不露，那么嚣张连他都敢打，原来身后有靠山。林恒苍白的脸上阴沉的滴水，可即使这样又怎样？他脸都丢完了，差点被江福给打死，还要给江福道歉？不可能！江玉涵为什么出道以来打官司从无一败，甚至免费帮一个连律师起诉费都出不起，我们动动手指头都能碾死的低贱平民扳倒过一个全门世家？因为他就是一个律界疯子。江玉涵这个人可以说是全世界律师界最年轻律师第一人，而他的名誉地位会被吹捧这么高，不是因为他的身世背景，也不是他打官司从无一败，而是他从不帮那些权贵豪门打不公平的官司，多数都是帮助底层平民打，哪怕对面是根固蒂深的权贵豪门，他也照打不误，并且从无败绩。是因为这个，他在普通阶层人民的心中就是一个神一样专为平民打官司的律师，很多权贵都不愿意去招惹他。还有沈继之，中州沈家的沈六爷你也敢惹，都叮嘱你多少次别给我惹事了。你以为就算没有他们两个人，图灵公会会放着江福被你抓不管吗？林恒母亲李雅比谁都了解自己儿子脾气，气得胸口闷疼。如果你不想林家包括你跟你爸做的那些见不得的光所有产业和生意来往被查，就撤诉去找江福道歉，给他足够赔偿。道歉可以，撤诉也行，但让他屈尊降贵去找江福，任由江福出其百步，绝不可能。我们刚出现，哥哥连律师条状都还没写完，林恒就撤诉了，并派人送来1张1亿金额的银行卡，说是给你的损失补偿费，并深刻的向你道歉，连带着那个小区的所有权也送给了你。4日上午，江玉莹找不到江福新的住处，就给他打电话，你接受吗？那个小区我不要，我也不会跟他和解。江福说，这件事就这样吧。江玉莹摸不准江福心思，那你给我个账户，我把这些钱给你汇过去。江福挂了电话，给江玉莹发了个收款账号。银行的大额转账会有限制，会被核查是否犯法，但江玉莹有他们的办法渠道，汇款很顺利，只是到账是2亿。江福，多了。江玉莹，哥哥之前给你的见面礼，这是我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能帮你什么，就给你一些钱，想做什么做什么，不够还可以再问我要。江玉莹，图片，这一条里的图片是亲子鉴定报告，匹配度大于等于 99.7。 江玉莹，我知道你可能不习惯突然冒出来一群亲人，但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家人，不管你愿不愿意相认，家人都在这里等着你放下芥蒂回来，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江家的人总不能被别人欺负了。江福盯着聊天框看了会儿，没什么反应的和尚继续收拾着自己的新住处。他搬进了平南古镇，住在最里边一座空的小四合院里，小院大门外头是古镇西街，小院后门外头是条河，河边有棵大柳树，白色院墙上搭着棵红杏。江福的重要东西基本都放在了车上带着，住处就挂了几件普通家居服和一些不必要的杂物，打扫一下铺床就行。福姐，外面打扫干净了。秦平一大早来镇上，知道他住在这里后，就帮忙打扫外面卫生了。平南古镇算中等大小，有着7、80座古宅，新旧不一，一共有3条街，摊贩店铺都在主街，非常有古镇特色。但这座小镇从来不允许住人，不管摊贩还是游客，必须遵守小镇守则。但这片古镇土地永久所有权都是江福的，江福住进来也没有人能说什么。麻烦你了。江福跟秦平道谢。说什么呢？秦平笑道，如果不是福姐，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她16岁时就被父母为了彩礼逼着她退学嫁了人，17岁时怀孕却被丈夫打流产，离婚离不掉，跑也跑不掉，后来经历了很长一段非常不好的人生。或许老天有眼，她的丈夫在10年前意外死掉，而她被婆家打骂赶了出来，本想一死了之，是江福救了她。虽然江福当时救她也是顺道产生的意外，可那也是救了她，把她带来平南古镇做话事人，给了她新生。平南古镇物价并不高，而且又不收税，只收1点租金，大家也能赚钱，很多人都是穷苦人才到这里的，他们都感谢平南古镇的东家给他们安稳日子。曾经也有人好奇，平南古镇为什么列下那么个诡异规矩，夜里偷藏留了下来，第二天有人来开摊时发现疯了的那人，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夜里留下，一到9点就开始收摊离开。久而久之，大家都养成了定时上下班的好习惯。秦平打扫完就离开，去检查镇上店铺情况了。江福去浴室洗漱了一番，换上啥都干制服，开车出门去公司。汪英川早上打电话让他过去一趟。小江来了，有个微胖的中年妇人带着围裙跟他打招呼，笑呵呵的非常慈祥。吃饭了吗？要吃点吗？他是啥都干这个总部基地的保姆兼厨师周怡。没吃。江福揉了揉自己的肚子，有厚蛋芝士卷吗？
有材料，我去给你做。我要2份。好。周姨笑呵呵的去厨房。江福走到会议厅那边，汪英川已经在了，旁边沙发上还坐着一男一女。男的30岁左右，穿着灰黑色的牛仔外套和黑色裤子，黑色短发有些毛糙凌乱，右眼往上到鬓角处有道细疤，鼻子下有着一层黑色的胡茬，整体五官看起来有几分不羁的痞气，眼神透着凌厉。女生一张娃娃脸，看着只有17、18岁的模样，穿着黑紫色相间的蓬松连衣裙，2条袖子也是黑紫色的轻纱蕾丝，连着鞋子的黑色毛绒腿套一直到膝盖处，一头浓紫色的长发扎成2个蓬松到有些夸张的卷曲高马尾，嘴里咬着个棒棒糖，酷萌的，看着非常单纯无害。懒散在沙发上坐趴着的他看到江福后眼睛一亮，蹭的原地跳了起来。福姐，福姐。男的坐着没动，喊了一声。他们俩也是啥都干这个总部员工，分别叫卫火和丹井，啥都干有制服，但并没有强调一定要穿制服，可以随意穿便服。江福一直穿是因为觉得买衣服麻烦，穿这个方便。江福点头，算是回应他们的打招呼，自顾走到里边单个的方形小沙发里坐下，懒洋洋开口，找我来什么事？汪英川也没卖关子，丹井说吧。丹井咯嘣一下咬碎嘴里的棒棒糖，瞪大眼睛看着江福，有人要杀你。江福没什么反应，要杀我的人多了，这次不太一样。卫火捋了下自己遮掩的头发，从3天前到今天早上啥都干，各分部包括我和丹井在内一共有11个员工接到了杀你的单子。下单的每个人账号定位名字都不一样，下单金额也不一样，但都是杀江福。丹井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放在沙发上的彩色背包里取出一台超薄折叠电脑，进入啥都干官网后台，对那11个账号进行 IP 地址锁定后，入侵世界地图，标记出每个位置。电脑递给江福，分布世界各地9个国家。据我通过账号 IP 分析，这11个人并不是同一个人用的不同账号和假 IP 地址是真的，并且每个账号背后都是一个真人，都是不同的人。丹井的黑客技术一流，从不会出错，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伙的，而这些人开的价1000万到1个亿不等。总部就我和火哥收到了，其他9个都是距离这边远一点的各分部的人。丹井说他们收到这个单子后都没接，告诉了老板，这才找你。等等，卫火突然举了一下手，我接了。江福和汪英川也看向他，丹井目露怪异，火哥你活够了。他们年龄比江福大，进啥都干的年份也比江福多，跟江福共事过很多年，也曾不服去挑衅过这个比他们小个性冷酷又嚣张的女孩，无一例外，最后都是他们臣服的喊上一声福姐。如今在他们心里都无比默契，认为跟江福打，想杀江福，就是一种变相自杀行为。你个非主流懂什么？卫火扯了下嘴角，起身伸手拍了下丹井脑袋火，从他外套口袋里掏出个棒棒糖，包了糖纸填进自己嘴里，接了又不一定要做，我不接说不定也会有其他人接，与其放在不确定的人身上，不如我先揽了这个活。其他人不跟江福共事，对江福的唯一了解就是啥都干内部官网荣誉网上永远位居第一，从无差评的最佳员工，说不定真有人为了钱和利益来杀江福，他接的话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能救一个是一个。呵呵，火哥你真是高瞻远瞩，佩服佩服。丹井皮笑肉不笑，还有，我再说最后一次，我这是2次元亚文化，您这种老人家不懂就闭嘴。卫火啧了一声，问江福，你怎么看？开饭了。周一声音从隔壁厨房传来，来啦。丹井眼睛发光，第一个冲过去。江福也起身过去厨房，卫火和汪英川跟过去。来，厚蛋芝士卷，加了点碎牛肉，2份。周姨把江福点的饭端给他。我也觉得这些人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主子，就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卫火和汪英川都在餐桌两旁坐下，他们既然能在啥都干官网各分部下单，也一定能看到官网第一优秀员工江福。我觉得100%是故意搞事的，说不定就是想让我们内斗呢。卫火把嘴里棒棒糖咬碎咽下去，接过周姨递来的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周姨，今天有芋圆珍珠奶茶喝吗？有。周姨笑呵呵的又送过来几份饮料，谁想喝什么都自己拿。汪英川推了推眼镜，卫火可以跟下单的人沟通一下，看他们的用金极限在哪里，就能分析出背后的人是想杀江福，还是想利用这个试探什么。卫火，行。福姐你咋不说话？丹井看向江福，没什么好说的呗。江福懒洋洋的吃着东西，反正又杀不了我，还得是我福姐。丹井朝他竖了个大拇指。对了，我听说中州那个审计之雇福姐当保镖，福姐拒绝了。江福嗯了一声，他有钱啊，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钱，有钱到那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丹井唏嘘，福姐你竟然能拒绝钱。江福，呵呵，有钱也得有命花。他从小就能看到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
白气代表生，黑气代表死。可沈继之身上什么颜色都没有。他那个人很怪。一起吃过早饭后，丹景和魏火各自接地有活，就先各自出门工作去了。汪英川看着还在慢吞吞吃饭的江福，你最近的业绩好像不怎么好，有其他工作出差了？江福挑眉，可我还是公司最佳优秀员工第一啊。他不止这一份工作，汪英川是知道的。汪英川并不在意，看着他这自信嚣张的模样，好笑，杀你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也会通知各分部不用管。你慢慢吃吧，我也先去忙了。餐厅剩下江福一个。江福掏出私人手机，打开啥都干官网，个人接单页面消息依旧非常爆满。江福直接搜索值，有新消息。值，有线索了吗？钱不够还可以再加。江福，有，在江城平南古镇出现过。值似乎不在线，并没回。仔细想想，他的确好几天没有接啥都干的单了。江福看了看其他消息，准备接2个单，维持一下王牌员工。找猫找狗和帮学生写作业以及检讨，帮职员写报告，这种小活江福很久不接了。但这次他视线扫过下单那列的信息时，在其中一个单子上停留了一下。这人似乎是新注册的，用户名还是默认数字 SDG 用户547931。你们啥都干，这个公司真的啥都干是吗？我的猫会说人话。在下单页只能看到这一段。江福点进去看全部详情。 SDG 用户247931，你们啥都干，这个公司真的啥都干是吗？我的猫会说人话。每到晚上他就会开口说话，还会像人一样站起来对我进行骚扰。我都把他扔了，他还回来找我，他就像鬼一样的缠着我。我没有撒谎，我找了很多人看，他们都说我是神经病是疯子。道士和尚什么我都找了。我在网上胡乱搜的时候看到了你们网站的网页，好不容易才注册成功进来的。我看你们官网简介写了你们啥都干，我看你是这里最厉害的优秀金牌员工，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求求你了，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有看到我的消息吗？我有钱，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江福看完这个人消息，咬住早餐奶杯子里的吸管喝着奶，点亮手机主页面角落里黑色软件。软件一打开，黑色屏幕上各种绿色字符跳动着，组成一个兔子的形状，在手机屏幕有限的四方空间里蹦跳着。需要人家就找人家，不需要人家就把人家关小黑屋。小夫妇你真的是很没有良心啊。数据代码组成的机械声音非常灵活人性化，语气里的哀怨几乎溢出来。再叫我小夫妇我废了你，查一下这个人 IP， 还有再啥都干所有下单杀我的账号 IP。 江福把手机放在桌上，遵命，我的主人。叶灵一秒震惊。叶灵速度很快，以数据代码的形态穿梭在互联网里，不到1分钟就查到了 SDG 用户247931的 IP 地址。在距离江城以西100多公里外的陈山别墅区，用户是一个22岁的女孩。叶灵把陈山别墅监控导进江福手机里，别墅内外大概情况全都收敛眼底。女孩把自己关在一个正对着监控的房间里，披头散发的抱着手机面对监控，似乎遭遇过很可怕的精神折磨，神色状态很不好，看着非常恍惚。如果我死了，一定是我的猫干的，它不是猫，它是个怪物，它想侵犯我，它还想要吃了我。他眼神涣散的呢喃着，不断的打开手机进入啥都干的官方软件，怎么还没回？没有人可以救我了。可以看出他是故意躲在监控下的，可以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遭遇的每一件事都能被拍下，让其他人看到。江福在他别墅内部另一个监控镜头里看到了一只猫，一只浑身都是黑色像煤球一样的猫，能看出主人养得很好。它非常胖，毛发柔顺光亮。它窝在2楼猫房猫窝里，懒洋洋的在睡觉，看不出一点特殊和异常。好强的防护墙！叶灵突然一声惊呼。他在入侵下单杀江福的那些雇主 IP， 有几个的定位跟丹景查到的一样，其中一个就在江城，防火墙非常坚固。江福把面前空了的餐盘和牛奶杯子推到旁边，取出灵动机和自己的私人手机拼接到一块，组装出一台简易电脑，在桌上投出虚拟键盘和全息绿屏，开始人工入侵叶灵遇到困难的防护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像我一样拥有自我意识的超级人工智能。叶灵声音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主人，有人跟你一样厉害吗？江福创造出叶灵，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以为游走在暗夜里的无影幽灵，暗夜之灵，在所有网络世界畅游，来无影去无踪，甚至还能侵蚀其他一些普通智能 AI。 所有防火墙对他来说都脆弱如纸，除非有跟他一样的存在才能够阻止以及发现他。江福没搭理他，10分钟后成功破解。防护墙背后的网域电脑前是个小孩，3岁小孩，敢这么嚣张的再啥都干下单，让内部成员杀他这个王牌优秀员工，在背后却拿着一个3岁小孩做挡箭牌，说明这个人知道有人能破解他的防护墙，查到他，提前做了防御。
有点意思，终于遇到了点好玩的事。江福唇角微勾，把2台手机拆开收起来，软件开着，把叶灵挂在后台。如果真有，那就把他抓了当肥料。吃好了，周姨过来清理餐桌。江福点头。周姨慈祥地问他，中午和晚上回来吃吗？不了，今天出差。江福又去基地里边取了些东西，就开车离开了基地。他今天没事，接了 SDG 用户247931下的单，准备先开车过去看看。半路上，左运来电，江福带了蓝牙耳机接通。左运沉声道，司徒行被陈希海带走了。图灵工会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很多城市都有分部，每个分部有各自的部长，而在这些小分部上边还分大区，有区长，每个区长手下管着几个分部。陈希海是华夏帝国北大区的区长，江城这个图灵工会分部就在他管辖下。司徒行触犯图灵工会大忌，按照图灵工会的法度，司徒行会被废掉，然后一直关着，或者直接把他杀死。陈希海有权对司徒行进行任何处置，但能让左运神色凝重的肯定不会是处置。陈希海保下了司徒行，说他只是被傅彦熙迷惑，让他关禁闭反省1个月。江福念头没落，左运又开了口，果不其然，随便。江福并不在意，他抓司徒行是工作，抓回来就代表工作完成，那么其他后续会怎样都跟他无关。对江福来说，工作的时候会绝对认真工作，绝对会对得起雇佣他的人出的钱。工作之外的事，哪怕天塌他也不为所动。左运挂了电话后，坐在办公椅里沉思良久，跟完颜浩说，这件事就别烦江福了，你盯着点陈希海那边。图灵工会内部并不太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分裂，到时候站错队伍，互相残杀都有可能。他们这些小底层得学会看风向，保住自己的命。而左运的保命法就是抓紧江福，所以他对江福能拿钱供着就还是供着。陈山别墅是独栋别墅区，靠着翠绿青山，寸金寸土。SDG 用户247931的真名叫齐真真，住在半山腰上那栋，一条弯曲的公路直通别墅门口，四野风景极好。车子刚拐了个弯道上面，江福就看到了监控里那个女孩，双手紧握着手机，在马路中间非常焦虑的来回踱步。在这个春夏交接的季节里，穿着厚厚棉袄裤子，脖子里还系着围巾，把自己整个人都捂得严严实实。齐真真是吗？江福在他附近停车，打开车门下车，走到他面前，出示自己的证件，啥都干员工江福。接单后，江福已经和齐真真短暂聊过，交换了名字。啥都干官网只有王牌员工江福的名字，并没有照片和年龄等详情。听江福说要来，齐真真就着急的跑出来，到外面路口等，看到来的是个很漂亮，却看着比自己还小的女孩，时不由一愣。你真的什么都能做？江福，能。齐真真最近已经被折磨得快疯了，从网上找到啥都干这个公司就是活马当死马医了。看到江福有正规证件，也顾不着管他年龄大小又是不是骗子了，拽住江福衣袖哀求，只要你能救我，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江福让他平复心情，先说怎么回事。我们在外面说吧，他在我家里，我不敢。齐真真顶着漆黑的眼圈，神情憔悴，略带恐惧地看了眼身后自己的别墅，拉着江福跑到路边。事情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齐真真是个富家千金，父母常年在国外不怎么管他，反正家里的钱够他挥霍一辈子。他刚在国外毕业，也不想工作，就干脆在国内买了栋漂亮别墅躺平了。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偶尔找一群朋友开派对，日子过得逍遥快乐。3个月前的一次派对上，不知道从哪来了只偷吃的黑猫，猫的后腿受了伤，他心软之下就收养了那只猫。它乖巧又可爱，本来一直都好好的，直到1个月前的一场派对上，我喝多了酒睡觉，模模糊糊觉得有人在摸我。那是第一次异常，齐真真以为是前来参加派对的哪个朋友对他动手动脚，一脚踹出去，听见的是一声凄厉猫叫。他醒来后查监控，没有一个朋友进他房间。猫这种动物都会做各种踩物动作，一开始我也以为只是它正常的行为，没多想，直到那次过了没2天，我晚上睡觉又感觉被人摸了，那种摸不是猫踩，就跟人摸的一样。可这次他没开派对，别墅里只有1人1猫。当时恍恍惚惚的看到它变得很大，就像是人一样直直站了起来。可当他睁开眼，看到的黑猫没有任何异样，钻进他的怀里，乖顺无比。我跟朋友说了这些事，朋友说黑猫不祥，我还去查了很多的资料，可资料里没这种事情。齐真真也不信一只猫能变成什么怪物，直到有天白天，那只猫突然抱着他的腿，开始做像交配那种不可描述的那种动作。它是个公猫，可我已经给它绝育了，心里怀疑一旦产生就无法再安心。齐真真开始膈应，可那毕竟只是个宠物，他也怕是自己对一只猫揣测想多，又为证明，就在屋里装了很多监控。监控拍下了，就算我把它关在猫房，有隔离栏，它还是每天半夜里都会出现在我房间，像人一样伸展身体，然后用爪子摸我的身体。齐真真脸色惨白，紧拽着自己身上厚重衣服，我吓得要死，可我朋友他们都说看不到，
他们说我出现了幻觉，我害怕，我忍着装作不知道，我把它扔了。可不管把它扔多远，把它送到哪里，它都会自己回到我家里。那天晚上，他说话了。他漆黑的身体，眼睛闪烁着幽幽绿光。既然你已经发现了，那我就不用掩饰了。我杀了他，我拿着刀去杀了他。齐真真叙述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像是又经历了一遍，身体瑟瑟发抖，目光无措。可我没能杀死他，我扔不掉他，我就想着我跑总行了吧，我就逃出国。可不管我去哪，他也总能找到我，他就一直缠着我。我找了道士、和尚，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收了我的钱，却都说没问题。他们说让我去看医生，说我人格分裂，精神出了问题。我爸妈忙得没空管我。他甩不掉猫，也逃不掉，像被困在这个别墅里了一样。他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24小时都穿得严严实实。他只对我做那些动作，开口说话威胁我，还并没有真的对我做什么。因为他说日子就快要到了，要把我留着到日子那天当做祭品吃了。我没有问题，你相信我，我没有问题。齐真真猛地抓住江福，眼睛有些泛红，情绪紧张恐惧。我求求你救救我，只要你能救我，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只有求生的意志让他还能清醒着，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江福抬头看了眼前方那座豪华别墅，安抚齐真真：那只猫现在在吗？在。齐真真：我能跑出来是趁他不注意，可我不能跑太远。他之前跑不远都会被他给抓回去，现在他没来抓我，一定是因为看到了外人。齐真真脸色惨白的小声说：每次有外人，他都会很乖顺。江福之前在监控里看到过那只黑猫，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恶灵邪灵的气息，哪怕此时站在这里，他也没感受到。有两个可能：一，若齐真真所说是真，这只猫估计不是灵种，而是一种特殊的皮庸，属于异端，处于人灵中间，一种非人非灵的超自然物种，由那个才诞生没多久，非常神秘的异端局管理。二，这件事的本质是个针对他的陷阱。不管是哪个，江福对这件事都挺有兴趣。江福捏住身边精神恍惚的齐真真手腕，给他把了个脉，灵力游走在齐真真体内，在齐真真的心脏处看到一条黑线，比头发丝还细，这是异端标记。走吧。江福给齐真真后背贴了个安神符，让他冷静，拉着他走向别墅。我先进去看看你那只猫。齐真真紧拽着江福的衣袖不肯松开，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身体捂得只露着双眼睛，惶恐紧张地看着前方。江福带着齐真真步行走向别墅没多久，一辆看不出牌子黑色 SUV 从山路驶上来。咦？开车的沈平安看到路边停着的那辆小货车时，不由一愣，这辆车怎么那么眼熟？副驾驶坐着的沈继之懒懒抬了下眼皮，也一怔，是江福的车，就是江福的车。沈平安目露怪异，江福的车是辆小货车，外观看着非常的精致，重点是他的车厢上涂鸦一样画着很多奇怪符号，绝对独一辆。江福。后座坐着的贺贤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来了精神。他怎么在这里？难道……沈平安有点惊疑不定，也是为了那只猫？沈继之眸光漆黑，别忘了他是啥都干员工。之前在医院里，贺贤感受到了沈继之对江福那种微妙情感，可他也不敢多问。从某种程度上讲，江福也是他救命恩人，贺贤就有些迟疑。那我们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啥都干和图灵他是王牌，对付异端他不一定行。沈继之推开车门，下车步行走向别墅。去看看，主子。沈平安脑袋探出驾驶座窗外喊了一声：你有想好怎么跟江小姐解释也在这里，是巧合还是痴汉跟踪了吗？就算这次真的也是巧合，可巧合实在太多了，江福会信吗？沈继之步子一顿。沈继之侧头冷眼睨他：用你操心。沈平安忍住笑：那主子您随意。贺贤凑近沈平安：小六爷这是担心江福吧？沈平安：我以为这非常明显。贺贤：小六爷对这个江福到底啥情况？沈平安：不知道，他只知道沈继之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很久。见到江福后，似乎找到了。齐真真收养这只猫后，直接腾出一间屋子，打造了猫房，装订着非常漂亮豪华的猫爬架和猫房，装了专门监控，各种奢侈品牌的猫玩具、猫衣服一堆。但那只黑猫此时并不在这个房间里。江福感应了一下，又折了张符给齐真真，拿着。齐真真也没看清是什么，紧紧握在手里，依旧拽着江福的衣袖不肯松手。江福侧头看他：你这样拽着我，我没办法处理事情。可是我……齐真真脸色一片惨白，有我刚才给你的符，什么危险都不会有。齐真真才一点点松开江福，自己瑟缩地站在屋子中间，紧捏着符防备地看着四周。还想跑？砰！就在江福循着气息寻找黑猫所在时，外面院子里突然传来利齿和声响。啊！神经薄弱，
已经变得草木惊风的齐真真听到声响吓一跳，直接抱着自己脑袋蹲下，慌乱瑟缩：“不要杀我，不要！”江福闪身到阳台上，往院子里看。沈继之，江福不由迷起同人：“江小姐。”沈继之才看到他似的，有些惊讶：“刚才看到你的车，还以为是看错了，原来你真的也在这里啊！”沈继之笑得明艳勾人：“真是巧啊！”自沈继之出现后，他和沈继之相遇的次数，就算是巧合，未免也太多了一点。江福皮笑肉不笑：“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沈少爷是尾随痴汉呢。”噗！不远处花坛里正在抓猫的贺贤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下来，被沈平安扶住。可贺贤干咳一声忍住笑，站稳身子，低声问沈平安：“你怎么知道江福会这样说？”沈平安：“无他。”沈平安：“猜的。”他差点以为沈平安要说一句为首熟耳。跑了。耳边传来沈继之那轻飘飘冷冰冰的声音，让沈平安和贺贤一个机灵立刻回神，侧头看向别墅的花墙方向。黑猫非常利索地窜上去，准备逃跑。贺贤立刻闪身追上去，手里握着的电网枪瞄准黑猫发射，可猫的速度太快，翻到墙外，打出的电网枪一直落空。贺贤和沈平安似有轻功一样，轻松翻越过有2米高的别墅院墙，对那只黑猫追截围堵时，头顶一片阴影飞过，穿着纯黑色冲锋衣的江福身影就落到他们面前，手中一把匕首横向飞出，正定到那只逃窜的黑猫尾巴，把它定在原地。喵！黑猫一声凄叫，竟然直接用力把尾巴从匕首刀尖下拽出，带着血的继续跑。就在那一瞬，贺贤抓住时机，又射出一张电网，把黑猫给笼罩在其中。江福抬头看向他们，来抢活的。不管怎么说，江福算是他的救命恩人。贺贤温和笑道：“这是我的工作，我身体未全好，小六爷来帮我的。”江福面无表情：“这是我先来的。”贺贤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活我们干。沈继之悠悠开了口：“报酬给你。”江福睨他一眼，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江福下巴往猫那边轻抬，又要跑了。被电网笼罩，定穿尾巴的黑猫在电网散发的电流下，凄厉嘶吼着抽搐了一阵，小小的身体竟然弓起几倍，像人一样站了起来。猫脸上露出一种狰狞诡异的表情，把身上电网都给撑起，用爪子拽下来。他似乎想把网撕破，可2只爪子用力撕拽了一下，电网都没有一点破裂迹象。他像气急败坏一样扔到地上。2只绿色猫眼阴森地盯着贺贤几人。可恶的猎异人！他整个依旧是猫形态，却变得像个7、8岁小孩那样高，直直站立着，张了嘴，说了人话，沙哑干涩。贺贤面色微变，竟然还是个高智阶级灵物，能解决吗？身后传来江福慢悠悠的询问：“我可以出手帮你们哦。”贺贤微顿，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这种我还是能应对的，就不麻烦江小姐了。他礼貌又客气的道谢，从后腰又拔出一把特制银色手枪，对准黑猫。可沈平安干咳，低声跟贺贤说：“你没听出来，他是想赚这份钱吗？”贺贤：“没有，顾不上有没有，先解决眼前麻烦更重要。”可黑猫速度快如闪电，躲开贺贤特制子弹攻击，4爪着地的跳跃着反冲向别墅，目标很明确的是那边的沈继之。沈平安神色微变，用尽全速闪身回去，拔出随身携带的剑劈斩而出，劈退黑猫。贺贤也飞快回神，手中特制的麻醉枪配合着和黑猫纠缠的沈平安不断射击，射中黑猫后却直接被黑猫皮毛阻隔，沈平安的剑也次次劈空。黑猫速度实在太快了，看没办法沈继之下手，又变回小猫窜进别墅。这次的目标是躲在室内的齐真真。到了齐真真面前，一束金色光芒在齐真真的惊恐惨叫中从他身上弹出，把黑猫伸出抓向齐真真的爪子击飞。金光符，黑猫的爪子像被烫到一样冒着黑烟，猫脸变得更加狰狞，脊背上裂开一条缝隙，里边几条染血的脊骨拱出，像是一个血肉团。只是还不等他完全从黑猫体内钻出来，一道金光从阳台窗口处破空飞来，钻进他体内。黑猫又一声凄厉惨叫，正在变化的身子整个酥软瘫下去。江福从阳台外翻进来，又拿出几张符打进黑猫体内，取出一个纳灵袋把它收进去，抽出纳灵袋口的绳子系紧。别碰我，别杀我！江福去看蜷缩在墙角一直发抖呢喃的齐真真，手还没碰到，齐真真就像是被吓疯了一样，张牙舞爪的尖叫着。江福干脆直接把他打晕，把他抱起来送回他卧室床上，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一个手指头粗细的小针包摊开，捏了几根细如头发丝的针扎在齐真真头上。砰砰！江小姐，门被敲响，沈继之的声音随之响起。江福打开卧室门，斜靠在门口墙上，看着门外的沈继之和沈平安还有贺贤。谢谢江小姐出手相助。还是贺贤先开口，有些犹豫。那只黑猫不出意外是异端，还请把它交给我带回去处理。顿了顿，贺贤补充，
你可以开价，我买回来。刚才进来时，沈平安已经用简单语言跟他介绍了江福的工作和爱钱特点。对他们来说，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事，再大的东西收进纳林袋里也就巴掌大小。江福手指勾着袋口的绳子轻甩着，50万。贺贤顿了下，可以。贺贤转账干脆。江福把袋子扔给他，你是异端局的猎艺人。贺贤又顿了下，笑笑，算是吧。江福挑眉，那你之前还能被南城恶灵伤到？贺贤有些尴尬，我的技术还不太好，而且异端和灵种的处理方式也不太一样，我没有对付灵种的经验，不了解，以前也没有接触过。江福没再多问，也不再管他们几个，要回房间看齐真真。他要等齐真真醒来，拿这笔工资报酬。可从头到尾都没得到他一个眼神的沈继之干咳一声，想引他注意，可江福依旧看都没看他一眼，也没搭理他，跟他们不存在一样。贺贤觉得气氛突然变得很安静，很怪。片刻后，贺贤开口，小六爷，我们不回去吗？贺少，沈平安摸了摸鼻子，努嘴示意，你觉得我主子想走吗？是他多嘴了。江福在齐真真床边坐着，一边观察齐真真状况，一边拿着私人手机看消息。沈继之斜靠在门口，黑色高领毛衣衬得皮肤雪白，不过20出头的年纪，俊美的眉宇里还带着些少年气，一颗泪痣衬得明艳，那双漂亮惑人的桃花眼里，漆黑视线一直在盯着江福的手看。他不走，贺贤和沈平安也不可能离开。堂堂中州太子爷，桀骜不驯的小六爷，此时竟然像个痴汉变态一样，不会是动心了吧？贺贤不敢问，贺贤没眼看。贺贤干脆去了楼下客厅里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边情况已解决。沈平安靠在不远处栏杆上，拿着手机上网。看够了吗？半个小时过去，沈继之的视线就没挪过。江福终于抬头看他，目光平静无波。沈老板，如果是有什么特殊嗜好，我可以给你介绍个手型艺术馆看个够。旁边玩手机的沈平安，楼下忙工作的贺贤同时安静，支起耳朵悄悄偷听。沈继之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窘迫，挑了下眉，如果我只喜欢江小姐的呢？江福盯着他看了2秒，非常认真的提议，那我可以给你做个手模模型，或者一模一样的假手，给你打8折。可沈平安差点又没忍住笑出声。沈继之嘴角轻扯，悠悠叹了一声，那不一样的，假的哪有真的好看呢？江福又瞥他一眼，起身走到他面前，朝他伸手。刚才半小时的观看费10万。为什么江福的每一个动作和行为都在正常的反应和他们预料之外？而且他有那么缺钱吗？沈继之也怔了怔，看着江福的眸色晦暗不明，江小姐似乎非常缺钱。江福瞥他，没人叫你不要打探别人隐私吗？认识沈继之的都知道，家里人一向是他禁忌，尤其谈论家教这种话，上次有人提了一句就被割了舌头。沈平安和贺贤神色都一致，看向沈继之。沈继之神色顿了顿，艳丽的一张叫变得有些寡淡，垂眸，音色凉薄低沉的听不出情绪。我母亲生下我就死了，我父亲不管我，我家里的人都想杀我，的确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并没有动怒。可室内气息突然沉了些，江福跟没察觉一样，打探隐私需要加钱。江沉的气氛瞬间被打破。沈继之无声叹气，拿出手机转了10万给江福。既然江小姐不想说，我就不问了，这些当刚才冒犯你的赔偿。他想转20万的，但刚才已经赚了10万，日转限额了，只能转10万。沈继之思索着，在没有拿到江福其他联系和转账方式之前，他应该把自己的微信单日转账额度提高一下。看他没有生气，贺贤微松了口气。沈平安瞥了眼自己主子，觉得他刚才不但没生气，似乎还有点想装可怜博江福同情，结果江福完全不上道。江福收了钱，嘀咕，有钱的小变态痴汉。沈继之悠悠，我听见了。江福，哦，听见又怎样？沈继之扯了下嘴角，话音突然一转，江小姐，其实我家也有只猫。猫？主子哪有养猫？等等，说的该不会是白将军吧？还是黑将军？江福又看向沈继之。沈继之脑袋微偏，我家的猫会后空翻。沈继之眨了下眼，我怀疑他也被恶灵上身了。江小姐能来我家帮我看看吗？这借口是不是太粗糙伪劣了一点？有病就去治。江福皮笑肉不笑的对沈继之笑了一下，伸手把卧室门关上。被无情关在门外，下意识往后侧了下头，才没被门砸到脸的沈继之。那只猫并不算是猫，而是一只邪恶灵种找了个猫的皮囊当作身体寄生。有一种恶灵会寻找喜欢合适的人类身体寄生，通过吞噬该人类的意志，取而代之。这只猫对齐真真这具身体非常感兴趣，并不是色欲，而是对这副皮囊的满意。他看上了齐真真这具漂亮完美的身躯和富裕家庭，想要她的皮囊身体。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已经不是纯粹的灵，被异端局称为异端猎捕也正常。江福等齐真真醒后，言简意赅地跟他说了猫的事情，收了报酬才离开。沈继之就也一直等着他，跟他一起回的江城。江福一直没搭理他，在市区车多的地方，借助来往拥挤的车流甩掉他们。沈继之悠悠叹了声气，非常诚恳地给江福发语音：我的猫真会后空翻。江福回了他一条2秒的语音，只有2个字：神经。语气里能听出无语。沈继之盯着这俩字看了会，低笑出声。他花30万重加江福微信后，两人的对话框内容里一直都是算账和转账，但也没几条。这算是他们2个第一次转账外的聊天。被骂还这么开心，他们小六爷不会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吧？比如受虐倾向？不过就算真有，估计也只受江福虐。咦，小六爷鬼上身啊！贺贤脑补着，身上冒出一层鸡皮疙瘩，搓了搓胳膊。我家老爷子今天给我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应该是你家老爷子那边找他了，我糊弄过去了。小六爷不打算回家吗？沈继之靠在副驾驶椅背里，慵懒的气息都冷了不少。告诉你家老爷子，少管点别人家的闲事，活得久。你以为我爷爷想管啊？那还不是跟你那老父亲有交情。贺贤没好气，开门下车，我自己坐私人飞机回家了，小六爷自己在这儿玩吧。走了几步，贺贤又回头看着沈继之，笑得非常优雅端正，祝小六爷早日追到那位江小姐。沈继之眉眼微动，心情似乎好了点，吩咐沈平安开车拐去平南古镇，手上不紧不慢地打开手机，自带浏览器，输入性格冷酷又拽又很厉害的女孩该怎么追，点击搜索。金色湖泊无边无际，仿佛连着天望不到边。一棵巨树屹立在湖泊中央，伸展开的茂盛枝冠上，似柳条一样垂下的枝条全是金色，流淌着耀眼光泽。江福穿着一条到脚踝的纯白色长裙，站在树下水面上，转头就看见身后无数身体半透明，甚至看不清脸的身影漂浮在水面上，向他下跪，似朝拜一样。无主归来，无主。江福看着这一切，赤脚往前走了一步，脚下湖面如平地，只有水波纹荡漾。阿福。这时在那些不整齐的嘈杂恭敬无主称呼里，清晰地传来一道不一样的轻声呼喊。江福微怔，转身看向那道细微声来源，一道穿着宽松白衣的身影逆着金色圣树的光芒慢慢走近他，骨节修长分明漂亮的手里捏着一个用各色花朵编织的彩色花环，脸上戴着张银色面具，上边雕刻的镂空花纹像彼岸花。及腰的墨色长发，雪白的宽松长袍，交叉的领口开得有些大，露着半片胸膛，凸起的锁骨漂亮，透着蛊惑。快走到近前时，他抬起一只漂亮修长的手，缓缓摘下脸上盖着整张脸的面具，下颚线轮廓流畅，深邃立体的五官上一双弯着的桃花眼里明明带着明亮璀璨的笑意，却给人一种难以描述的哀伤，模样漂亮俊美的如同神明雕塑。左眼下一颗精心的泪痣，红如滴血，不染尘埃的气质让他仿若坠落人间的神奇。阿福。他走到近前，把手里的花环戴到江福头上，明亮的眉眼里温柔似水。我好想你。这张脸，这声音。沈继之。江福盯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那张美到让一切黯然失色的脸，瞳孔骤缩，豁地睁开眼睛，身子从诊所的椅子上坐起来。他微喘着气，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愕然。今天周六，他按时来看心理医生，赵医生为他做常规催眠。那样的景象，江福这些年已经在催眠里见到了无数次，每次都一模一样。可今天竟然变了，多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沈继之，虽然打扮不一样，可他那张脸，那双桃花眼，连泪痣都一样。沈继之。沈继之怎么会出现在他被催眠的梦境里？他往常被催眠醒来时都非常平静，这次情绪波动有点大。赵医生倒了杯温热水，短些走过来递给他。今天梦境里出现了新的景象。江福喝了口水，平复心情，眼底晦暗不明，出现了一个最近认识的人。催眠的梦境来自被催眠者的大脑记忆和内心最深处，可能是被催眠者过往遗忘的记忆，也可能是被利用特殊方法种下的记忆。赵医生说，最近认识的人出现在你往常的梦境里，要么你以前和这个人认识，但你遗忘了他，要么这个人的出现对你内心出现了影响，间接影响你的梦境。就像那句俗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对沈继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继之对他内心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荒谬绝伦，淡忘不惊，神经。不过江福想起前不久在啥都干总部第一次见到沈继之，每个人从出生起身上就有一种颜色，或黑或白，代表善恶。他天生就能在人的身上看到这两种无形的气，而在他的规则里，黑的能杀，白的不能。但沈继之的身上
什么颜色的气都没有，无色的。这个人性格怪癖，长相妖孽，没有颜色。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无色的存在，第一次出现掌控之外的人，直觉也告诉他远离这个人，不然会发生不好的事。所以他拒绝了沈继之雇他做保镖的单。难道是因为这个？不可能。梦境有变化，出现了新东西是好事，说明有人影响了你，你的心理和生活在往前走，印证你是正常人的痕迹。看江福突然沉默，像是在思考回忆什么。赵医生，如果出现的人是你现实里认识的，不管熟不熟悉，能出现在你的梦境里，肯定是对你有特殊性才影响你，你可以去和他接触接触。顿了顿，赵医生，要不我再帮你深度催眠一次，你再仔细往深里看看。不用了。江福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拿出手机扫旁边办公桌上摆着的二维码付钱。你说的概率都不可能，心理医生看诊基本都是按分钟算钱，更何况赵医生是异端局的特殊人员，收费自然更高。他在普通世界里开心理诊所，很少接待普通人，接待的一般都是被异端局监控观察的特殊人员。江福自己也会催眠，这么多年会每周按时来找赵医生，除了赵医生的催眠术的确厉害之外，不过是应付异端局的定时排查。他的梦境第一次出现新的波动，可能还跟沈继之有关，没必要让他们知道。赵医生靠在桌子上，看着江福付完钱拎着自己外套离开的身影走到门口，又开口，你听过前世今生论吗？江福斜眼淡睨他，你该不会又要说我的梦里景象是我的前世吧？他毫不留恋地抬脚出门，散漫声音从走廊里传来，如果真有前世今生，那在这个前世里他肯定是我的狗，不然自从再啥都干第一次相见后，沈继之怎么屡次能跟他偶遇呢？只有狗的嗅觉才那么好，主人在哪都能找到。江福刚离开心理诊所，就接到秦平电话。秦平语气紧张，福姐，又有一群人来平南古镇，说是要收购改造这里，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和尚，说古镇里有恶灵，强行贴了几张符。他发了几张照片过来，是偷拍的。一群黑衣保镖众星拱月般的保护着一个人，这个人还被搀扶着，头上包着厚厚绷带，气质金贵，审视自己地盘一样审视着平南古镇。俊朗脸上带着阴狠。林恒，哪有死路走哪里，他还真会挑地方。江福都笑了，舌尖顶了下腮帮子，把手机放在车内支架上，让叶灵调平南古镇入口处监控，查看这群人。那个和尚的光头上有着很明显的戒疤，穿着暗红色的僧袍，那张脸年轻的看着不过20多岁，骨相五官优越的俊美，没有出家人不染凡俗的出尘之意，反而裹着几分邪佞。江城的几大家族都不敢对平南古镇下手，袁家您应该听过，上次袁家二少爷已是7人想强拆平南古镇，结果自己家却被反拆，袁家一夕之间家破人亡，袁二少爷如今下落不明。林少爷，看上这平南古镇的人不止你一个，可这么多年，所有想动这平南古镇的人，倒霉的都是他们自己。重要的是，因为一个平南古镇发生了那么多事，官方政府没有发布一点动静，迄今为止没人知道平南古镇背后的主人是谁。这个平南古镇是有点邪气的，林少若真要强收，若出了什么事，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平南古镇外，周硕双手环胸靠在车上，表情冰冷地看着对面房车里的林恒，那说明他们的权势地位还不够高，他们跟林少这种级别地位的提携都不配。林恒房车上，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青年先开口，语气里充满鄙夷不屑和傲然，一个古镇而已，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去？我们林少最不缺的就是钱和权势地位。周硕瞥了眼他，视线从林恒脑袋上扫过，是吗？那林少这脑袋，那是意外。眼镜青年立刻冷声道，意外？什么意外能把这位京城4少之一脑袋弄成这样？这里可是江城，袁家因惹了江福，没了。周家是老大，以为前2天发生的事他不知道吗？被人打就被人打，还意外？周硕暗暗翻了个白眼，面上保持微笑，我只是提醒林少，到时候若是真出了什么事，可别又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又去找我周家的麻烦。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城4大家族也只在江城厉害，在其他更高一层的世家面前也只是小家族。周硕也是最近才从那个还躺在医院的爹嘴里知道，周家一部分生意跟林家产业有关，林家动手都能让周家破产，不然他才不会陪着林恒来。林恒让人调查过平南古镇，周硕说的那些事他也都知道，可他也的确没查到平南古镇这片土地地契的主人是谁，政府那边的回答也是不清楚，连头都不敢露，说不定就是故弄玄虚。何况他跟那些废物可不一样，他看上平南古镇是因为这里是个非常浓郁的聚灵地，他只要聚在此处的灵，其他的他一点都不在乎。除非这平南古镇的背后主人也是江福或者图灵公会或者是沈继之，不然没人能够阻止他。可沈继之那种人根本不会把这种东西放在眼里，也不会纡尊降贵来这里。至于江福，
林恒摸了摸自己被绷带包的严实的脑子，隔着房车车窗玻璃看着平南古镇的目光阴鸷。他就不信自己就真能倒霉到那种程度，在这里也能碰到江福。容貌年轻俊朗的和尚从镇内走出来，停在房车外，双手合十，对着车内林恒作揖，需要9点半以后才能开启。此时晚上7点50多分，林恒冷声说：“那就等。”晚上8点半，平南古镇里的店家摊贩正在收摊，游客们也开始变少，只出不进。秦平在古镇入口处焦急地等待着，直到看见远处路上有往这边来的车灯，是熟悉的小货车后，心中一松。福姐，江福刚一下车，秦平就疾步迎了上去，指了指古镇入口外另一边空地那几辆车，他们说什么9点半以后才能开启，就一直在这里等着。江福往那边看了一眼，跟秦平说：“你们先回家吧，这里的事我来处理。”秦平有些担心，这次的人看着比上次袁家少爷来头要大。福姐您没事，我留下来陪你一起，如果有什么。平姐，江福打断秦平的话，对着他微微一笑：“你知道我厉害的，而且接下来的画面可能少儿不宜。这些年来盯上平南古镇的人不止一个，每次都被江福解决，从无后顾之忧。”秦平也不知道江福到底是什么来历，可他曾经被家暴流产，离婚不得，走投无路自杀的时候，是江福救了他，给了他新生。他只知道江福很厉害，厉害到这个世界上似乎都没什么能阻拦他的程度，像神一样。明明是个不过20岁、明艳亮丽张扬的小姑娘，却总是一副充满阅历、老气横秋模样。秦平知道她是个孤儿，应该是从小到大受了很多苦，才变成这副模样的。秦平时常会心疼她，客气地喊她一声福姐，却已经是把她当成自己孩子看待，对她有时候的这种长辈语气也不在意，只笑笑：“那我在这里等着。”他相信江福能解决，但心里还是担心，就算先回去，也会不放心挂念这里，还是在这里等着安心一点。江福没再说什么，径直走向林恒那辆房车。站住！还没到近前，就被外围保镖给拦住。房车里，林恒在床上躺着，刚睡了会儿醒来，换了套黑色衬衫，让同行的私人医生给他头上的伤换了药和纱布。就听见外边保镖厉喝。林恒微蹙眉，刚想开口，眼镜男又抢先一步打开车门，对着外面厉喝：“哪个不长眼的，不知道林少还在休息吗？”砰砰砰！啊！回答他的是几道砸地的重响和惨叫。守在周围那群保镖全都凄惨地躺在了地上，抱着脑袋、胳膊和腿，或者捂着胸口，痛苦扭曲的哼叫呻吟着。上次在小区里，那群保镖被一个女孩给揍完后，林恒骂他们废物，骂得狗血淋头。这批是重新换得更厉害的，可竟然还是这么不经打，又是一群废物。你知道这里是谁？眼镜男脸色铁青的准备怒骂，声音却在看清踩着地上保镖身体靠近的女孩容貌时戛然而止，瞳孔放大，一副不可置信、愕然见鬼的表情。是你？他家在京城属于下三流，靠着林家吃饭，他就经常跟着一群人讨好林恒。可他在那么多讨好林恒的豪门世家子里也排不上号，不被林恒看在眼里，怎么努力也凑不到前面去。这次能跟林恒来江城，他也费了好大心思。小区那天他也在，只是他站得比较靠后，没有被砸到，没受伤。而其他那些抢在他前边讨好林恒的家族董事长和总裁，一个个头破血流，差点丢命。终于轮到只剩下他一个在林恒面前被林恒重用了，所以他拼了命讨好林恒，想着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林恒面前好好表现。可此时谁？看他突然没了声音，林恒皱眉。那天在破败小区里，江父一人一瞪，见人就砸得平静疯子模样历历在目，看着还在靠近，快走到房车近前的女孩。眼镜青年有些头皮发麻，脚下不由自主往房车里边退。林少，是那天小区那个江福。林恒含着金汤匙出生，家里政商两社，被称为京城4少之一，从小到大都是他作威作福，从未有人敢动他一根头发。可那天他差点被这个年纪不大的女孩给打死，他躺在医院里进入抢救室前，还在恶狠狠地说要让江死无葬身之地，可背上就过来，在医院躺了不到1天，就对这件事一字不提了。这个江福，眼镜男不知道他什么来头，也查不到，可从他差点杀了林恒和那么多豪门世家的总裁，都还能平安无事，半点麻烦都没有这一点来看，就能猜到他不简单。谁？刚接过红酒喝了一口的林恒猛地站起来，声音表情都有些尖锐。福姐。这时外面传来周硕惊疑欣喜的声音。江福。林恒扔下红酒杯子，3步并作1步地冲到房车门口，正对上在房车门口3米之外的江福。他的模样在古镇入口外明亮的太阳能仿古路灯下清清楚楚。路过。江福肯定是路过。对，路过。可他路过干什么？又打他的保镖，还冲向他房车，他真就这么倒霉？林恒身体一颤，脑袋上伤口缝合处开始作痛。周硕没睡也没走，
他想看看林恒到底想做什么。他知道江福每周星期天都会在古镇摆摊，但没想到会在这时候看到江福兴冲冲地迎上来。福姐，你怎么在这里？周硕是从林恒后边那辆车上下来的。江福看了林恒一眼，又看向周硕，微皱了下眉。你跟林恒是一起的？不是。听出了他语气里的不悦和不对劲儿。周硕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下意识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跟江福低声解释了一遍，小心翼翼问江福：福姐，你跟林恒有过节？顿了顿，他心头一跳，林恒那头不会是你打的吧？江福：是啊。周硕语速飞快，我家生意是我爸那老头子搞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不知道你跟他有仇。我家产业，周家那个私生子死了，他那个爸在住院，他是周家唯一继承人了，因有些东西还必须他爸转移签字，他爸才没死。不过在他暗中控制下，他这个爸活不了多久。他最近在病床前做大孝子，边暗中查周家所有资产生意链，才发现跟林家有关的。虽然那些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不愿意伺候林恒，也不愿意真得罪林恒。可若在林恒和江福两人中间选择一边站队，那他肯定会选江福。在他心里，江福比林恒更不能惹。惹了林恒，顶多可能是家里破产；惹了江福，破产都是小事，那是会死人的。江福瞥了眼周硕，那就退一边去。好嘞。虽然不知道江福要干什么，但周硕心里觉得自己最好听他的，非常乖巧的跑到了一边去。江福淡淡看向房车里，在几乎包住整个脑袋的白色厚重绷带映衬下，脸色更惨白的林恒。林少脑袋不疼了。眼镜青年不敢再冲锋陷阵，默默的不着痕迹的往房车里边退，往林恒身后退，降低自己存在感。林恒目色阴沉，江福，上次的事情我已经跟你道歉，并且做出了赔偿，也没有再追究你差点杀了我的事。今天我可没惹你，你想做什么？拳头紧握，压制着愤怒，隐忍的语气里却夹杂着些恩赐的意味。江福目色无波，听说你想动平南古镇？林恒心头一跳，带着试探性冷模两可的回答，是不是又怎样？哦，不怎样。江福似笑非笑，语气不紧不慢，只是平南古镇是我的地盘，你又动了我的东西呢。他预想的那1%的不可能中的可能成真了。草他大爷的！林恒脸有点绿，头更是疼得有些发晕。林恒一手扶着自己有些重的脑袋，一手扶着车门，看着江福的眼神阴沉到极致。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吗？不然呢？江福继续往房车上走，想让我拿出土地证明所有权给你看吗？他穿着黑色的冲锋衣，锁链一直拉到最高，微扁的宽大领子有一点遮住下巴，乌黑直顺的长发随意披散着，齐整的刘海到眉眼上，如此发型在他身上并不显俗气，反而添了股阴冷。一双凤眸漆黑，右眼下的泪痣透着绯红。一步一步走进林恒，苍冷的唇耸动，你配吗？狂妄嚣张。江福，林恒想维持自己那与生俱来的高高在上的金贵气度，可他看着像死神一样慢慢逼近自己的江福，脑子里就浮现前几天江福拎着凳子，一个脑袋砸过去的阴狠模样，头上豁豁作痛，声音都无意识变得有些许结巴。你能让你不到5天就出院，上次是我下手轻了。江福语气不疾不徐，带着浅浅的微笑。林少能活着，这么快就能出来，想必是上帝原谅了你。上次那事，林恒气得要死，恨不得把江福碎尸万段。他知道图灵公会会护着江福，可他也知道图灵公会不能插手普通人的事，他才报警光明正大抓江福。可没想到竟然杀出来一个江玉涵和沈继之。前几天那事，他差点死在江福手里，最后爸妈还逼着让他去跟江福道歉，那简直是耻辱。林恒没去，可今天我今天什么也没干，我就来这里看了看。林恒咬牙，我听说这个古镇是旅游景点，难道你还能管别人来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江福语气平静，却狂得瘆人。你为什么觉得我管不了？林恒白着脸，上次的事我已经跟你道歉，也给你赔偿了。如果今天我在这里也惹你不顺眼了，我给你道歉赔偿。道歉？赔偿？江福笑了一声，那不如你今天就以死谢罪吧。你说我没死是上帝原谅我，上帝都原谅我了，可上帝原谅你是上帝的事，我没有原谅你啊。江福偏了下脑袋，满脸无辜地打断林恒的话。无耻！给他个梯子，他还真敢嚣张地往上爬。林恒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沉声冷笑。江福，你不要以为自己仗着图灵公会还有沈继之和江玉涵就敢为所欲为，我们林家也不是好惹的。呵，江福喉咙里溢出声嗤笑，可惜没有他们我也敢为所欲为。他语气态度都狂的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模样。疯子，关门，走！眼看江福就快要踏上车，林恒因心中瞬间有些慌乱，一边伸手去拽车门，一边喊司机。砰！江福一脚踩在车上，似有千斤重般，
让车门无法关闭，房车无法行驶，仿佛踩在林恒心上，让林恒心脏骤缩了下，放弃拉门，无意识往后面车里退。房车空间很大，可空间再大也有限。林恒退了2步，突然绊到了什么东西，整个人踉跄了下，差点摔倒在趴下。林恒下意识扭头去看，就看眼镜青年躲在自己身后，也在紧张往后缩，却直接把他往后躲避的路给堵死。操你爸！林恒转身对着眼镜青年就是一脚，你不他妈说是来保护老子的吗？你躲老子身后几个意思？林恒拽住青年胳膊，把青年拖到房车门口边，对着上来的江福一脚把青年踹出去。江福侧身躲开，青年砰的一声从距地几十公分高的车门上毫无缓冲之力的摔下去，重重趴在地上，眼镜被摔掉镜片碎掉，扁歪了的鼻子流出血。没碰到江福一点。废物！林恒一边慌乱的随便抓住车内什么东西砸向江福，一边怒骂前面司机，让你开车，你聋了吗？不是。林少！司机一头急汗，无措慌乱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油门打不着了，车子好像坏了。废物，让开！林恒想说让开他来，可他这辆豪华房车的车厢跟车头是分开的，因为他嫌弃司机驾驶室脏。此时房车唯一出入口被江福挡着。江福，我告诉你，林恒砸了半天也没砸中江福一下，车里医生也害怕的躲了起来。林恒握着桌上的红酒杯当武器防备，脸色煞白。我姑姑也是图灵公会的人，你今天若是真杀了我，林家和我姑姑都不会放过你的，就算图灵公会和审计之江玉涵也保不住你。江福淡淡哦了一声，左手袖口微松，一把不知什么材料打造的，不过巴掌长短的黑色剑柄从袖中滑落到手里被他握着，拇指摁下剑柄上隐藏按钮，1米长的银白色剑身自动延伸而出，锋利的闪烁着寒芒。你姑姑如果找我为你报仇，我会让她去陪你的。那个能杀和不能杀的黑白规则是师傅告诉他的，但在那之外，他还有一条自己的规则，惹他的，尤其像林恒这样的都能杀。他来真的，他敢杀他，他真的敢杀他。眼镜青年没用，医生也没一点用，都是废物。空木！林恒一边大喊，一边后退到房车深处，拐进车上洗手间，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小空间里，隔绝江福。空木，你死哪去了？听到这个名字，江福眉眼动了下，脚下却没停，手中剑直接劈向洗手间的门。施主！清冷声音从身后传来，有人走上房车。江福侧头，20多岁的俊青年穿着深暗红色的僧袍，剃得锃亮的光头上6个戒疤清晰。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莫要逼人太。在抬头看清房车里江福模样的那一刻，一个未出口的甚字戛然而止。空木！洗手间里的林恒听见声音，厉声大喊：快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怎么着？江福挑眼看着空木，杀我？空木制住的表情努力扬起微笑，小师姑说笑了。小师姑！洗手间里的林恒听到空木这个称呼，脑子宕机了一瞬。空木叫江福小师姑，空木可是藏山道这一代最年轻最天才的藏师，是藏山那位古佛的徒孙，他竟然叫江福小师姑？幻觉！他一定是出现了幻觉。林恒厉喝：空木，你不要忘了你欠我们林家的事，你快把他给我弄死！你师祖死了，可你的师傅我那位师兄还没死，藏山道藏师不准下山的禁令还在吧？江福似笑非笑地看着空木，你这是叛逃了师门？空木干笑一声，语气恭敬：小师姑说笑了，师傅说我还有尘缘未断，我父母以前受过林家恩惠，此次下山入世特地是来还清了结这场恩怨。顿了顿，他又客气地问：小师姑跟林恒有仇？有啊。江福指腹摩挲着手中锋利剑刃，你没听他刚才让你杀我吗？空木！洗手间里的林恒生怕江福闯进来，身子紧抵着门，听着外面对话越来越不安。你怎么还不动手？既然是你的尘缘，不可能不了结。江福淡淡道：来吧，我送你们一起走，赶紧解决了你们，我还有事。空木嘴角轻扯，后退了一步，佛号也不念了，我自是没本事，也不敢跟小师姑打，更不想死。不过他顿了顿，我答应林家帮林恒猎捕林种，让他加入图灵公会，就能了结我和他们家的恩怨。小师姑身为长辈，可以让一让师侄，等我先完成你再杀吗？你说呢？江福冷嗤。所以前几天在车站附近小区里，那群和尚也跟你有关？是。空木微怔，有些小心翼翼。那个小区打林恒的人是小师姑？江福：是啊。江福，听说你今天在平南古镇贴了符？空木神色滞了一瞬，这座古镇是聚灵池，有一个介于灵域和人域之间的空间，聚集着很多无法投胎也无法进入灵域的灵种，留着迟早是祸害，只要把他们……这是我的地盘，你以为我不知道？江福掀开眼皮子，眸色一片冰冷。空木又顿了顿，小师姑在这里养灵，
空木，听他们两个聊得没完没了，而且真的一副语气熟稔的模样，尤其空木那对江福无比恭敬客气的态度，林恒心中越发急躁不安，想打电话叫人，手机也在外面床上没拿。林恒只能厉喝：我不要你帮我抓林加入图灵公会了，我要你帮我杀了江福，只要杀了他，你欠我们林家的恩情一笔勾销，自此再无纠扯。江福瞥向空木，气氛静得有些尴尬。半天，空木微笑开口：林少爷自求多福吧。林恒，空木，你敢不救我？你欠林少应该误会了，那不是我欠，而是我爷爷曾受过你爷爷的帮助恩惠。空木爸妈死得早，没多久爷爷也死了，空木被捡回藏山道，成为佛家弟子。而且就算你死了，林家还在的，不耽误我继续还恩，说不定等林少死了，我帮林少收尸也算是装还恩。对了，江福是我小师姑，亲的那种，就算死，空木也不敢去招惹得罪这位，年龄比他小，身份地位身手却都比他高，甚至可以秒杀他的小师姑，不然他师父会先废了他，再把他逐出师门。别说未来的太阳，未来他都可能再也看不到。就不说这个，他也不可能为了一份所谓尘缘恩情，忤逆自己同门的亲师姑对他出手。空木怕自己再慢一点，江福真的会杀自己，对林恒扔下一句话，立刻就后退着飘飞出房车，瞬间没了动静。耍他吗？图灵公会的入会考核不要求任何学历年龄，甚至不认字没有文化也可以，但需要进行特殊的天赋考核，对灵的敏感，特殊旋律，还需要捕捉10只恶灵，证明自己。林恒一直想加入图灵公会，可在图灵公会那个姑姑一直说他没有图灵的天赋，不适合图灵公会那种地方。前不久，空木来到林家说是要还一份恩情，林恒父母还没有想好如何还，而他知道空木是非常厉害的玄术藏师，所以这次家里让他来江城考察地产历练，他才悄悄联系了空木，说帮他通过图灵公会考核就当还清。那对空木来说轻而易举，空木就答应了。上次小区那事，空木说他有事过不去，就找了一群和尚，结果都被江福开了瓢。今晚空木终于亲自来了，说的也是小菜一碟，结果碰上江福这个小师姑就抛下他跑了。刚把空木当成希望和救命稻草，让空木杀了江福，准备扬眉吐气的林恒撕扯着喉咙大喊：空木，空木！可没人理他。一把锋利的剑刺从洗手间移动折叠门缝隙里刺进来，剑尖闪烁着夺命寒芒。江福，你不能杀我，你不敢杀我！林恒看着刺穿门的剑尖，吓得缩在厕所角落，急声大喊：我听见你刚才说这个古镇是你地盘，你也知道这里那些灵的存在，你可是图灵公会的图灵师，你竟然在这里饲养灵种，如果被图灵公会知道你就死定了。图灵公会是图灵的，是维护人界和平的，江福却养这么多灵种，已经严重违反图灵公会禁忌。江福，你……砰！门上的剑被拔出去，门外安静下来。林恒以为自己刚才这些话起作用了，稳住情绪，还想继续剖析威胁江福。一声巨响，厕所门被从外面踹开，林恒吓一哆嗦，双腿都软了下去。江福走进来，可这个小空间里连个窗户都没有，唯一的门被江福堵着，林恒想跑都跑不了。洗手间里也没有一个能用的工具，他只能拼命地往墙角里缩。江福，我家是京城4大家族之一，我姑姑是图灵公会高层，你身为图灵师却饲养恶灵，如果你杀了我，江玉涵和沈继之也保不住你。江福没什么表情，只慢慢地走近他，角角色五官冷艳，寡淡的仿若索命死神。你，林恒脑子已经混乱一团，之前的嚣张高傲不见一点，越来越绝望，无比后悔自己没有听母亲的话。对不起，我错了。林恒腿软的缩跪到地上，害怕的一身冷汗，泪都出来了，双腿之间有可疑的湿痕。我错了，我不该动你东西，也不该打平南古镇的主意。我还没有动这个古镇，你不能杀我。那都是空木说这里是个聚灵池，不是我。江福，你不能杀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上次我不该不去给你道歉。林恒跪在地上，身子还不断的往角落里缩，所有姿势动作完全是在恐惧之下，出自身体最原始的求生本能，语言都有些混乱，脸色惨白的毫无血色。你本来能活的，可偏偏他又要自己不信邪的送上门来，仗着身份搞事情。空木在的时候，林恒还底气十足满是力气的命令空木杀掉他，都那么想杀他了，他又怎么可能留个隐患给未来？江福也不用玄术去看林恒身上的气是黑是白，任由他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公子跪地哭着求饶，一脚踹了上去。外面晚上9点了，古镇的人已经差不多走完了。林恒白天就进过古镇，带着一个和尚，这边指点一下，那边指点一下，贴了很多奇怪的符，阵仗大得不行。古镇商家游客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看着那贵气阵仗也不敢得罪。看他们一直带到这会儿，有一部分商家摊贩担心想留下，
也被秦平支走了，一片昏暗，只有外面的复古路灯还亮着，非常寂静。平姨、周硕跟秦平待在一起，待在古镇入口大门边，一直好奇地往林恒房车那边看，忍不住问秦平：“那林恒的背景，福姐真没事吗？”没。秦平刚想说什么，一束远光灯打过来，一辆车子驶到古镇入口附近停下。关掉远光灯后，在昏黄的路灯灯光下看清，是一辆加大版看不出品牌的黑色 SUV， 京 V0003。周硕看着这辆车上挂的车牌，震惊的瞳孔放大。我操，这是哪个首长都来？砰！林恒房车那边又一声巨响，打断周硕的话。房车门被踹开，那堆保镖还在外面地上躺着，房车的司机不知道跑哪去了。江福拽着林恒一条胳膊，把他从车上拖下来，从高底盘的门看落在地上发出巨响。林恒脑袋上刚换没多久的绷带已经又全部被血给染红了。林恒双目紧闭，脸上也是血，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江福踩着地上昏迷没有意识逃跑的眼镜青年和保镖身体，拽着林恒一个手腕，轻松拖着1.8米几的林恒往古镇入口走。走了没几步，江福停下，抬头看向那辆多出来的 SUV。SUV 的门打开，先伸出来的是一条极长的腿，休闲的黑色牛仔裤崭新笔直，脚上踩的是一双白色的休闲鞋，上边是件休闲的白色超薄针织毛衣，一看就是专属定做。没穿外套，宽肩窄腰，一头蓬松短发晨雾蓝色，那张年轻到还带着些少年气的脸上，五官立体，俊美到了妖冶的程度。沈继之，是他。秦平想起上周沈继之来古镇修车，买光了江福滩上东西的景象，他知道这个青年身份金贵不简单，但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看了眼车牌，问周硕：“这个车牌很厉害吗？”这个车牌来头，周硕吞咽了下干燥的喉咙，是帝国内阁政府的人才能开的。周硕在报纸上看到过沈继之的照片。5年前，报纸上说沈继之是个医学天才；3年前，说沈继之研究出了一种改变历史的特效药；1年前，说沈继之拿了医药学科研金奖。中州顶级古老财阀世家沈家最小的孩子，沈家家主的老来子，人称中州太子爷。而那么厉害的沈继之，今年才刚21岁。如果是他，这个金 V 的车牌也正常了。可沈继之来自中州，挂个金 V 的车牌干什么？而且他的穿着从表面看普普通通，实际上都是裁缝专属定做，被他身高颜值称的名贵。打扮那么普通，车也正常，却把车牌搞得这么嚣张高调。昏黄路灯下，江福高挑的身材被一身黑色冲锋衣衬得冷酷，发型平添阴郁，脚下踩着人的身体，手里还拖着一个人，隔空看着沈继之的漆黑眸光如若结冰，像刚从地狱里出来一样的冷。沈继之也没想到这会儿来平南古镇竟然会看到这一幕，半眯了下眼睛。主子，后从车上下来的沈平安看了眼那边江福手里拖的人，低声说：“他手里那个好像是林恒。”江小姐。沈继之并没有太大情绪波动，跟江福打招呼：“好巧啊，又碰上了。江小姐这是正在抛尸吗？”江福眯了下眸子：“是又怎么样？当然是帮江小姐保密。”沈继之微笑：“也可以帮江小姐妥善处理尸体，和你成为共谋。”江福想到催眠梦境里多出来的那个画面，眸色晦暗不明的盯着沈继之看了一会儿，没说话，拖着林恒进入古镇。主子。沈平安站在沈继之身后低声问：“林家那边要处理一下吗？”林家在京城在最高的4大家族里排第2，林家有人在帝国内阁政府当官，偌大的家族还涉及其他很多行业。林恒是林家独子，独子死在江福手里，林家肯定不会放过江福的，江玉涵出手肯定能摆平。但他主子现在努力想在江福面前刷存在感和好感，总得找个机会表现一下。去吧。沈继之看着江福冷酷的背影，眼底漆黑，做得周全一点。他都警告提醒过林家了，林家还不管好自己的孩子，敢把他的警告当作耳旁风，那林恒现在死也是活该。福姐。周硕注意力从 SUV 和沈继之身上收回来，顾不得去好奇询问江福竟然和沈继之还认识，看江福拖着林恒走过来，一阵心惊肉跳，小心翼翼地询问：“林恒他真死了吗？”被拖着的林恒满头血，绷带都被染红，俊逸苍白的脸上有个很明显的脚印，因被拖着胳膊而微抬高的脑袋耷拉着，崭新名贵的西装此时也褶皱一团，看不出胸腔心脏是否还在跳，那张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呼吸模样，不像个活人了。江福抬眼看他：“你也想体验一下吗？”“不想。”周硕神色滞了一瞬后疯狂摇头：“一点都不想。”“那就离开这里。”江福擦着他的肩膀，拉着林恒进入古镇，语气凉薄：“不然待会儿说不定我会杀你灭口。”周硕身体瞬间起来一身鸡皮疙瘩，打了个冷战，汗毛倒竖，朝着江福背影90度弯腰，语气非常恭敬地说：“福姐放心，我今天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今天都没出门，我有事先走了，您慢慢忙。”
话音落下后，周硕压下心底对林恒后续的好奇，就一个箭步冲向自己的车，打开车门上车，启动油门，倒车，掉头开走。眨眼之间一气呵成。沈平安表情古怪，跑得还挺快。平南古镇晚上9点半才完全进人，此时9点多一点。虽然秦平不久前已经提醒早点离开，但还有一些人没走完，多数是还在收摊的商家。他们震惊愕然地看着江福拖着一个人进来，江福打了个非常响亮的响指，时间像静止了一样。古镇里的所有人，包括秦平，都维持表情定在原地一动不动，连空气和风都停止了。江福拉着林恒走在中间空旷的青石板街道上，走了距离入口处大概有200米时，人逐渐凭空消失在街道上。古镇的时间开始流淌，所有静止的人恢复动态，继续着刚才维持的动作。有人收回震惊的表情，脑子空白了一瞬，挠了挠头，我刚才在干什么来着？也有人对着镜子，我怎么一副见鬼了的表情？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我也觉得9点10分了，马上就到时间了，大家还是赶紧收摊回家吧。古镇门口立的牌子上写的就像规则怪谈，外来者有的可能以为是古镇为了招揽客人，可在平南古镇摆摊很多年的他们都知道，这座古镇真的很诡异。白天无事，晚上绝对不能待。以前不遵守规则的人，不是傻了就是疯掉，还有失踪的。这一声提醒，让所有人都加快手上收摊速度，在9点20分之前全部离开古镇。9点35分，江福又从古镇昏暗的长街上缓缓凭空出现，身边没有了林恒的踪影。古镇外面的 SUV 还在，沈继之在路灯旁的车上靠着，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间捏着一根黑色的巧克力棒在吃。听到动静，抬头看着从古镇里出来的江福，站直了身子。江小姐忙完了。江福不知道他是否被禁止清除了记忆，又看到了什么，还记着什么，偏了下脑袋，也没去提。声音清冷地问沈继之：“你真想请我做保镖？”沈继之神色微动，点头：“是的。”江福：“为什么一定是我？”沈继之沉默片刻：“江小姐很厉害，我慕名而来，而且江小姐啥都干，唯独无论我开多高的价钱都拒绝了我，请不到你我总是有些不甘心。”这也是实话。但顿了顿，他又道歉：“如果给你添了麻烦，叨扰了你，很抱歉。但这段时间我和江小姐的偶遇，真的一多半都是巧合。”江福盯着他看了会儿，视线落在沈继之后方。在沈继之身后停着 SUV 旁边路灯上漂浮着一个普通人看不到的白色幽灵，不是人形，是真的跟那个白色飘飘的幽灵表情包一模一样的形状。他那2只黑色眼睛一直盯着沈继之，似乎感受到了江福目光。他微不可察地抖了一下，立刻转身飘着消失在黑夜。沈继之顺着江福不动的眼神回了下头，什么都没看见。他轻轻叹了一声：“我是家里最小的，哥哥姐姐们都怕我跟他们抢家产，都想要杀我。沈平安是很厉害，可他还有其他身份工作，也不能随时待在我身边。还有……”沈继之抿唇垂眸：“江小姐是图灵师，应该能察觉我身边总是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他们似乎也想过杀我，普通的保镖再厉害也解决不了这些事，所以我才会找到江小姐。”他在跟江福解释自己为何非江福不可，只要江小姐答应，工资江小姐自己随便开，我会给江小姐最好的待遇。沈继之这个人很怪，不止无色的怪。如他自己所说，他身边总会出现一些灵，盯着他的感觉不像是想杀他，而是想吃他。邪恶鬼灵也就算了，一些自然之灵也是这样。他们之间，江福不想再去催眠，也不想再看到那个梦境里更深的景象，但他想弄清沈继之到底是什么东西，跟他有没有关系。考虑一下，江福淡淡说了一句，走向自己的车。考虑一下，那就是有概率会答应。沈继之一怔，眉眼微挑，唇角勾了勾，咬了一截手里还没吃完的巧克力棒，掏出手机给江福微信转了20万。江福蹙眉，沈继之笑得慵懒妖冶：“辛苦费，江小姐可以慢慢考虑。有钱真好，辛苦费都给20万。”江福瞥了眼沈继之，果断把钱收了。秦平已经离开了，此时的古镇只剩江福、沈继之还有沈平安他们3个人。哦，对了，还有外面那一地依旧在昏迷中的保镖和眼镜青年和他们那几辆车。房车质量挺好的，之前司机开不动，是夜灵入侵干涉了车内系统，司机早就跑不见了，车都没敢回来开。江福先把房车开进古镇里王丽的修车店门外空地，又把其他几辆小轿车也开过来。沈继之和沈平安就看着他一趟趟来回。沈平安嘀咕：“他这是打算把这些车拆了卖？整辆卖也可以。”沈继之轻笑，他觉得这是江福能做出来的事。9点半了，最后一趟开自己的小货车进入古镇前，江福指着古镇入口规则提示牌跟沈继之说了一句。沈继之明白他什么意思，微微一笑，马上就离开。他和沈平安上了车。沈继之降下副驾驶车窗，望着小货车驾驶座里
还在看着自己的江福，绝色烈焰的脸上，一双双桃花眼在车内明亮的灯光下染着璀璨明亮的笑意，声音清冽悦耳。晚安，江小姐。车子缓缓启动，依旧有沈继之跟他挥手的笑。希望明天还能有机会偶遇江小姐，如果江小姐不反感不讨厌的话。神经。不过他可以看在刚才那20万辛苦费以及他的确长得好看，出手又大方，并没对他造成干扰的份上，忍受他这个未来老板这样对他的态度。回到住的地方，江福停好车走进小院那一刻，万间铃铛就清脆响了起来。其实这个小镇和灵域是半互通的状态，只是被镇压着才被分成2个世界，白天属于人类，夜晚属于灵类。可他们走不出古镇，也无法进入灵域，是一个中间地带。这会儿的小镇看似无人，全都是灵。即使没有转化显现，偶尔也会听到街道上打铁或者有人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吵架喊着要找江福评理的。江福有工作，觉得吵，以前才没住这里，他对这一切都习惯了。但今晚这种感觉不一样。江福推开正屋的木门，走进室内，打开灯，就看到卧室窗边看着外面夜色的黑色身影。真的黑色，像是被大火焚烧过一样，通身焦黑，甚至身上还隐隐地散发着黑气，整个身影非常朦胧，看不到一点真容模样。江福看了一眼桌上那把之前隔壁邻居送他的同样像烧过一样焦黑的匕首，你果然藏在这里边，这道黑影就是他那个邻居。你的引灵丹和避灵符都很有用。黑影没有回头，声音涩得像塞了把沙子，听不出语气。我没被抓到。江福还没吃晚饭，他住在这里后，秦平送了冰箱，里边放的有新鲜蔬菜和肉，还有一些自热式的米饭和火锅什么的，就是为让江福不想做饭又觉得饿的时候省事方便吃的。江福在吃的上面从来都是什么都不挑，取出一份自热小火锅，拆着包装。你不是说那是你们分开的地方，你离不开吗？这个灵在那个小区待了很多年了，他没伤害过人。江福以前说过送他去灵域，但他说他在等一个人，他已经等很久了，可他离不开那片小区。他求江福帮他，江福觉得他可怜，而且他给江福付了报酬，江福才会接受他的委托，帮他找他失散很久的爱人。可他对他的爱人如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江福帮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其实我是能离开的，寄宿在匕首里。他声音虽然依旧像声带被烧毁了一样难听，语气却很温柔，充满歉意。但只有匕首被人带着出去，我才可以离开。可我不想离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遇到像江福这样的人。我送你匕首，并不是想要利用你。他怕江福误会，又连忙的解释，这把匕首是可以杀死一切的，是我爱人送我的，的确是我唯一留下的东西。江福并没有生气，把自热小火锅弄好热上。你不在那里等了吗？他默了片刻，转身看着江福，我找到他了。江福微顿，抬头，就算面对面，就算不过只有3米多的距离，江福也看不到他那焦黑模样下的外貌，只依稀能看到一双眼睛。我找到他了，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就是他的气息突然有些激动。你身上就有他的气息。江福微皱眉，他叫什么名字？不会是林恒吧？还是沈继之？如果是林恒现在连骨头都不剩了。我不知道，他目光声音都有些涣散。他来了，我见到他了。江福神色微动，那他长什么样子？他光头，他有些费劲地想着，字一个一个从嘴里往外蹦。和尚，他变成了一个和尚。空木，江福精神了。你确定？虽然我忘了他以前的模样，可他的气息我永远也不会忘。他说他就是那个和尚，我真的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找到了。他一直呢喃着这句话，说到最后还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呜咽哭了起来。江福突然想起空木说他师父让他下山解决一段尘缘的事，他的尘缘不会不是林家，而是这个吧。江福表情变得有些古怪，想了想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在通讯录里落灰的号码拨通。响了有30秒，对方才接。哎呦喂，我最宝贝厉害的小师妹，怎么这个时候想起师兄我来了？师兄年纪大了，刚才睡得熟，才没及时接。对面中老年人的声音带着惊讶慈祥和解释，还有些在抹泪似的哽咽。小师妹啊，你终于想起师兄了啊？别装。江福把手机放在桌上，掀开煮好的小火锅，没好气的冷笑。一把年纪了，还是藏山道这一代的古佛主，能不能有点德高望重的古佛样子？宝贝小师妹，对面声音更委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师兄呢？师兄我找你有事。要是一直让他说下去，他能哭1天1夜不带停的，比唐僧还唐僧。江福直接冷声打断截住他。你算出的空木有断尘缘。空木？世云一怔，你见到他了？江福嗯了一声。你算的尘缘是什么？世云，就是他6根不净，有尘缘未断啊。江福面无表情地吸溜了一口火锅粉。我问的是具体，你也不想让我出手算吧？藏山道下一代古佛主的位置本来是给江福做的，
可他那时候才12、13岁，年龄太小。师傅说他也尘缘未断，并且是很重的情缘。江福又不想当尼姑和尚，常年待在山上的庙里，就拒绝了。师傅才会把位传给世云。这位小师妹的本事可比他大得多了，他一算，那可是能活活算死人，算出雷劫的。世云声音压低，他有一段感情纠葛，只有断了6根清了，才能成为古佛。江福，但你并没有跟他说清是什么缘对吗？我说了。世云说他已经下山去找了，说他会解决干净再回来的。说了，空木还把这个尘缘当作和林家2家上一代的旧恩，空木要么在逃避，要么想用跟林家旧恩遮挡这个，来完成这段尘缘所要受的天道雷罚。今天很晚了，江福待会还要去上图灵公会夜班巡逻，可以待会找空木聊聊。求你，我只是想再见他一面，求你帮我，只要最后再见一面，我就离开，我就会消失了。他突然对江福跪下，嘴里呜咽哭求着。江福看他一眼，我接了你的单，收了你的报酬，自然是会负责到底。他给空木发了条消息，回来平南古镇。想了想，他又给沈继之发消息，走远了吗？沈继之听到特别专属的消息声音，立刻拿出手机，看到真的是江福。虽然不明白江福为什么突然追他，但还是毫不犹豫的秒回。沈继之，没，有事吗？我马上回去。9点半了，古镇里我可以进吗？或者你出来外面我跟你见一见。还不等江福把打的字发出去，就又收到。沈继之，我到了。还是说他刚才根本就没走远？江福懒得再去入口接人，给空木和沈继之一人发了个自己的即时位置。先到的是沈继之。江福待的是普通古镇，沈继之和沈平安走的也是普通古镇，可他们一进来就引发了古镇另一个空间的灵混乱。好多灵都像是闻到了什么丰盛的大餐一样，蜂拥跟在沈继之的车后边，甚至还有一些爬上了沈继之的车。而因为特殊空间的隔阂，沈继之和沈平安都看不见这些道行不深的灵。是沈继之身上有什么能这么吸引灵，还是沈继之本身？江福站在屋顶看着，轻轻摇晃了下万间铃铛，只有灵能听见的特殊声波被他用玄术催动传进那些灵耳中。尾随追逐 SUV 的灵顿时全部吓得清醒，各自离开 SUV 跑向四处。看着车子驶进小院，江福才悄无声息跳下屋顶，从后窗翻进室内中厅，坐在复古老旧的八仙桌前继续吃小火锅。沈继之知道江福已经发现自己到了，走到门口时还是屈指敲了2下门。江小姐。门是开着的。江福桌上放着手机，里是古镇外围的监控。沈继之今晚不知道来这里是什么目的，跟他道别后并没有真的离开，在附近待着，所以才回来的这么快。进。江福没拆穿沈继之，下巴朝对面椅子抬了抬，坐。这座古院冷冰冰的，没有一点人烟气，不像住过人的样子。室内摆设也很简单，古旧的红木椅子和八仙桌，只有厨房那边和这个古建筑格格不入的冰箱和锅碗瓢盆像是新弄来的，其他都非常复古沧桑，充满历史的沉重。沈继之打量了圈室内，看向江福对面的椅子，是把红木高椅，看着就非常的硬那种。沈继之走过去坐下，真的很硬，但也能坐。沈继之看着江福手里端的简易小火锅，微蹙眉，晚饭就吃这个吗？江福把嘴里的粉咽下去，你也想吃？沈继之，这东西好吃吗？闻着味儿挺香的，但他从未吃过这种东西。江福慢吞吞道，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他现在正吃的这个就有点不太好吃，得跟秦平说，让他以后不要买这个牌子的，但不能浪费食物。江福还是准备吃完。沈继之桃花眼微眯，江小姐喊我回来是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吗？还是说江小姐答应做我的保镖了？还在考虑。江福，还有人没到，等会。空木说他在城里，到这里最少得20分钟。沈继之盯着江福吃完，就低下头看手机，坐在暗红色的古木椅子上，雾蓝头发明朗，安安静静的像一幅画。嗡嗡，啥都干软件后台弹出几条消息。江福点进去，直，平南古镇具体什么位置？直，你能追踪到具体的人吗？直，我加钱。江福把自己手机关了静音，回复直，就在平南古镇，你可以自己去找找。发完，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眼对面沈继之。沈继之手机明显轻响了下，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眉心明显的皱了下。江福心思微动，无声开启夜铃，让他对直 IP 进行追踪，又给直发了一句，有对方联系方式吗？我可以追踪一下 IP。 沈继之眉心皱得更深，不知道在想什么。直回复，我若有联系方式，还用请你找吗？后知后觉的他反应过来，自己好像的确问了个蠢问题。不重要，反正他是为拖时间追踪对方 IP。 防御墙很厉害，不过难不倒本智能。叶灵在江福手机里弹出文字消息，对方防护墙高到极致，
叶灵强行入侵可能会引起对方发现，但江福并不是让他入侵，锁定一个 IP 位置就行，轻而易举。很快，叶灵距离您 2.5 米，坐在对面的沈继之跟他刚好这个距离。这个值是沈继之第一次来到平南古镇，见到他之后才出现下单的。江福接这个单就是想看这个人是谁。他前2天跟直说朱雀在平南古镇，就是猜测这个值可能是沈继之，想试探一下。果然是沈继之，所以他屡次包括今晚出现在平南古镇都是为了寻找朱雀而来的。他这几年没怎么管幽冥殿，朱雀账号都借给梦梦看动画片了，应该是古镇2个空间转换时泄露了 IP 位置。但是沈继之已经知道他啥都干，也善用付钱下单功能，大可以直接跟他说雇佣他。沈继之没有，反而匿名在官网找他下单。沈继之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在找朱雀，还是怀疑他是朱雀试探他呢？邦邦，这时门又被敲响，空木无声无息出现。江福收敛思绪，沈平安看到他不由微怔，空木法师。沈继之微挑了下眉，你怎么在这里？空木也一怔，两位怎么也在这里？语气熟人。江福关掉啥都干后台，视线从他们双方身上扫过，你们认识？回小师姑的话，我和这2位施主。等等，沈平安猜到空木出现在这里可能跟江福认识，但空木水灵灵的一句小师姑出口，还是让他脑子宕机了一瞬。沈继之也怔了下，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他愕然地看着江福和空木，惊疑不定。你们2个，你刚才叫江小姐什么？空木双手合十，手里捏着一串佛珠，礼貌微笑。江福是藏山道上任古佛主清禅师的关门弟子，我师父的小师妹，我的小师姑，同门亲长辈。不是。沈平安看着江福，脑子一时有些许空白，话都不经过大脑。江小姐她岂不是个和尚啊？不，你不出家人。他的脸上表情更空白，低头看着自己主子，那主子你和江小姐岂不是？砰！死！坐着的沈继之抬手握拳朝着身后砸过去，半弯腰靠近沈继之，脸上还带着震惊的沈平安一声闷哼，身子猛地往后倒仰出去，捂着脸蹲在了地上。江福和空木都看向他们。沈继之身子靠在同样坚硬的雕花镂空椅背上，敲着2郎腿，轻轻揉着拳头，语气慵懒。他脸上刚才有只蚊子。是啊，有蚊子。沈平安单手拉着沈继之坐的椅子椅柄站起来，另一只手捂着鼻子，声音有些闷，多谢主子帮我打蚊子。那个空木看着他捂鼻子的手指缝里溢出的血，你流血了。沈平安啊了一声，非常平静地往外走，我有点上火，我去处理一下。江福瞥了眼沈继之，沈继之坐姿慵懒，脸上挂着非常妖冶的笑。江福嘴角轻扯，神经。对了，空木朝着沈平安的背影喊一声，我小师姑是俗家弟子，藏山道是佛门，但他跟普通的佛又不一样，在知道藏山道的人眼里和心里，藏山道就是真正普度众生的真佛，是个称号，是个门派，也算是个组织。藏山道都是和尚，从不收女弟子，也不收俗家弟子，但上一任古佛主，也就是藏山道那群和尚的老大，却突然收了一个女弟子，做他的关门弟子。那是藏山道存在数百年来第一个女弟子，第一个俗家弟子。当时知道藏山道存在的那个圈子里的组织和人都非常震惊，是什么人能让上一代古佛主触犯戒规收徒？可那个女弟子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也没人知道长什么样，问起藏山道那群和尚也都闭口不提，听到都一副像是什么可怕禁忌，说了会死一样的表情。沈继之听过这事，但那会儿他还小，不觉得这有什么，就没多关注。我和沈公子认识，是他以前在寺里养过病，小师姑那时候不在山上。空木想了想，又跟江福解释自己和沈继之为什么认识，双手合十微笑。我和沈公子并不是很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更没其他。他的语气怎么一副在江福面前跟他撇清关系的样子？沈继之斜睨空木，空木站得笔直，转着佛珠，目不斜视，阿弥陀佛。虽然沈继之坐在这里，可是鬼知道他小师姑跟沈继之有没有仇。就算此时没仇，下一刻说不定就会有仇，毕竟他这位小师姑性格怪癖的翻脸比翻书还快。他就是在撇清自己跟沈继之的关系，免得小师姑跟沈继之打起来牵连他。呵，沈继之喉咙里一出声哼笑，语调散漫。可我怎么记得空木法师3年前见我的时候还在跟我说，我跟你是朋友，你有事可以找我，以后有空记得来藏山道找我玩，待在山上实在是太无聊了。沈继之看着空木，眼尾上挑，似笑非笑，怎么，你这个出家人专打诳语？空气寂静的有些尴尬。空木表情滞了下，瞬间就恢复如常，弯腰朝江福行礼，我对其他人都是逢场作戏，我对小师姑才是忠诚真心。
空木法师止住鼻血，鼻子上贴了把整个鼻子都遮住的白色修复贴的沈平安从外面回来，则空木，你真是我见过的最会打诳语，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和尚。如果不是光头戒疤和这身暗红色僧服，以及他真的只吃素，还有手里佛珠，不管看他的脸，还是他通身气质，又或者是开口说话，都无法让人把他跟和尚扯上关系。呵呵，空木皮笑肉不笑的，多谢夸奖。行了，江福虽然对空木和沈继之认识有些意外，但对他们是什么关系不感兴趣，打断他们，问空木，你师父让你下山解决的尘缘，你确定是林家？空木微顿，双手合十，我只和林家有就是未断。不管空木是在装糊涂还是真糊涂，这是江福接的委托，既然找到就必定要做。而且如果这真是空木的尘缘，就算他把跟林家的恩当作尘缘还了，也依旧不可避免，这一个终究还是一劫。他把它摊开，是帮林也是帮空木。江福视线落在这个厅堂靠后墙位置窗户前的桌上，那把焦黑匕首静静躺在那里。出来，匕首未动，一团黑色的气从中溢出来，在桌旁凝聚成一道身穿红色古袍的女子身影，乌黑浓厚的长发盘着发鬓，只插着一根金簪，别着一朵蝴蝶兰。不过20岁模样，样貌五官能用倾城绝色描述，温婉端庄。他跟他邻居2-3年了，以为他一直是那副焦黑模样，原来是他不配看。恶灵沈平安闪身到沈继之身边，手已经握着挂在身上随身携带的超科技智能伸缩剑，防备地看着女子。灵也分等阶厉害，一种是自然之灵，比如在灵域诞生的天生就是灵体的种族，以及人类世界里各种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变成的灵，以及像之前江福抓的那个雷灵，类比花精灵这种也是灵类的一部分。另一种是人灵，在人死后从身体和前去投胎转世的灵魂里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怨念不甘，在人间久了就会凝聚出身体，像幽灵一样在人间飘荡。这种灵无法进冥界，也无法投胎转世，只能遗留人间或者进入灵域。普通人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种灵的，如果彼此之间沾染了因果牵绊才能。像眼前这个女子，她可以凝聚出实体，从外表看跟普通活人毫无异样，还能拿东西，只能是在人域待了很久很久，道行已经到了非常深的地步。沈继之同人眯起身子稳坐着没动。空木看着女子，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夫君，女子踉跄地往空木走了几步，双目含泪，柔弱的像是要碎掉。沈平安脑子又宕机了一瞬，看向空木，我刚才听见了啥？是夫君吧？空木，一个鬼灵和一个和尚。夫君，沈平安身为龙组外务监督组12小组组长，平时出任务，包括跟着沈继之，也遇到过一些怪事，斩过一些灵，可他还没有碰到过这么怪的。沈继之看了看那女子，又看了眼空木，表情也有些古怪，但没说话，因为江福还没说让他拐回来古镇的目的。阿弥陀佛，空木朝着女子弯身施了一礼，表情无波，摆出一副高僧不染世俗的气势。贫僧和施主并不相识，施主身为鬼灵，莫要乱喊。夫君，女子满目哀伤地看着空木，两行清泪从漂亮凤目里无声流淌。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空木又念了声佛号，贫僧6岁出家，不可能跟任何凡俗子弟有因果情仇。女子呜咽着，无措伤心地看向江福。江福身子往后靠着椅背，单脚踩在椅子上，视线意有所指地从沈继之身上扫过。你确定那人就是空木吗？他身上沾染的气息太多，沈继之和空木还有林恒的最重，林恒已经死了，他就把沈继之和空木都叫回来，让女子认，免得女子认定光头是错觉。顺便的，江父也想看看沈继之到底是只被一类灵盯上，还是所有种类的灵，又为什么他对灵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可自从进来后，女子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沈继之，像是沈继之不存在一样，眼睛全在空木身上，满是哀伤，似乎也不用再问了。空木，有些因果不是当作骗自己没有，就可以当作它不存在的。看空木依旧不想承认，江父淡淡开口，既然是你注定必须要跨过的因果，早晚都要解决，而晚不如早，我到底是你的小师姑，今天有我在这里，遇到事我可以帮你解决。空木沉默了片刻，无欲无求的薄凉双目看着女子，施主寻找的人是前身，而我是现世，过去的已经死去，现在的我只是我，不是同一人。不是的，你们就是同一个人。女子哽咽，你说会来找我的，你说只要在那里等你，我就会等到你回来，可你不记得我了，不认我了啊！他踉跄倒退了几步，抱着自己的脑袋蹲下，嘴里发出尖锐刺耳的吼叫，无比悲伤的声波把窗台上花瓶都炸碎了。沈平安嘶一声捂住自己耳朵，沈继之蹙了下眉，也揉了揉耳朵。闭嘴！江福皱眉厉喝了一声，女子没听见一样，似乎有些癫狂。江福给她贴了张符，让她声音消失，面无表情的起身走到窗台前，捡了块碎瓷片，这个花瓶是古董。他看向空木，
300万，你替他赔。空木，凭啥？江福，他是为你叫的。沈继之看了眼江福，无声笑了一声。江福瞥他，好笑吗？沈继之保证自己连一点声音都没发出，只是嘴角勾了勾，不好笑。沈继之立刻收敛了笑意，顿了顿，沈继之眼睛微眯，这件事似乎跟我没关系，不知江小姐喊我回来是什么事？本来有，但现在没了。江福也不能跟他说实话，对上沈继之清明的目光，你现在可以走了。沈平安有点莫名其妙，可是江小姐还是没说让我主子回来找你做什么？难道江福的能力已经厉害到无形办事了？江福懒得解释，想留下你们也可以留下，反正沈继之和沈平安这对主仆之前在南城已经见过他封锁灵玉魄，可能也已经知道了他是守门人的秘密。一个秘密是守，两个秘密是守，一堆秘密也是守，反正只要泄露一个，他都会死。而且空木和这个女灵的事也不算秘密，他还是不知道江福让他回来到底做什么，总不能是让他来看这个女灵和空木的。不过江福的声音又响起来，话语拐了个弯，你们需要付观赏费。沈平安，江小姐，你这样很难让人不认为你是把我们忽悠回来进行诈骗的。江福抬头看他，那你们现在可以走啊。一个鬼灵，一个和尚。鬼灵喊和尚夫君，和尚还是他们认识的。好奇八卦心全上来了，可以看熟人的热闹。谁想走啊？钓鱼赚钱也不带这样的，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好吗？江福这个人怎么比他主子还难搞？沈平安低声喊沈继之，主子，江小姐怎么收费的？沈继之先开了口，江福5万。沈继之挑了下眉，江小姐上次说打8折，记得还挺清楚。江福慢吞吞道，打完折后5万。他收这么少，不算坑吧？沈继之一声轻笑，他复盘了自己回来这里后的所有事情，从江福你确定就是空木吗？这句话里也猜到一些，就没再追问江福喊自己回来到底是为什么。打开手机转给了江福。江福喜欢钱，而他足够有钱，花不完的钱。空木似乎知道并习惯了江福这种性格，也可能是有心事，从头到尾没太大反应，一直低垂着头转佛珠。江福收了钱，今天既然都在这里碰上，那就解决，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能为你做主，其他时间就不一定了。这会儿时间你考虑好了吗？江福跟这个邻居3年，不知道对方名字，只猜到性别，见到的也一直都是那像是被烧过一样的焦黑模样，干枯分裂如死树的手和涩哑至极的声音。江福对别人隐私没兴趣，不重要跟自己无关的他都不会刻意去打听，只在接受这个灵的特殊委托时知道对方在等他的爱人，可他不知道爱人名字，甚至不记得爱人模样，就说只要那个人出现他一定会认出。可他又不离开那个小区，来来往往那么多人，都没有一个让他有感觉的。他是一个灵，却有着一些实物物品，他说那些都是他的爱人送给他的，对他都很重要，他拿那些当报酬给江福交易。江福不知道他和他爱人的具体故事，以前也没兴趣打听，只凭借着他那3言2语简述打听寻找着相似之人。现在不一样，现在他那个爱人是空木，江福是空木的小师姑，一边是雇主，一边是师侄。虽然他夹在中间，但他一点都不为难。如果女灵寻找他的爱人是为报仇，不管空木无辜是否，江福在这里都能保住空木一条命，为他化解这一因果。毕竟藏山道到这个时代几乎没什么人了，空木是这一代唯一独苗，他总得保一下。即使是女灵找的也是上一世的人，而不是这一世6岁出家从未作恶的空木。如果空木依旧不愿意，也不想面对，那江福也不会多管，让他们自己解决。空木又沉默了很久，那就麻烦小师姑了。下山后他一直在刻意回避这件事情，谨慎又谨慎，想着总能避过去，结果直接自己送上门，撞了进来。有些事或许就那样，你越害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迟早都要面对，既然来了，那就解决了吧。江福看向女灵，有什么事好好说，我会帮你们解决，再叫我就毒哑你。女灵被符定住动不得，但她能听见。江福摘下她头上的符，你叫什么？阿莹。阿莹用不知道哪来的粉色绣帕沾着泪水，难过的声音依旧温柔，日中则仄，月盈则食的盈，这是她记得最清楚的。阿莹咬唇，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从某些程度上来说，阿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死之后的灵魂，而是那个人死之后遗留的不干化生成的怨灵，在人间徘徊太久，吸收了太多灵气凝聚成型，维持着临死前的模样。而他的记忆也就只有那一丝不干里携带的，一定要在那里等到那个人回来，以及对那个人的气息，这种深刻到灵魂骨髓里的那种记忆，并没有本身完整的所有记忆。而这个灵体的本身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只以为自己是那个原本完整的人。江福问空木，你有什么记忆？空木垂着眸，手中的佛珠一直在转，
小师姑接受了师祖全部的传承，应该会还景术，还是麻烦小师姑出手相助。还景术是一种特殊玄术，也算幻术，可以把被破坏的场景还原，看到甚至经历这片土地上当时发生的事情，前提必须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只是这个术法太耗费使用者心血精力和道具，如今这个时代会用的人不多，江府也不常用，但应该轻而易举。而空木和阿银之间的事，必须回到故事发生地，也就是阿银一直等待的地方。一行人来到那个小区，已经是晚上11点半。这里还没拆，但住户都已经搬了出去。小区里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小区入口被堵住，车有点开不进去，要把车停在外面。砰！沈平安刚想开口问一句，就听一声巨响，走在前面的江福直接开着他的小货车，强硬撞破了堵入口的破旧铁皮板，开了进去。沈平安侧头看向副驾驶坐着的沈继之，主子，江小姐她这个人吧。跟上。沈继之慵懒地靠在椅背里，散漫地打了个哈欠，没让沈平安的话说完。沈平安摸了摸鼻子，开着车跟进去。他并不是想说江福坏话，只是越跟江福接触，他就越觉得江福这个人很怪，每一次新的接触都比上一次更怪，永远刷着他对他的认知上限，而且还很嚣张，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嚣张，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由那儿外与生俱来那种。别人觉得嚣张，而他自己觉得正常不过那种，有种一切都不放在眼里，无法无天地狂，比他主子还严。小区的建筑一片破败，常年没人打扫，墙皮掉落，楼梯的木栏杆也断了不少，掉皮掉的已经看不清原本颜色。楼道里贴满了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小广告，灰尘后的走过去都会留下脚印，散发着潮湿腐朽的味道，很是呛人。连灯都没有，他们还是自己拿着强光手电打光，感觉四周都阴恻恻的。沈继之刚踏进楼道，眉心就紧拧了起来，低咳了2声后，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口鼻，看着走在前边不被影响的江福。江小姐以前就住这种地方，之前来的那趟他们只在小区外面看过这个小区，一栋栋居民楼虽然破旧，但也说得过去，可没想到这里边比外面破烂10倍，竟然有人能住这里。是啊，江福声音从前面传过来，挺好的。这叫好，沈家的厕所都比这个小区要豪华100倍，这简直不是人住的。沈平安无语，江小姐，你赚那么多钱，赚的钱多，花钱的地方自然也多。江福声音清冷，这个小区虽然破旧，但便宜，对很多穷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住处，是2位这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豪门贵公子能理解的。沈平安小声嘀咕，我觉得他在阴阳怪气主子你。沈继之跟没听见一样，眉头依旧紧皱着，啥都干，那边不是提供住宿。江福，我喜欢独居，不喜欢群住。那江小姐赚那么多钱，在市区好地方租个房子，房租也花不了多少吧。沈继之认识江福一共还不到半个月，就沈平安知道的，沈继之就给江福转账付款数百万了，就算花钱的地方多，也没见江福穿奢牌戴首饰，连市区一间每月几万的房子都租不起吗？沈平安就是好奇，江福赚那么多钱干嘛了，也想替主子打探一下江福情况，毕竟有些事主子开不了口，他能。你们的问题多了。江福声音冷了些，你们只给了旁观热闹的费用，好奇心太重的小心被好奇心害死。他忍住好奇，默默闭嘴。这里发生过之前的事后，应该又有其他人来过，可能是法师道士之类的，因为在4楼的楼梯道墙上多了很多黄符，看符文和贴符方式像是道家的，显得这个地方更阴森诡异了。而401和402的2扇门都紧紧地关闭锁着，门上 X 字形的贴了黄色封条，封条上不是字，而是反锁的红色符号。2个面对面的房间门外楼道中间墙上，直接在墙上画了一个非常大的红色反锁符文，地上和墙上有很多可疑红迹，空气里飘着没散尽的血腥味。这是道家的符篆，不过不正宗。空木伸手抹了下墙上符号痕迹，放在鼻端清嗅，是血，公鸡血和黑狗血，放了碾碎的糯米和朱砂。沈平安疑惑，这些东西能镇灵？好像在他看过的僵尸片里，那些道士才这样做。空木，所以说不正宗，应该是偏门。偏门就是那些打着道门和玄门或者其他组织，在外面当神棍招摇撞骗那种存在。画符的这个人有点真本事，但不多。是那天发生的事太大，这里的房东也就是房主觉得这里有邪气和恶鬼恶灵，就花大价钱请了几个自认为厉害的术师，阵仗搞得非常大。这是江福刚让叶灵查的，单肩背着个黑色背包的他毫不忌讳，伸手扯开402门上封条，从裤子腿侧的大口袋里摸出一把巴掌大的匕首，拔出，刀身塞进门缝，用力往下一划，咔嚓一声，门开。室内一片焦灰，呛人的香火和血腥味，腐朽潮湿的呛人味道扑鼻而来。江福都皱了下眉，往门外退了几步。这里干什么了？沈平安感觉自己闻到了死老鼠和臭鸡蛋，
以及烂菜叶子和各种东西在下水道腐烂的味道，在自己身上摸出个口罩给沈继之。他主子身娇体弱，闻不得这种味道。可嗨，沈继之戴上口罩也没减少多少难闻味道。他用手捂在口罩外边的嘴巴鼻子上，一直还在咳嗽，声音发闷。有人在这里做法吗？江福看他那难受的样子，又在裤子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一张画着白色字迹的符，递给沈继之。净化符3万。沈继之微怔，眉眼微动，8折吗？江福扯了下嘴角，折。江福出手的有些东西的确千金难求，但他对于正常人售卖时一向都是正常市价，只有非正常人才会高价，或者坐地起价。这种符很少有，价格3万算中上等，合理。沈继之嘴角微勾，接过符贴在自己肩上，旋束催动后，周围令人反胃窒息的污浊气息瞬间就消失全无。捂着口鼻的沈平安，我也要。沈继之帮他付了钱，江福扔给他一张，进入402室内，打开402的灯。室内对着门的客厅墙上、天花板上，直接画墙上的、贴的、入目都是符篆，像供奉一样。客厅正中间地上放着一个好大的生猪头，周围摆着各种水果，还有一个积灰的金色小香坛。应该没2天，猪头上留下在地上蔓延的血水还没干涸，散发着腥臭的味道。满是血红色符号和黄色符纸的屋子里，到处洒的都是血，放着一颗猪眼瞪得好大的猪头。随着从破烂窗外吹进来的冷风和半夜凌晨的时间环境，显得非常的阴森诡异恐怖。这里很多年没住人了，什么都破破烂烂的，原本就腐朽生灰，现在更凌乱了。猪头太膈应恶心了，还占据了这间屋子核心眼。江福找了张符打到猪头上，符纸凭空炸火，幽蓝色火焰把整个猪头笼罩，不到1分钟就把巨大的猪头焚烧成灰。空木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找到一把毛都快秃完的塑料扫把，把那团灰扫走，把这座房子客厅中间位置清干净。需要帮忙吗？沈继之温声问了江福一句，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说。不用。江福单肩挎着黑色的双肩背包，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的四周。402这间是2室1厅，因为一厨房的户型，小阳台是和主卧连在一起的，一共大概70平。江福测量距离一样，用自己最大的步子从中间往4个角走，找到整个房子的中心点，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黑木盒子，盒子里铺着黄色的绒布，4个凹槽各放着一颗幼儿拳头大小的铜铃，古旧的都有斑驳的痕迹。铜铃内部的铃舌都是铜钱，看着跟江福腕间铃铛手链上的铜钱很像。江福把铜铃挂在自己用步子丈量出来的4个角位置，回到房间的位置，又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铜鼎和3支用透明袋子单独包装的香，香身要比筷子细一点，颜色是纯青色的。江福把铜鼎放在地上，把3支香插进香坛。3支香全部烧完之前，必须结束一切。江福叮嘱空木和从匕首里出来的阿莹，你们不结束，我也会强行结束。万物都有灵，万物也都有自己的法则。佛门还好，玄道算术这些本就是逆天道法则而行，有一些术法使用后是会有反噬的，尤其还景术这种，江福可以维持3炷香，大概能有4-5个小时。而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会还景术的玄术道师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就是3炷香。是江福。在站在一起的空木和阿莹双双点头后，江福又取出一个金铜色的八卦罗盘，巴掌大小，同样很古朴。沈平安看着江福这一套，靠近沈继之，低声问：主子，你见过这种术吗？沈继之眸子深邃，没。江福取出一盒旧年代用的那种火柴，取出一根擦着，点燃其中1支香。在香烟飘起的时候，江福站在香坛前属于这间屋子的核心眼位置上，从裤子口袋里取出把小型蝴蝶刀，在左手中指上割了一下，血滴在罗盘中心。伏羲祸兮，伏天地兮，乾坤倒转，逆。随着江福低声话落，指尖有金光涌入空中罗盘，猛地弯腰把罗盘摁在地上。罗盘里的血蔓延一开，指针转动，罗盘发出清脆的咔嚓声，一圈圈在空中变大，直到把整个天花板覆盖。4角铜铃响动，发动的力量和罗盘边缘相撞。嗡的一声，各个方位上闪烁着金色光点的罗盘猛地从空中砸落到地，像全息投影一样，在地面映出一个巨大的金铜色罗盘，出现在众人脚下，以4角铜铃为界限，占据充满了整个房间。站在离和坎的位置上，江福盘腿坐在中心，示意一直等待的空木和阿莹。待2人站好，江福双手掐印，默念了几句术语，罗盘上的所有方位都开始逆转。咔嚓，轰隆，窗外突然一道金色的 Z 字闪电劈下，伴随着爆炸似的惊雷，照亮整个夜色，把所有毫无防备的人都吓一激灵。骤起的狂风顺着客厅玻璃破碎的窗户缝吹进来，吹乱江福披散着的头发。他那张脸罗盘映射出的金铜色光芒下，显得有些邪佞，美到妖异。记住，3炷香，快到时间的时候，铜铃会响提醒你们。江福没去管飘飞的头发，也不管那惊雷闪电，
再次叮嘱空木阿银，若回不来，就会永远被困在回到的那段时间里。顿了顿，江福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等空木和阿银再回答，脚下巨大罗盘逆转越来越快，快地逐渐只剩模糊残影，世间一切仿佛都在逆转倒流，宏伟震撼。在停下时，江福依旧盘坐在罗盘中心，罗盘上没有了空木和阿银的身影，铜鼎香坛里的香在慢慢燃烧。江小姐，半天，沈平安回了神，有些震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要待在啥都干和图灵公会那种地方？”图灵公会也就算了，可能是江福喜欢他的职业。啥都干呢？缺钱？可他若是缺钱，以他如此惊世骇俗的玄门手段，在非自然玄术界也能成为被供着的座上宾，有数不完的钱。何必待在啥都干，在那里啥都干，每天辛辛苦苦就赚那一点钱？沈继之眸色漆黑，江小姐和玄门图灵公会的图灵师，灵域的守门人，啥都干的王牌员工，藏山道俗家弟子，如此厉害的手段和身份，沈继之眼底轻闪，他开始相信江父可能是朱雀了。他能锁定朱雀的 IP 位置，是因朱雀以前出来在网上非常嚣张的活动过。可朱雀销声匿迹很久了，沈继之只能锁定那个 IP， 开了智能程序盯着，一旦上线出现就自动追踪位置。沈继之用直这个假名字在啥都干官网找江福下单，雇佣江福查朱雀。江福回复他说朱雀就在平南古镇。沈继之白天也来过，没有察觉任何异常。盯着平南古镇入口处的竞技规则良久，沈继之决定晚上偷偷来一趟。没想到江福那个时间竟然在这里，在沙林横。朱雀隐匿得很好，青龙等人暂时也找不到。可是如果江福就是朱雀本雀，朱雀隐匿那么久，江福怎么会那么坦荡地出卖自己？这是沈继之疑惑的。除非江福是在钓鱼，想看看值是谁，但他这会冲上去，肯定不可能是钓鱼。业余爱好。江福懒散回答沈平安，这妖牛逼厉害，跟他说只是业余爱好。轰隆隆，外面猛地又毫无预兆的一阵风暴大雨，闪电雷鸣的非常吓人。年久失修松动的窗户在暴风里发出哐咚声，呼啸风声烈烈作响，大的仿佛要世界末日一样。沈继之皱眉，这些雷电是天罚吗？算是吧。江福看了一眼香坛，第一支香已经烧了全部的1/7。嗡嗡，私人手机里弹出消息，让江福话语顿住。祝向和，我顺着傅家的情况线索查到，傅家的幻青素是从鬼市买来的，上线是个叫无涯的。祝向和，我以前就觉得幻青素和0212号药相似，现在查到幻青素的前身果然就是0212，被改了名字。0212号药是在5年前被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人研究出来的特效药，说可以治癌症等。以前为了测试，相关部门找了一群癌症的人免费投入实验，在市面流通过一阵，还被各新闻媒体报道过，说这个药是跨时代改变世界的神药。可后来有医药学专家发现，幻青素吃了以后会让人上瘾，还会失去理智，根本不能治病救人，只是当时服下时麻木了人的身体，让人觉得自己病好了。它里边有一种让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比毒菌菇还厉害。那些做实验的癌症患者全都变得疯癫。发现这东西毒大于药用后，督察院派人搜缴回收了所有投入市面上实验的0212号药，帝国把它列进了跟毒品一样等级的最高禁药，自此销声匿迹，也没人知道它的研究者到底是谁。幻青素是2年前出现的，有很多种类模样，比如药片、药粉、药剂等，广告宣传是包治百病，哪怕是癌症，可它只在黑市私下贩卖，表面不流通。督察院收到消息，幻青素已经流通了1年，就算价格昂贵，也依旧有不少人砸锅卖铁去买，去相信，坚信吃完病就好了。督察院开始查到了南城傅家身上。傅家走私贩毒什么都干，也不差一个幻青素。可傅家手眼通天，背景权势又非常大，这1年祝向和一直没能抓到能置傅家于死地的证据，就没轻举妄动。傅家被江福解决后，祝向和还在追查幻青素，从傅彦熙手下的交易脸上查到傅家走私贩卖的幻青素都来自鬼市。经过实验对比，幻青素和0212的成分作用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又加了一些东西，让人只要吃1次就会想吃第2次，吃了身上的病就会好，不吃身上病情就会严重，成瘾性非常大。祝向和，江福，你知道鬼市是什么地方吗？他们以前听都没听过。祝向和就想到江福不是普通人，才发信息问一下。此时是凌晨，祝向和在查资料加班，一直熬到现在还没睡，怕自己忘了，就先发消息给江福，不好意思半夜发消息给你，希望如果你已经睡了的话没吵到你。江福在上夜班。江福，鬼市不是你们能去的地方，
你先把市面上的换青素查一下收缴掉，鬼市和黑市那边不用去管，他们不会再往外卖了。祝向河，是。发完这个字，祝向河才反应过来对面是江福。他挠了挠头，他以前在部队和督察院官职都不小，也见识过大场面，可每次跟江福说话依旧小心翼翼的，听江福说话就像是在部队里教官的话，不由自主的就想摘帽敬礼。黑市是人类世界里卖各种物品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分市，只要有钱，人物任何见不得光的物品，包括人命器官等，都能在黑市里买到。而鬼市，在真正的鬼市里，人、灵、鬼，什么是人不是人的牛鬼蛇神都有。这个地方也什么都卖，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不卖，卖不了的。比黑市可怕多了。普通活人进去，就算能找到那个地方，也绝对会不等进去就会被拆分入腹。傅彦希能跟鬼市搭上线，还能跟鬼市进行大批量换青素的交易，在普通人类里走私贩卖，应该是靠私徒行。祝向河能查到傅家在鬼市的上线交易者，已经算是非常大的本事了。沈继之他们在这里，不方便赵叶林出来。江福想了想，手动打开私人手机里一个自制浏览器，输入一串复杂数字字符组成的网址，搜索点进去。网站的入口一打开，一个血淋淋、骇人至极的鬼影张牙舞爪的从黑色屏幕里跳出来，血盆大口发出着嘶吼，像是要冲出屏幕一样，令人心惊。鬼影维持了5秒，逐渐消失，变成4个字：有鬼误入。能把人吓得把手机扔出去昏倒那种。江福面无表情，心里骂了一句线上鬼市网站入口的设计师神经病。片刻后，沈继之电话响起，匿名来电，做了保密措施的号码。沈继之微眯了下眼，退到401门外接通。主子。手机对面的男子声音有刻意压低。鬼市的人刚传来紧急消息，鬼婴出现了，在鬼网发了条帖。鬼市的最高主宰者都称对方为鬼王，在鬼王之下，鬼市还有4大不能惹的鬼将，当然不是真正的鬼，只是根据鬼市的存在而设定的职位，简易的称呼，但也不算是人。4鬼将名字分别为鬼龙、鬼婴、道天、月渠。4个人的排名是按照来鬼市成为鬼王的早晚顺序排列的。鬼市地位在鬼王之下平起平坐，各自掌管一个区域，但那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在私下里几乎都忌惮鬼婴。鬼婴是5年前出现的，杀了上一代鬼婴，如今身处的这个位置上的原本存在，取而代之，为自己起了个代号鬼婴。虽然鬼市4个所谓鬼将都非常神秘厉害，其中有3个从没露过真容性别，但鬼婴是其中最神秘、最厉害的那个。可鬼婴很少出现，上次出现还是2年前。鬼市今年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动，据说这一代身为纯人类的鬼王快死了，没有指定继承人，也没有继承人选，但之前有风声传出会从4鬼将里选。最近1年，鬼婴不出现没有踪迹的时间里，其他几个鬼将明争暗斗的非常厉害。在这个关键时候，鬼婴突然出现发帖。沈继之放低声音问他发了什么，对方提到了一个叫换青素的东西。电话对面的人放低的语气恭敬，主子登录一下辉河论坛，我发给你。鬼网有特别限制，里边的所有内容都无法截图，也没办法直接转发，但他们之前暗中找到了一个外转突破口，经过特殊网域链接，可以借助辉河论坛这个鱼龙混杂的交界平台转出来。辉河论坛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论坛，比暗网还神秘，除了闲聊八卦等，在此网站的用户也可以进行各种交易。沈继之挂了电话，登录软件辉河论坛，点进私聊界面。这个软件的私聊内容可以自行设置时间，比如阅后即焚，或者发出后5分钟、1小时、5天后销毁消息，可以匿名，可以实名，隐私保护非常好。跳跳虎转载链接，这条消息在私聊页面第1。沈继之点进链接，发帖人鬼婴这个名字闪烁着耀眼的金色，代表着他在鬼网的地位。鬼婴，鬼市禁止再向普通人类世界卖换青素等人类禁药，否则我灭了他。发布时间5分钟前。一旦激起千层浪，短短5分钟，评论已经高达1万多。我勒个大草原！来人帮我看看，这是不是鬼婴？鬼婴！奶奶别睡了，快来看！我的神鬼婴出现了！鬼婴你终于活了！是要参加鬼市继承人大战吗？换青素是什么？鬼市有这种东西，我怎么不知道？鬼婴你终于出现了！你能回来把月渠杀了吗？我们真的受够了月渠管辖。同享你杀月渠，最支持楼上的一集。鬼婴鬼婴！永远会赢，鬼市之王，妈妈！我最爱的博主，他终于活了并更新了。鬼婴这是在警告谁？谁把禁药卖给普通人类了？我一直在鬼市，前几天听说继承人大战快落下帷幕，赢的可能是道天。那这会不会是鬼婴下的宣战帖？鬼市又不是没有和普通人类做交易的先例，毕竟鬼市里的人又不都是鬼，总得赚钱吃饭。鬼婴那么久没露头，
这个关键时候，鬼婴因为一个什么竟要露面，我觉得他一定有想法。虽然鬼婴也是个疯子，但他比其他3人善良多了，还是希望鬼婴成为下代鬼王。我看见有人在夸鬼婴心地善良，可笑死我了。鬼婴那颗心善良过吗？谁不知道他是几个鬼将里最疯的，他成为下任鬼王，我们更没活路好吧？要我说，还不如岳渠和道天呢。某些人说鬼婴不行，然后推出自己的心肝，有心肝的人别跟我说话，也别在人鬼婴帖子下提你那垃圾心肝。我们鬼婴就是天下第一好老大，你们这群小垃圾在我们鬼婴帖子里推你的心肝，是嫌你们心肝死得不够快吗？鬼婴老大快回来，跟他们抢鬼王！鬼婴迟早杀了其他所有鬼将。评论里震惊居多，都在对鬼婴的突然出现发这条警告贴进行各种猜测讨论，还有吵起来的。沈继之粗略扫了一下评论，还是把关注点放在帖子上。从他的角度看，鬼婴这条帖子似乎就只是警告一下，禁止鬼市在跟普通人类交易换青素，以及不听他警告的后果，言简意赅，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意思。鬼婴刚上位那会儿，沈继之在鬼市跟他共事1-2年，见过的次数屈指可数。鬼婴这个人行事诡谲，从不按套路出牌，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活疯子一样，根本猜不透。盯一下吧。沈继之叮嘱电话对面的属下，查一下鬼市谁在倒卖换青素。主子，对面声音有些呆滞，鬼婴又发帖了。这次是1分钟前，鬼婴发了新帖。鬼婴，我不出现，不代表我死了，不代表我不管鬼市的事，扔下我的人和地盘不管了，其他几个鬼将做什么我不管，但我下禁令的东西，若有人不听，试图抢我地盘，欺负我的人，那死的一定是你们。单看这些字就能感受到他嚣张的要死。评论：我操，我要哭了！老大给我们撑腰了！老大，老大你这段时间去哪了？老大，你快回来，没有你我一个人承受不来。操！不出现的时候是不出现，一出现就是装逼，这还装个大的，还真给他装到了。刚才有说鬼婴装逼的，你不装是不想吗？你们老大不装是不想吗？不，你们装起来顶多也就是个塑料袋。老大你放心，我们也不是废物，能被人欺负的。哦吼，其他几个鬼将今晚要睡不着了。这条下边评论不到2分钟就过万了，前排几乎都是鬼婴管辖的那个区域的成员。这一条明显就是在警告其他几位鬼将了。就算有一段时间在鬼市里和鬼婴共事过，沈继之也很少见到鬼婴身影，没机会去试探他身手，只根据他行事风格猜测他是个性格无常的疯子。护短没问题，可开口就警告其他几个鬼将，不把其他鬼将当人一样的语气，令人不悦。沈继之并不是想去跟鬼婴比个高低，而是鬼王这个位置绝对不能落在鬼婴手里，否则鬼婴一旦上位，定会第一时间取消鬼将之位，杀了另外3个鬼将，把其他鬼将和他们的阵营都灭掉，统一鬼市。谁也不知道鬼婴这次突然出现到底是不是只为了这个换青素，还是为了刷一下存在感，告诉其他几个正在抢继承者位的鬼将他还活着，他也要参与。不管哪一个，鬼婴还活着都不是件好事，除非鬼婴自动放弃争抢鬼王之位，否则沈继之不想放弃鬼市地盘，也不想被鬼婴杀，那鬼婴就只能死。同时鬼市其他几个鬼将不管是在干什么的，都被属下通知了鬼网上鬼婴的动静，一个个全都盯着鬼网上的那2个贴，目光阴鸷。鬼婴，查一下鬼市有没有无涯这个人，以及他所有资料和是谁手下的。消息本来就满，一上线帖子一发出去，私信更是多，滚动的系统都有点卡。江福只给鬼市的属下下达了一条命令，就退了出来，没再管其他事情。沈继之在门外接电话，沈平安在门口守着他。江福盯着面前的香坛，第一支香燃一半了。外面的电闪雷鸣和狂风比刚才更厉害了，还下了暴雨。这栋本就破旧老化的房子，窗户玻璃都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好几道闪电雷光差点劈进室内，锁定的目标似乎是室内江福。沈平安心惊肉跳，江小姐，你不害怕吗？江福面色平静，没什么好怕的。这情景放在修仙小说里，绝对是纯正雷劫，还是渡劫成功飞升，渡劫失败灰飞烟灭那种。沈继之打完电话进来，看了眼窗外可以称得上疯狂的狂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这咔嚓砰，话音未落，一道强雷砸下，打在客厅西侧厨房窗户位置，那面墙被劈出个洞，窗外墙上扯的似乎有小区的各种电网线，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比人还要粗，似乎被雷劈中了，开始滋滋作响，有电火花在窗外闪烁起来。沈平安不敢过去看，是不是着火了？沈继之看了一眼香，才半炷香，再来几下，外面网线电路侦着起来，这栋楼说不定都得起火。沈继之眉心紧皱，不可以躲吗？江福是施术人，
就算躲，雷姐也会跟着他。江福往窗外看了一眼，在自己身上几个大口袋里摸了摸，把所有分散放在身上的符纸都拿出来，翻出一张上面画着一个金色繁琐符号的符，对准了屋顶天花板，双手掐印打出。金符化作细碎流光，涌向房间的四面八方，一个无形无色的屏障笼罩住室内。外面的雷鸣闪电还在，可似乎减弱了，而且再也没有朝着房子劈下来，安静很多。龙族可不教这个，也没有这个的科普。这是玄门玄术界的力量，已经超自然了。沈平安第一次见如此程度的玄术大佬，他凑过去，江小姐，你刚才用的啥符？隐匿符可以隐匿自身所有气息，蒙蔽天道和一切从气息和玄术上的追寻，每张能维持5个多小时。江福抬眼看他，一字一句介绍得非常认真清晰，符纸携带轻便，绝对是居家旅行预防刺杀的不二选择。沈平安微愣，想问江福真有这么神吗？又把话咽下去，他已经不止一次亲眼见识过江福的符纸玄术厉害了。不过他奇怪，江福怎么会耐心跟他解释这么清楚？你要来一张吗？沈平安思绪还没停，就又听到江福的声音。江福一双凤眼明亮地看着沈平安，原价8万一张，看在你主子是我熟客的份上，给你便宜，6万6一张卖你。他就说江福怎么那么耐心跟他讲那么仔细。果不其然，卖货的话张嘴就来。沈平安无语，江小姐口才这么好，符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开直播卖货？江福淡淡道，掺和太多凡人，因果是要被反噬的。除了之前说的玄术这种东西和修仙一样，本来就是逆天而行的存在之外，算天命泄露天机，这种也是违背天道的，严重的话几生会遭到反噬的。非必要的情况下，江福从不掺和他人因果。玄术神符这些东西本就属于非自然力量，若开直播告诉全世界的人我的符很厉害，我算命很厉害，快来买，暴露玄术，那全世界的人都来买符，因果交接，遭受的反噬更大。玄术界也有规定，非必要情况下不得掺和普通人类世界，不得在普通人类面前动用玄术和一切非自然力量。而且玄门术师本就逆天而行，那种做法更是有违天道，扰乱普通人类世界的寻常秩序。只有一些所谓大师追求外界的名利，学了点皮毛就开始在普通人眼里做得到高人，多半也都是忽悠。江福不做，他不稀罕名利，他只稀罕钱，而且他的符又不是烂大街的东西，只有有缘人可购。比如沈继之和齐真真的有钱人。我有个问题，沈平安捏着江福递给自己的隐匿符，江小姐这些符是根据什么情况来定价的啊？有2万一张，有3万一张，现在都8万一张了，卖10张符都80万了，他还会这么缺钱？江福微笑，商业机密不方便透露。江福，你买不买？我沈平安一噎，他哪有那么多钱？龙祖都拖欠他1年的工资没发了，图灵公会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钱。我买了。沈继之声音从头顶传来，他点了几下手机，不到2分钟，江福手机收到到账消息，8万，原价。江福顿了下，多拿了2张辟邪符给他，不找钱了。沈继之轻笑，江小姐不用跟我客气，谢主子。沈平安开心地接过几张符，没人再说话，安静下来。第1支香快烧完时，江福点燃了第2支。这间屋子里也没有一个能坐的地方，墙上都是诡异血符。沈平安从楼下车上搬了可拆卸组装沙发椅进来。此时凌晨1点半，沈继之在浅灰色的沙发椅里斜身坐躺着，单手撑着脑袋，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一样。雾蓝色短发蓬松干净，安静的睡颜如无瑕美玉，那颗血红色的小泪痣给他平添冷艳。在这种诡异的环境下，倒是有几分像从古画里爬出的妖精。可惜环境术不能施展在自己身上，他和沈继之之间也没有任何媒介，不然他可以用环境术看看自己和沈继之在过去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纠葛。江福从他身上收回视线，闭上了眼睛。第一次和前几次遇见沈继之的时候，他对沈继之的情况认知只是沈继之身上没有颜色，并没有其他情况。而自南城封锁灵域入口的那天晚上，他发现有鬼灵跟着沈继之之后每一次见，好像沈继之身边都有鬼灵，尤其今晚更多都对沈继之虎视眈眈，想把他当成大餐吃下去的样子。可他的确没从沈继之身上感受到什么异常。或许可以算一算。凌晨4点45分，第3支香燃到根部，快要灭掉的时候，江福身下一直没有消失的罗盘，从缓慢到速度越来越快的开始转，转了有1分钟才停下。之前凭空消失空木和阿银又凭空出现。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阿银哀伤的踉跄了几步瘫倒在地，空木下意识想扶他，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伸出一点的手又收了回来，紧紧握成了拳头，脸上一副惨白，嘴角还带着血。江福手掌摁在地上罗盘的中心处，低斥了声收，罗盘立刻朝回最初那样小，飞回他手心安静的躺着。沈继之有感一样，
缓缓睁开眼睛，微打了个哈欠，神情懒烟地看着他们。弄清楚了？江福问空木和阿银。对外面的他们而言，这不过短短几小时，可对空木和阿银来说，他们是回到了这片土地上属于他们共同的过去，经历那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过往。我想起来了，我叫阿银，日中则仄，月盈则时的盈。阿银垂泪哽咽，满身哀伤，他不是我的夫君。空木垂眸看了他一眼，微不可察的一声叹，缓缓跟江福讲述起刚才经历的过往。那是凤朝，距离如今帝国已有300年。阿银不是人，空木轻声说。那个时候的空木叫木刀，是个江湖剑客，时常找人打架、比试、挑战，数次差点没命。可那就是他的乐趣，要么在比试中技不如人被杀，就此死去，要么在比试中技高一筹赢下，越来越强。除此外，没任何爱好。直到有一日，他和江湖第一高手进行挑战，技输一筹意外坠崖，却没死。被救后的第3天，他在落崖时被树枝贯穿过的肩膀上还没好的伤口中，凭空长出了一朵花。蝴蝶兰，很普通的花，却从他伤口血肉里长出来。蝴蝶兰是促生植物，可他伤口里就一朵，下边带着2片绿橙橙的叶子，花朵红艳似血。剑客起初以为是救他的人对他进行的恶作剧，他伸手就去拔那只蝴蝶兰，蝴蝶兰的根部却仿佛连着他的身体神经血肉，轻拽一下就撕心裂肺的疼。救他的医者为他检查后说，似乎是在他掉牙时，有蝴蝶兰的种子从伤口进入他体内，在他血肉里生根发了芽。用人当花肥这事，医者见过也知道，但那是用死人从活人的血肉里长出这般鲜艳欲滴的花，这种事医者也是平生第一次见。拽一下就牵动经脉，引发撕心裂肺的疼，剑客就用自己的剑把花从挨着血肉地方的根部斩断了。被砍断的花枝一瞬间直接就灰飞烟灭一样，不等落在地上就凭空消散了。而在他一直流血的伤口处又重新长出一枝。剑客一直砍，花就一直长，血越流越多。医者阻拦住剑客，说帮他想别的办法。医者帮剑客剔肉刮骨，发现这只蝴蝶兰的根茎也是红色，已经长在剑客脉络里，根本没办法把它完全剔出来，也没找到它为什么会从剑客肉里长出来，只能根据剑客的伤口判断，是剑客掉牙时伤口遭遇了感染。医者帮他剔骨、针灸，各种药物，甚至用毒等，用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把花弄死。蝴蝶兰依旧红得潋滟。最后，剑客试图把自己整只手臂从肩膀处砍断，想完全断了这只花根茎。可医者说，这只花的根茎已经深入剑客肺腑血脉，甚至心脏上都有了。医者说这是只邪花，即使砍断手臂，它依旧可能会长出来。而且自残的这种行为，大概对花造不成什么伤害，对他自己的伤害却无比大，极有可能会因此而死亡。死亡也就罢了，可能会成为花肥。医者从未见过如此奇事，他查了很多资料，查到在江湖上有一个方术师。医者告诉剑客，那位方术师住在遥远的冬雪之巅，你可以去找他看看，说不定有办法。剑客上了路，带着身上那朵诡异的蝴蝶兰。好在蝴蝶兰并不大，枝叶也不高长，只在左肩膀和左臂交接处的位置上有半个巴掌大小，向肩上顶了朵花。它不需要浇水，不需要土壤，无时无刻的不再开着，始终娇艳欲滴。长在身上不痛不痒，也没有重量，除了穿衣服比较麻烦，出门在外常被人侧目观看之外，花并没给剑客带来麻烦。可它实在太瞩目了，长在身上也很怪。上路10天后，剑客的头上多了个斗笠，黑色的轻纱垂下遮住上半个身子，把整枝花也都覆盖藏在里边。冬雪之巅很远，远到剑客走了1个月也没有到，甚至还有很长的距离没走。剑客爱剑爱武，看肩上的花没有影响自己，一边继续前往冬雪之巅，一边继续找着其他江湖高手挑战比试。直到有一次，剑客遇到了一个高手，虽然剑客最终赢了，可他受了很重的伤。剑客以为自己要死了，肩上的蝴蝶兰在晚风里轻轻摇晃着，蹭过他的脸颊，有花粉一样的流光散落在剑客身上。剑客身上的伤已肉眼可见，速度自愈，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剑客怔愣了很久，问了一句：蝴蝶兰，你是妖怪吗？蝴蝶兰只是在风中摇晃着，又蹭过他脸颊。剑客觉得怪异，心中生出一种微妙感。之后他每次练剑都感觉剑术增进。没多久，江湖突然传出一则消息，有人得到了一本神术剑法，引来整个江湖围攻争抢。只是路过的剑客也被卷入其中，每次他受伤的伤口都会自动愈合。剑客能在江湖挑战那么多高手还能活下来，他的剑术武功本来也就极厉害，江湖上他打不过的高手越来越少，在这次的剑术争斗中他活了下来，抢到了那本神术剑法。江湖行走3个月，一起寻找对手，一起出生入死，花的力量救了剑客好几次。剑客逐渐习惯了花的存在，不再把花当成邪物，开始对花诉说苦恼，讲述平生，讲神术剑法的厉害，问他自己的剑练得好不好。
他也不管花听不听得懂，自言自语一样。不知道从哪传出去的，剑客身上那朵花是神花，不管多严重的伤都可以被花立即治愈，有他在就能天下无敌。加上神术剑法也在剑客手里，剑客开始被整个江湖围攻追杀。剑客带着花逃亡，耗费了整整1年才打听到那个方术师，找到冬雪之巅。方术师整个人都笼罩在黑色的斗篷里，是那苍茫广阔的皑皑雪山上唯一黑色，看不出脸，看不出性别和年龄，只听声音像是80岁老人，内功很高。得知剑客来意之后，方术师盯着剑客肩上的花看了良久，询问剑客：“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内功和剑术都增进很多，修炼神术剑法也很顺利？”剑客点头：“神术剑法是被人从我这里偷出去的。”方术师一句话让剑客大吃一惊。方术师又说：“在你之前不是没人得到过神术剑法，他们都没人能够练得顺利。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顺利？”当时被卷入神术剑法的争抢过程中，剑客听人说过，练过神术剑法的人都走火入魔，死了的都有很多，没有一个人能练成功。可越这样就越有人不信邪，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万一挑一的能够修此剑术的天才。剑客也曾这么想过，而他得到剑术之后练得非常顺利，没有一点其他人说的那种走火入魔的各种坎坷。他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唯一的天才，唯一有问题的是他突不破最后一招。方术师说剑法是他的，那剑客也明白方术师问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想听。他说自己是天才这种答案。剑客沉默了很久，看了一眼肩上的花，是他。方术师没有回答，只说起花和剑客的情况。这朵花虽然在汲取你的生机，在滋养自己，但它也在用自己反哺你的身体。你的内力武功能够增长，全是它的力量。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我可以帮你剥离这朵花。剑客张了张嘴，剥离后他会怎样？方术师会死。剑客沉默了会儿，如果不剥离呢？方术师，你们会共生，直到你死去，成为他最后的养料，他就会化形。剑客，他是妖精吗？方术师，是灵。剑客犹豫迟疑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花的存在，听到剥离之后花会死这一刻，他不再像最初那样果断地斩下花，而是犹豫不想让花死掉。方术师看他又沉默，用非常像刻意伪造出来的那种苍老哑沉的让人听不出性别的声音问他：你是舍不得这朵花死，还是舍不得这朵花为你带来的便利呢？方术师没有回答，可是有那么一刻他再次犹豫了。这一点犹豫让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舍得花死，还是舍不得花带给自己的治愈，能够顺利练所有人都不能练的剑术，有花在自己几乎是无敌的存在。这支香燃完之前，给我你的答案。方术师点了一支香，就转身消失在冰雪里。那支香很奇怪，比筷子还要细上一点，长短差不多，通体是纯青色的，跟剑客平生见过的所有香都不一样。就在这呼口气都会结冰，需要内力暖身的冰原之巅上，火焰都不怎么能升起来，这支香却被插在雪地里正常燃烧着，丝毫不被地动天寒影响。附近有个山洞，还有一座被冰雪覆盖的亭子，可以躲避寒冷和飘飞的大雪。剑客看了眼肩上的花，你冷吗？剑客并不知道花能不能听得懂人话，但这1年多的相处，他已经习惯了和花讲话，什么事情都跟花讲。花每次都会像是被风吹的一样，轻轻摇晃一下，若似无意故意地蹭过他脸颊。这次依旧是。剑客轻轻摸了摸他，没有去山洞和亭子里，而是盘腿就地坐在那支香面前，扯了扯身上披着的斗篷，把花遮住。这支香明明就不过一只筷子长短，可剑客觉得它燃烧了很久，久的天上的雪都快把他整个人覆盖成为雪人了。香终于燃尽，先出现的不是方术师，而是那些为了神术剑法和神花一路追杀他的人。找到他了，果然在这里。神花是我的，神花是我的，神术剑法也是我的，那你先去死吧。追杀剑客的一群人看到剑客和他肩上的花那一刻，像是看到了世界至宝，个个眼睛冒绿光，发了疯的蜂拥往上冲，却因为人多拥挤的抢不到前排，而先互相残杀了起来。剑客想要带花离开，却被追杀者挡住去路。别互相残杀了，先杀了剑客，抢了东西再说。花是我的，是我的，上啊！剑客拔剑抵挡，在上百人的围攻下逐渐落于下风。就算肩上的花一直在为他提供能量治疗，他身上的伤也越来越严重，花的治疗也开始变慢。有人用了非常大剂量的软骨散和毒，剑客因伤势过重而中了招。剑客手里的剑被人用绳子套走扔掉，剑客的脖子被人用绳套套住，剑客的脑袋差点被雪滴子割掉，剑客的脚腕被重重砍了一脚，脚筋断裂，剑客的手筋被挑断。哈哈哈，神花和剑术都是我的了。剑客被摁在地上，有人笑得有些狰狞，有剑朝他肩上的花重砍下去。不要！剑客拼命地挣扎着，绝望地说：他不是神花，他只是
可是没有人听，花被砍断。一群人疯狂去抢的时候，被砍断的花却消散在空气里，没有留下一片叶子，而剑客的肩上又重新长出一朵神花。果然是神花，一群人更疯狂了，再砍，消失，再长，再砍，消失，再长，不管砍多少遍，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一年来，花的根茎似乎在剑客体内扎根更深了，花枝被砍断的时候，他也会感到疼了，就像是砍断了他的神经，钻心的疼让他撕心裂肺。别砍了，根本砍不掉。哇，挖出来啊！有人拿着刀真的开始准备刺进剑客肩膀里，把这朵花莲带着根茎挖出来。可就在匕首要戳下去的那一刻，重新刚长出来的花化作流光涌进剑客体内。剑客嘴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痛苦的嘶吼，身上散发的气息内里把所有人奔着他的所有人都震飞。剑客被挑断的经脉自己一个个复原，身上的伤口愈合，他满身血的从地上站起来，乌黑的长发凌乱飞舞，双目通红，伸手召回自己的剑，猛地一剑挥出，距离剑客10多米的人都被剑气震飞吐血，距离剑客近的人直接被砍成2半。这就是神术剑法的一部分威力。一共9重，剑客练到了9重，世界最高。而接下来就是剑客疯狂地杀戮，剑疯魔了一样，把所有想抢花和剑法的人都杀了，而自己留下一条命的剑客仰天躺在被血染红的红色雪地里，朦胧迷茫的视野里出现了黑色身影。是方术师来了。方术师问：你现在有答案了吗？有了。在花被砍下，被挖掉，自己要死亡的那一刻，剑客脑子里就有了答案。剑客说：我不想他死，他不想花死。我是问你是选择玻璃花还是不玻璃。方术师要的答案并不是那个选择，那是剑客给自己和花的答案。花又摇了摇，剑客感受到了他的愉快。我不玻璃了。剑客回答方术师。剑客带着花要离开时，又问了方术师一句：神术剑法的最后一重为什么修炼不好？它并不叫神术剑法，而是斩心剑法，突破第9层必须要斩掉自己的心，无情无欲才能成。可剑客的心已经不再纯粹了，他若想要突破第9重，必须先斩了蝴蝶兰。剑客又沉默了很久，带着花转身下山。方术师看着他的背影，或许会因爱化形。果不其然，下山没多久，直到某个夜晚，剑客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肩上的花没了，根还在，可花没了。剑客正愣，以为是自己把花压断没了时，一有着倾城绝色发鬓上别着朵蝴蝶兰的女子优雅的从外而入。花化形了，剑客和花相爱，日中则仄，月盈则食。这是剑客唯一记得的一句诗，是以前还在很小的时候娘告诉他的。于是剑客说：那你就叫阿莹吧。花变成了人，成了阿莹，和剑客相爱。剑客问过他为什么会生长在他身上，阿莹只笑不语。剑客听了方术师的话后，就认为阿莹是花精灵，以为阿莹不回答自己的问题，是因为还不能完全听懂自己的话。剑客就耐心地教阿莹认字，给阿莹讲江湖的故事。阿莹始终笑意温柔地学着听着，偶尔问1-2句，坐在桃花树下为剑客弹琴。方术师说，剑客在冬雪之巅被人围攻时，伤口没那么快愈合，是因为他伤得太重太频繁，而花治愈他的能量都是来自自己生机，过度耗费也会衰败枯竭，导致治疗越来越慢。以前的剑客总想着找人比武打打杀杀，想成为江湖第一剑客，爱剑如命。自从在冬雪之巅被围攻下差点死掉，花也差点死掉，又听了方术师的那些话，在阿莹出现后，剑客开始惜命。他不再找人挑战了，他想跟阿莹在一起。剑客除了武功没什么其他赚钱的本事，他不再在江湖里四处挑战，开始做镖师，赚的钱给阿莹买各种首饰，买一切阿莹喜欢的礼物。可阿莹带的只有那一根没任何雕饰的金簪和一朵永不凋零的蝴蝶兰。赶路不方便的时候，阿莹就成为一朵花，躲藏在他的肩上，被帷帽遮盖；方便的时候就化成人。他为剑客弹琴，剑客为他舞剑，一切都美好无比。二人如世人所说那般，似神仙眷侣。剑客开始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人生，他漂泊一生，找到了除剑以外活下去的意义。剑客以为不管阿莹到底是灵还是妖怪，他都会爱她，只要旁人不知道，他们就永远可以这样幸福的共生活下去。剑客的剑是那时候江湖7大神兵里排名第2的剑，削铁如泥，无坚不摧，是母亲留给剑客的唯一遗物。剑客3岁开始就握着这把剑习武，10数年间里带着这把剑经历过无数风雨，死在这把剑下的敌人不计其数。剑客找到了江湖上最好的武器断剑师，让断剑师把这把剑客视为跟自己生命一体的神兵利剑削了一部分下来，熔炼成了一把方便随身携带的匕首。剑客在匕首的刃和刀鞘上都雕刻了蝴蝶兰花纹，剑客亲自向断剑师学习雕刻锻造的，送给了阿莹做礼物。
阿银开心地收下匕首，送了剑客一抹属于自己的印记，说只要这抹印记在，无论以后剑客在哪里，他都能找到剑客。那段时间他们相爱，他们携手行走世间，他们弹琴舞剑，一起淋雨，一起杀敌人，一起在繁华的热闹长街上打闹，一切都无比的完美幸福。剑客曾以为他们就会这样过一生，做神仙眷侣。可是阿银很漂亮，随着时间流逝，阿银变得越来越漂亮。漂亮的有人看见后传出去说世间有一神女，听她一曲便可增强一甲子内力，延年益寿。而神女身边跟着剑客，剑客的武功那么高都来自神女。整个江湖一阵沸腾后，又开始趋之若鹜，寻找神女。不是。沈平安听空木讲述到这里，不由得举手发言，动不动就是整个江湖追杀，整个江湖追武林秘籍，这江湖事都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嘛？空木抬头瞥了一眼坐回沙发上金贵慵懒的沈继之，你们整天跟着我小师姑，不是吃饱了撑得闲着没事干嘛？沈平安一噎，瞄了眼沈继之。沈继之垂着眸，在昏暗的室内令人看不清他眼底情绪，声音懒散轻慢，有些东西你不在乎，说不定对别人是至宝呢。空木懒得理他，看了一眼身旁哀伤的阿银，和眉眼间有了些不耐烦的江福，继续讲后来。杀剑客，夺神女，这句呼声逐渐的在江湖上随处可听，甚至街头被挂在那里贩卖的学舌鹦鹉也在叫。剑客提剑想杀进那些人，却发现自己的武功退步，自己变得虚弱了。起初他想着是不是自己太久没跟人比武的原因，毕竟走镖能打架的时候很少，就算多也都是一些强盗小毛贼。可很快他发现自己有了白发，脸上多了皱纹，他本来俊美冷酷的一张脸变得苍老，不过25岁却像是40岁年纪，武功也衰退到打不过自己以前的手下败将。剑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银也治不好他，在江湖人的围攻下，剑客逐渐的打不过，只能逃。阿银无论是花还是人的形态都越来越漂亮，有时候剑客也觉得她真是天上的神女，可剑客没有心情脑补太多神话故事，因为她更加衰老了。逃亡的路上，她一天比一天衰老得更厉害，而阿银依旧漂亮，比以前的每一天都更漂亮，是那种肉眼可以分辨出来的。而阿银变得越漂亮，剑客就变得越虚弱，逐渐的剑客心中也察觉到这一点，开始怀疑猜测。剑客想起了方术师曾说的，他不把这朵花从自己体内剥离，他就会被花汲取生命，直到有一天死去，完全成为花的肥料，阿银才会化形。可阿银没把他当肥料，阿银现在就化形了，他还活着，跟方术师所说有出入。剑客就很久没再去想方术师的话，而现在他想了起来。历经3个月，剑客带着阿银躲过身后不断的追杀者，终于又回到冬雪之巅。彼时剑客已经变成两鬓斑白的老叟。在见到方术师之前，剑客和花仙碰到了一个奇怪的和尚。和尚说剑客和佛门有缘，说剑客肩上的蝴蝶兰是邪物，他需要的土壤水分就是你的肉体和血液，他的根茎已经完全长在你体内，但和你并非共生，而是寄生。和尚说这朵花是邪物，花选中剑客为寄生体，花之所以能提前化形又越来越美丽，因为花在汲取剑客的生机，而花为剑客的治疗不过都是麻木，花只是把剑客当作活的养分，并没有爱。我可以帮你剥离超度。和尚说。剑客不信，剑客还是要去找方术师。剑客衰败得走不动路了，趴在了雪地上，可他依旧一下一下的往雪山之巅的位置上爬，没有了内力抵挡，双手被冻得通红流血，染红了雪地，他也依旧用全部力气在往雪山之巅爬。阿弥陀佛，和尚看着剑客的背影，一声叹息，把自己手中佛珠扔出悬飞向剑客头顶空中，散发出金色的佛光，把剑客笼罩，开始低声念经。佛光金法之下，维持圆形藏在剑客斗篷下的花发出惨叫，花瓣和叶子开始枯萎，剑客的身上开始冒黑色雾气，阿银被弹出来，重重摔在地上。随着黑气蒸发，剑客肩上的花凋零脱落，体内已经长满4肢5骸的根茎也在消失，就像是被烈火灼烧一样。人形的阿银也感受到痛苦，在地上痛苦打滚惨叫，温柔的她第一次变得狰狞。和尚，阿银温柔漂亮的脸上浮现了青紫色花纹，衣服颜色和她的花瓣一样如血鲜红，指甲变得很长，盘着的长发披散，像厉鬼一样狰狞着一张脸抓向和尚。死和尚，敢坏我的好事！和尚不语，只一味念经。空中的金色佛珠散开，一个又一个佛珠飞到阿银头顶盘旋转圈，金色佛光打在阿银身上，就像是火焰落在阿银身上一样，灼烧的痛苦让人撕心裂肺，而阿银的手直接被烧出了一个洞。和尚，阿银拼命抵抗着佛珠金色光芒灼烧，声音尖锐的咬牙切齿，没有人告诉你不要掺和他人因果吗？你是邪物，是孽畜。和尚面无表情地说，我超度你是为拯救这位施主。邪物，哼！阿银喉咙里溢出一声冷笑，指甲猩红，修长的手摁在雪地里，像是狐狸一样扭动了下脖子，凌乱披散的长发下，
爬满青紫纹路的脸上，一双眼睛黑得没有一点光，却凭空流出了2行血泪。欠我的，他欠我的，这都是他欠我的。阿银的声音无比尖锐，试图冲破佛珠的金光。最后一点了，明明就差这最后一点，他就成了，却半路杀出来这个和尚。可就是因为差这么一点，阿银逃不出和尚的金光阵，打不过和尚。阿银，耳边传来剑客虚弱的声音。不要！剑客侧头看着被和尚困住度化的阿银，用尽全部力气飞扑过来，试图打散那些佛珠，把阿银救出去。可还没到近前，就被金光击飞。阿银一改先前那副永远温柔端庄的模样，可不狰狞的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索命厉鬼。他冲不出和尚的金光阵，听到剑客声音，转头又朝剑客冲去。两人被金光阵的屏障分开，阿银出不去，剑客进不去，谁也触碰不到谁。和尚的度化劲越发厉害，挣扎的阿银开始变得虚弱，身体像被灼烧一样冒着黑气，疼得在地上狰狞打滚，还有一股肉眼可见的乳白色的生机灵气从他体内涌出，朝外面的剑客体内涌去。剑客的身体开始恢复年轻。夫君，我疼，杀了这个和尚，救我！剑客还没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见金光阵内阿银痛苦地把手伸向自己求救，眼里满是哀伤难过。在几个月前，他们两个已经成了亲，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拜了高堂，拜了天地，进行了夫妻对拜，喝了合卺酒，成为了真正的夫妻。剑客爱阿银至深，看着阿银痛苦求救，顾不得什么，拔出剑就冲向和尚。但还没到近前，身子就腾空飞起，被和尚用金光术法禁锢住，靠不进一步。贫僧这是在救施主。和尚对剑客说，再过一会儿，贫僧就会把这只邪灵从施主的体内完全剥离，把施主的生机还给施主，度化这只邪灵。邪灵？剑客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顺着破烂的衣服看向自己的肩膀，那处因为生长了一枝花却始终没完全闭合，却不影响身体任何功能的伤口裂痕里，蝴蝶兰连枝完全脱落，肉里根茎也变得漆黑枯败，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折断后立刻长出。这朵花是妖邪，故意长在施主的体内，只是为了吸食施主的生机当滋养。和尚跟剑客说，他并没有爱邪灵，没有爱。剑客呢喃着这句话，迷茫地看向身后金光阵里的阿银。阿银浑身都像被火焰烧着一样，红衣腐烂，皮肤烫卷了皮，痛苦的又变回那副恐怖模样。阿银，欠我的，你欠我的！阿银猩红着眼睛嘶吼，全部都是你欠我的！剑客不明所以。阿银，剑客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了和尚束缚。这个和尚非凡人，用的力量也非凡力，他的武功再高，也依旧是普通人，在和尚这种非自然力量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剑客的嘴也被封住，他只能绝望地看着阿银痛苦挣扎，自己无能为力。在我的地盘上禁锢我的雇主，试图抹杀他，老秃驴，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就在这时，一道散漫却比这漫天冰雪还要冷的声音传来，有黑色身影从他们的头顶缓慢地凌踏虚空而来。是那位方术师，他一步一步散发的压迫让地上的人头皮发麻。方术师仅打出了一掌，和尚就被拍飞，困住阿银的金光阵消失，阵上的那串佛珠崩碎，零散地掉落在雪地里。和尚倒飞的身子在雪地里砸出一个坑，雪花飞溅里，和尚嘴里吐出一口血。不等和尚反应过来，方术师就闪现一般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把剑抵在他脖子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半躺在雪坑里的他。跑到我的地盘，抢我的生意，杀我的雇主，想呛行是吗？和尚擦掉嘴角的血，双手合十念了句佛号：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贫僧只是见这位施主被邪灵折磨，出手拯救一下而已。轮得到你拯救吗？方术师对着和尚就是一脚，身为秃驴就应该好好待在你的庙里，吃你的斋饭，念你的经，呛行这种事的确可以做，但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自己有没有命呛。方术师的声音依旧像用内力改变了声线，听着粗哑结节，带着些回音，语气态度无比嚣张，还有些暴躁，连和尚都打。施主你个头啊！和尚还想说超度的话，又挨了方术师一脚。我平生最讨厌和尚，尤其是你这种不明所以，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能超度众生，再慈悲救人的老秃驴了。方术师语气阴森，剑从和尚脖子里划过，任由滚烫鲜血在雪地里划出一道红色弧迹，还是先超度，自己下辈子投个好胎，别当秃驴。方术师行事凌厉，还带着一些风狠。和上次初见方术师时，方术师那高深莫测的稳重模样判若两人，好像很多人都不正常，都像疯子。剑客颤了颤，转头想去牵着阿银逃跑，可抓住他手的阿银却没有动，凌乱披散的头发下看着剑客的目光表情，恨不得把剑客拆骨入腹吃了一样，没有丝毫温柔，也没有爱。